赶紧滚！哎呀，前一秒他还在庆幸自己虽然穿越了，还是个病秧子，可身份呢是河西县首富于家的三小姐，穿金戴银，仆妇成群，妥妥的富家千金。这对于他一个在现代还在上首都中医大学的大学生来说啊，简直是泼天富贵。可高兴不过3秒，就被几个粗使婆子架着赶出来了。原因他这个三小姐当年阴差阳错是被报错的，如今真的三小姐找上门来认亲，什么狗血剧情啊！古代也能报错，都是在家里生的吗？咱们2个奉了夫人的命，送您回大柳树村认祖归宗。这就是我家？你亲爹娘只有你一个女儿，半年前一家子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你爹娘爷奶都丧了命，就在前边埋着，也方便你以后祭拜。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回去给夫人复命了。认亲那个真三小姐还真是福大命大，一家子全死了，她一点事儿没有，还能跑去认亲，骗傻子呢。她不信，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把肚子填饱。老天爷呀，你下刀来劈死我算了！大半夜的，谁这么缺德？鬼哭狼嚎的，还让不让鸟睡觉了？谁？出来！别在这儿装神弄鬼的，出来！谁装神弄鬼了？我就在你头顶上光明正大的站着呢。是你在说话？除了你乌鸦哥我，这里还有别的鸟吗？哎呀，是乌鸦哥呀！嗨，幸会啊！一点也不想看见你，大半夜不睡觉，你鬼叫什么？我饿呀，乌鸦哥，不瞒你说，我刚被家里赶出来，说我呀不是亲生的，这大半夜的把我往这荒郊野岭一扔，那就不管了。我这个命怎么这么苦呀？饿了就自己去找吃的，又不是没长腿没长脚。前面林子里杏仁、野桃子、野果子多了去了，站在这里哭有什么用啊？等我拉你嘴里吗？可我不知道这哪里有果子啊！劳烦乌鸦哥给带个路。那咱们2个能对话，那可是跨种族交流，也是千百世修来的莫大缘分。以后啊，有我一口吃的，就绝对有你一口喝的。咱们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嘿嘿，十有八九，这乌鸦哥就是穿越以后附带的金手指。你自己都吃了上顿没下顿，还想忽悠我以后死心塌地给你当免费劳动力？我才不上你的当，骗鸟呢！一人一鸟来到林子里，还没能找到果树，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于穗欢吓得大气儿都不敢出，这人不会是想把尸体埋在这棵大树底下吧？李成锦挖得正起劲呢，突然一泡鸟屎落在眼前，他身子顿了顿，慢慢抬起头，他吓得一个脚下不稳，直接从树上摔了下来。你先放开我！今晚出来还真是不虚此行，天上掉下来个好妹妹，这是暗示我姻缘到了，该成亲了吗？我还小，年龄不够。确实不大，不过养2年也就好了。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为何大半夜出现在这山林子里？你就是大柳树村于家被抱错的那个闺女吧？寻常农家妇人没人传这种上等好料子的罗裙。你怎么知道？大柳树村只有一家姓于，还是半年前搬过来的，搬来还没1个月就全家丧命，只留下一个女儿。听说是因为吃了有毒的吃食，临死之前才告诉女儿她不是亲生，当年被他们跟一富贵人家偷偷换了，让她去找亲生父母，说是鼎鼎富贵的人家。这件事3里5村里人尽皆知。月黑风高，这么晚出来危险得很，幸亏是遇见了我，以后可不许了。怎么，欢欢对我是一见钟情吗？想要留下来跟我一起毁尸灭迹？不是，你自己慢慢干啊。那我先走了。欢欢还没有问我名字呢。你叫什么名字？李成锦，翻过山，南边山脚下李家村的李成锦。欢欢可要记住了啊！我记住了。我记你个大头鬼呀，记！姑奶奶以后啊都得绕着你走。我送你回去。不用，你继续挖坑。吓死他了，都怪那屁股没把门的乌鸦哥，那么紧张的时刻好端端的拉什么屎啊！隔天醒来，你是我们村里的吗？怎么以前从没有见过你？啊，我就住在村那头的茅草屋里，我叫于穗花。我叫春杏，你是来挖野菜的吗？你就穿这衣服干活？怎么啦？不行吗？可我就这一套衣服。你这衣服是用云锦纱做的，料子可值钱了。
一块云锦纱做的手帕，绣上好看的花样，到镇上绣楼能卖200文呢。普通纱料做的只能卖20多文。哎，春杏姑娘，你看我这衣服能够裁多少个手帕？手帕都得方方正正，你这件外衫大概也能剪10几个左右。不过没有绣花的帕子也就100多文左右，拿去绣楼卖肯定要压价，不如整件去当铺买，还能多给点。衣服都已经刮烂了，这送去当铺不值什么钱。按照你说的，弄成绣帕还能多卖点。我不会绣花，能不能拜托春杏姑娘你来绣，这样你也能挣点零花钱。交给我来绣，你信得过我就行。你们可都是这大柳树村的，我们奉了县太爷之命，前来张贴告示。为了促进咱们县人口发展，县太爷决定，从今儿起，凡是及笄以后还未订婚的女子都要交税，称之为剩女税，每个月1两银子。逾期1年无订婚配还未出嫁的，由官府出面强制婚配。这许配对象自然就是各个村子那些而立之年还娶不上媳妇的汉子。春杏啊，你这下个月也该满15岁了，可有相看好的人家？哎呀，我娘家侄子就长得不错，长得人高马大的，干活也是一把好手。哎呦，你可拉倒吧，张嫂子，你们家人哪有高个子？春杏，这外村的哪有咱们本村的知根知底呀？你狗剩哥模样不差，而且我们孙家只他一根独苗，上面3个姐姐都已经出嫁，只要你点头答应，我现在就去你们家提亲。哎呀，要说出息，还是我家外甥在镇上酒楼做工，那每个月的工钱可比地里刨食的强多了。本来站在春杏旁边的于穗欢却被挤出去老远。算算日子，这具身体再有10几天也要满15岁，如果不赶紧找个男人订婚，他貌似连税都交不起。看着春杏行情这么好，于穗欢也有些奇怪，虽然他不是这个村子里土生土长的人，好歹也算是个适龄待嫁女青年，这具身体模样长得并不差，甚至可以称得上美人。那么多人还没娶上媳妇儿，这咋就没有一个人过来上前询问他的呢？多谢各位婶子嫂子，我娘说下个月就让我跟虎子哥定亲了。于姑娘，你跟我一起去我家吧，咱们商量一下做手帕的事情。好，我刚才听你肚子一直叫，肯定是饿了。这个玉米饼子你别嫌弃，我家人今天都出去走亲戚了，只留我一个人看家，只有饼子了。不嫌弃不嫌弃，谢谢你啊，春杏姑娘。春杏姑娘，我可不可以借你一套不穿的衣服啊？等手帕卖了钱，我再还你钱。我柜子里还有2套前年的衣服，泡了以后就再也没穿过了。上面虽然有几个补丁，可我洗得干干净净的。于姑娘，你要是不嫌弃就拿去穿吧，什么钱不钱的。不嫌弃，能有换洗衣服穿就不错了。以后咱们2个也别姑娘姑娘的叫，我叫你春杏，你叫我欢欢行吗？行，你把你经常绣的花样拿出来我看看，我帮你出出主意。这些都是了，平日绣些小东西就用不上花样子。欢欢，你看这张是我花20文钱买回来的，这种最多镇上那些富家千金太太喜欢，能卖上好价钱。这不过是几句写景的诗词，也没什么特别的。欢欢，你还认字呢？哦，认了一些。听说那些镇上县里的富贵人家的小姐太太都喜欢什么风雪花景的诗词，那种绣了字的手帕最是好卖。唉，可惜我大字不识几个，只会描了样子绣。如果要是能有新的诗词，肯定能卖上价钱。这还不简单啊，我给你写几个，你呢就只管是描着绣。你家有没有笔墨纸砚？有，我爷当年当过账房先生，我给你拿去。于穗欢看他以前那些绣品，觉得绣工很不错，只是都是单面绣，正面好看，反面线头那些看起来有些杂乱不好看，修剪后也不美观。于是便教了春杏一种针法，这样反面跟正面也一样好看，就是要多费一些绣线。这种针法都是他奶奶以前教他的。春杏人都傻了，这种高超的针法一般都是师傅传给徒弟，或者家族里女人代代相传，从不会轻易给外人。欢欢对他也太好了吧，第一次见面就舍得把这种能赚钱的针法告诉他。你自己一个人刚回来，家里肯定没有吃的，这些你先吃着，等过2天赶集我们一起去卖手帕，得了钱你再置办些吃的。谢谢你啊，春杏，等卖了钱我再还给你。哎呀，一点东西不值几个钱，你连双面绣都肯教我，快回去吧，一会儿天都黑了。你这忘恩负义的女人，我带你去找吃的，遇到危险你跑得比兔子都快。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关键时候你随地拉屎，我能被这神经病发现。你要吃五谷杂粮，拉屎那不是很正常？余光瞥见乌鸦哥爪子上挂着一个金光灿灿的东西，
说的对，乌鸦哥。哎呀，这事赖我，是我办事不地道。您消消气，吃了没？来，尝尝我这刚烙好的饼子。你会不会做饭呢？这饼子能吃吗？当然能吃啊，香的嘞。乌鸦哥哥，您这桂爪上戴的是什么啊？看着挺不错，就是凑合能吃，不如肉香。你说这个呀，这是我在河边看到的。我们乌鸦一族天生喜欢亮晶晶的东西，看着不错就拿回来了。就是什么，别说话说一半。东西看起来不错，就这东西你看啊，这棱角太多，只要是站树枝上一个不小心划伤了桂爪子，哎呀，这多不划算。而且这坠子啊，一看就是从什么上面掉下来的，这算是个残次品。这东西哪能配得上乌鸦哥您啊？那至少不得弄个镶嵌宝石的，才能够配得上您的气质。以前我倒是捡过一个带宝石的，就挂在我窝上，不知道哪个狗日的把我窝都给偷走了。乌鸦哥，我倒是有个好主意，不如把这个残次品拿去镇上换成肉。肉这东西吃到自己嘴里啊，谁都偷不走是吧？等您再捡到镶嵌宝石的，您再戴到爪子上，这才称您的身份不是？哦，怎么换成肉？把这金坠子卖了换成钱再买肉。您放心，跑腿这种粗活我来。肉买回来我给您炖得香香的，切碎方便您吃，就当做是我给您赔罪了。看在你这么有诚心的份上，拿去吧。肉买回来咱们一起吃，我不会让你白跑一趟的。我就知道乌鸦跟您局气，跟着您混一准没错。以后呀，您就是我的异父异母的亲大哥。改天我就去镇上买肉。天也黑了，只能躺在床上去睡觉。系统检测宿主绑定中，进度1%，检测到宿主智商有缺陷，不合格，停止绑定，请宿主同意解除。还以为来接手指了呢，这他娘的也太埋汰人了，说谁是傻子呢？喂，才一你就说不合格啊？你就不能多绑定几次试试吗？宿主太垃圾，无法继续更新进度。我怎么垃圾了？你说清楚啊！说不清楚这件事情，咱们不算拉倒。反正我就是不同意解除，咱们死磕到底。什么个狗屁3无系统，一看就不是什么啥正规牛逼狂转炫酷屌炸天的系统，这绑都绑定不上。重复绑定中，进度1%，无法继续绑定，再次绑定中，进度1%，停止绑定，系统故障处理中。于穗欢也懵逼了，少说也绑定了几10遍，都给系统干故障了，也没绑到2%，他都有点怀疑人生了。这就这么烂，你扶不上墙吗？这位女施主不是女宿主，本系统主要都是绑定男主，可能和您不匹配。这次算是本系统的失误，本系统为了表示歉意，决定送您一个超级无敌智能灵泉空间，只要您同意解除绑定，密码就可以拥有。祝您穿越愉快。空间这玩意儿不错。他脑海中一阵白光闪过，超级无敌智能灵泉空间，听名字挺高大上，只是现实却不太理想，这让于穗欢想起了某师傅方便面包装袋子上的。不过反过来想想，虽然面积不大，那也算是个金手指，最起码以后有了钱和重要东西，能有个安全地方可以放。一觉醒来，他提着篮子直奔村头河边。喂，你们几个在干嘛？小胖墩，你这么高又吃得这么壮，你咋能让那几个小孩子欺负啊？他们打你，你都不知道还手吗？我不会。他们怎么打你，你就怎么打他们呗。可是我打他们会疼的。这话让你说的，就跟他们打你不疼似的。行了，别哭了啊！我教你，你就把这树当人，用你手中的土克拉用力的扔到这棵树上去。不能打人，打人不对，我打别人会疼。以后谁砸了你，你就砸谁。听到了，姐姐。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家了，你也赶紧回家吧。那我明天还能跟姐姐一起玩吗？能啊，我也许明天还会在这里挖野菜，但是不确定。他一走，挖野菜的那些人就开始窃窃私语。于穗欢也听了个大概，这小胖墩儿名叫陈大宝，是隔壁村陈地主的小儿子，不光傻，还有疯病，发起疯来满村子乱跑。欢欢，我猜的还真对，你果然在这里。陈信，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明天镇上有急事，我连夜修了一条手帕，准备明天拿去给修楼掌柜看看，顺便买些绣线，你要不要一起去？去，我也想要去镇上看看。第二天，春信姑娘来了，
这次又秀了什么好东西啊？就是心头了一些花样，绣了个手帕出来，送过来给掌柜的您看看。如果看得上能收，我就回去继续绣。哎呀，真不错呀，反面一点也不杂乱，干净整洁。料子用云锦纱，这样花样简单却胜在稀奇啊！哎，你等着，我去请我家东家过来长长眼，保准给你个好价钱。唉，来来去去都是那么几句诗，看都看腻了。夫人，你也别想那么多，好听的诗句不就那么几句，自然是人人都秀。再说了，游园会去那么多夫人小姐，不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算了，走吧。这位夫人留步，您看看这个是否能够入眼？这是店里的新款手帕，上面绣的诗句也是外边不曾有过的。姑娘，能否给我仔细看看？您请看。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妙啊，真是好诗。这句诗词我倒是从未听过，姑娘可知是何人所作？可否认识？这个倒是不曾知道，我也是偶然听别人念过，这才记了下来。原来是这样。姑娘，这手帕怎么卖？这个价钱需要去问一下绣楼掌柜的，我们只是跟绣楼合作长期供货的绣娘。夫人要是喜欢这个帕子，那就500文。小翠，给银子。掌柜的，麻烦以后有了什么新的绣品，还劳请您找人到东街陈学士府上递句话，就说是大少奶奶让来的。夫人放心，以后有什么新样式，我一定差人给贵府送信。刚才掌柜的您不在，我自作主张拦住了贵人，还请掌柜的莫要责怪。嗨，姑娘言重了，要不是您，我们鸳鸯绣楼还做不成这笔买卖。这云锦纱呀是个好东西，可上面用的绣线太普通了。这云锦纱呀是个好东西，可上面用的绣线太普通了。掌柜的，我们这次来就是准备买一些好的绣线来的。方便问一下，你们帕子还有多少吗？还有10几个。哦，这些帕子我都收了，每个按照300文。绣线呢，不用你们买，我来提供。你们看怎么样？你们的云锦纱虽珍贵，一方帕子成本也就150文，绣好一方帕子可以挣一半。咱们河西县商税高达20%，500文就要交100文商税。除了人工、房租、绣线，各项开销我挣的还不如你们多。掌柜的误会了，我们2个是听到您给的太多，这一时之间高兴的过了头。2个人得了300文钱，还有一包上好的绣线。春杏，这钱咱俩平分，1人1半。那不行，那不行，这不是占了你便宜吗？布料是你的，花样是你的，我就动手，哪能拿这么多？按平时最多我也就能得40文。那就除去成本150文，剩下的150文平分，1人75文。卖完这10几个手帕，你以后呢就自己绣，我就不参与了。75文就够多了，你教我的针法加上那些诗句，我以后也能挣不少的。走，咱们去那里瞧瞧，那里都是卖金银首饰的，可贵了，咱们买不起。不买，咱们就看看，怕什么呢？哎，麻烦请问一下，你们这里回收金坠子吗？收的，按照朝廷标准，1两金子等于10两银子。您要卖什么？那您看一下我的这个金坠子，能卖多少银子啊？好嘞，您稍等，这个要称重以后才知道。您这坠子重3000，换成银子就是3两。好，我卖。哎，这是3两银子，您收好。春杏，走，陪我去趟粮店。你瞎呀你！哎妈，忘了这是在古代，穷苦百姓没人权，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猥琐发育别了。抱歉，是在下唐突了，给姑娘赔礼道歉。冯文玉是县太爷家3姨娘的娘家侄子，家里爹呢又是做的赌坊营生，养了不少打手。冯家在河西县向来横行霸道。公子不用客气。姑娘留步，害你受伤是在下的过失，不如我们同去医馆让大夫看看，这样我也好安心不是？一会你先走，跑快点，就去绣楼等我，我自己想办法脱身。公子如此盛情相邀，那就却之不恭啦。公子可否带奴家共乘一匹马？奴家长这么大还没骑过马呢。小娘子愿意，这还不是小事一桩吗？哎呀，大家快看，这天上是什么？飞鹰会击！他的声音非常大，表情又夸张，众人都忍不住抬头去看天上。我去你的吧！少爷，少爷，你他娘仰着头还在看什么？快去追少爷啊！他拔腿就往反方向跑。哼，
怎么每次见面不是投怀就是送抱，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我上你们家提亲，好早早嫁给我吗？欢欢跑什么？还没回答我的话。谁要嫁给你啊？你主要是吧，我感觉咱们只见过一面，对彼此都不了解，这谈婚论嫁太早了。这不就是见第2次了，一回生二回熟。欢欢，你是不是以为今天白日的人多，我就拿你没办法？我身上还有你给我的定情信物，如果我告诉县太爷说是因为那人撞破了我2人的奸情，我们2人合伙把他给害了，你猜结果会怎么样？不可能，你说什么县太爷就信什么，总要调查清楚的。而且我跟你清清白白，你别瞎说。如果没有今天这档子事，县太爷也许还会查一查，不过现在可就不保证了，毕竟外面那个可是县太爷家的亲戚，县太爷在河西县那就是土皇帝，只要定下你的罪，把你关进大牢，到时候岂不是正好方便外边那个对你为所欲为？欢欢，到时候你就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走我的阳关道，你过你的独木桥，多好。我嘴巴严，不会把你事情说出来的，咱们后会无期。于穗欢说完，一溜烟的朝着街上跑去。李成锦并没有阻拦，时间还长着，不着急。掌柜的，这稻米怎么卖的？这陈稻米15文一斤，新稻米20文一斤，上等的新稻米25文一斤。那就新稻米给我来5斤。您带布袋子了吗？没有，店里有卖的话我就买一个。小一点的细布袋子2文钱一个。店小二说完，拿起一个布袋子，麻利的开始装米称重。那麦粉呢？麦粉10文钱一斤。也来5斤吧，再来一个袋子。新稻米一共100文，麦粉50文，加上2个袋子，一共是154文钱。掌柜的，这猪肉、猪油都是怎么卖的？姑娘，猪肉30文一斤，带骨头的这种20文一斤，猪板油呢25文钱一斤。我这里也有熬好的猪油，90文钱1升，还送个罐子。那给我来3斤猪肉，1升猪油，一共180文。欢欢，你还真跑回来了，吓死我了！你跑去找李大哥啦？真是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为我费心了。妹子，你说这话就太客气了。你跟我们一起出来的，你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我们心里也过意不去啊。正好货物都拉完了，要是没什么事儿，咱们赶紧回去吧。春兴，你跟我去布店买点布，咱们立马就回去。好，你们2个去买吧，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有乌鸦哥这个金手指在啊，时不时捡点金子，不怕以后没有好日子。东西都买齐了，3个人跟着牛车往回赶。小妹、妹子，你们2个站在牛车后面别动，偷偷看一下城门口那里有2个人正在盘查路人，是不是就是你们今天遇到的那个恶霸随从啊？哎呀，这可怎么办？要不然欢欢你藏在牛车底下，手脚抓撑着车底，等过了门也就安全了。我撑不住咋办啊？程锦兄弟，你这是过来镇子上收花生吗？春生哥，你这是来拉货吗？是啊，隔壁村陈员外托我过来拉货，顺便带妹子过来赶集。这是南边山脚下李家村李大伯家的3儿子李成锦，喊3哥就行。3哥，程锦兄弟，哥哥有件事儿想求你帮忙。春生哥有事就直说，什么求不求的。妹子，你去躲到你3哥驴车后面棚子里，等出了城门口再下来。可要藏好了，千万不要露出来。顺子哥，今天您当值啊？是三子，又来替你爹收花生呢。顺子哥猜得真对，替我爹过来收了点花生，改天我打了野兔给您送来，给您打牙祭。那哥哥就不跟你客气了，可等着呢啊！快走！那我就先回去了，顺子哥，回去晚了我爹要骂人。好了，下来吧。你要是不想下车也行，那我现在就把你拉到我们家去，省了定亲，直接拜堂也不是不行。这次真是谢谢你了，程锦兄弟。一点小事，春生哥，你太客气了。没什么事，那我就先走了。春兴，我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我不会做衣服，我这2套外衣料子都想要交给你来做，多少钱？到时候分手派钱的时候，我一并给你。哎呀，给什么钱？我帮你做就是了。欢欢，我能不能把这个针法的手艺交给我大嫂二嫂，让他们帮着一起做，这样也能快点。可以啊，这有什么不行的？人多力量大，做的还快。我这衣服不管是你做还是你大嫂二嫂做，那尽快做出来，我才能尽快穿上，不是？就按照你身上的这种款式做就行了，不要绣花儿草儿什么的，越简单越快越好。娘，大虎哥，你们在干嘛？春兴，对不起，我师父传我手艺，就是想让我给他养老送终。他把女儿托付给我，我不能辜负他老人家。这些是我买给你赔礼道歉的。谁稀罕你们买的破烂玩意儿？你们李家不要太过分，
当初说2个孩子定亲，也只是说说笑话，既没下聘，也没合八字，到最后也不一定2个人就合适。我们能提着东西，也是顾着2家情面。你们家不依不饶是什么意思？拿着你们这些破烂东西，滚出我们李家！我们家女儿何曾跟你们这种人家说要议亲？别坏了我女儿名声，滚！以后把你们的臭嘴都给我闭上！敢说一句我女儿的闲话，我拆了你们家破房子！春杏，你别伤心，那个周大虎别看憨厚，不是个好的，幸亏你没同他定亲，要不然指不定更糟心。就是，小妹你也别伤心，这个妹子说的对，就凭咱们家的条件，比他周大虎好上千百倍的，咱们也能找到。到时候气死他们一家子瞎了眼的黑心烂废，肠穿肚烂的玩意儿。到时候周大虎成了上门女婿，让周婆子一家断子绝孙，后悔去吧。杏儿，你大嫂说的对，依照咱们家的条件，比他更好的咱也能找到。要不是当初看他对你还好，你们也算得上青梅竹马，又是一个村的，家里能照应你，我也不一定能看上他们一家子外来户。行了，都把东西放下，这件事儿就这么算了吧。咱们要找上门去讨公道，不更是坐实了2家要议亲，而他周家又悔了婚吗？咱们春杏的脸面要往哪里放啊？以后还要不要嫁人了？一个个就会冲动做事，不考虑后果。这周家本来就是外来户，他们家就周大虎一个儿子，我原本也不是太看得上他们家，也就是想着同在一个村子，你们弟兄几个以后都能帮衬着春杏，不让他受了欺负，也就不好说什么了。既然不是个好姻缘，那就重新找一家人丁兴旺的。你们还记不记得南边山脚下李家村的那对兄弟啊？逢年过节都带礼品轮流来看我的那家。我今天在集市上还遇到了李大叔家的老三程锦兄弟，让他帮了个忙呢。那个李家在李家村同我们李家在大柳树村一样，都是族人最多的大姓。那李家兄弟早年在镇上摆摊讨生活，曾受过我的照顾，对我也还算敬重。他们家人丁兴旺，每家都是3、4个儿子，而且他们那边生活比我们这边富裕，春杏嫁过去不会受委屈。虽说他们归河东县管，我们归河西县，不过咱们也算搭劲儿了，中间没隔着几个村子，走路不过1个时辰，赶上牛车半个时辰也就到了。咱们河西县县太爷不做人，天天苛捐杂税，年年见涨，不顾百姓死活。听说河东县前年换了个县太爷，比之前那个好了不知道多少倍，是个爱民如子的，去那边好过活呀。爹，那李大哥家虽好，可那3儿子李成锦却是10里8乡有名的混混，一天天的游手好闲，还不干正事儿。要说他以前那真是没得说，都夸是文曲星下凡。如果不是因为那件事儿，现在也许举人都考上了，做了官也说不定，咱们家春杏儿都高攀不上。可现在，谁说非得是李老大他们家了？李老大家虽然只剩下他一个没娶亲，那不是还有李老二的小儿子吗？听说现在也还没成亲呢。那孩子我年前赶集的时候见过，虽不如李成锦聪明俊朗，可是胜在老实敦厚，倒是配我们家春杏也算正好。闺女，你觉得呢？先看看也使得。你明天就套上牛车，带着春生去李老大家的磨坊，买上1麻袋的麦麸，顺便见见李老二，看他家小儿子可定亲了。好嘞，爹，我明天一大早就去。春杏再难过也不忘赚钱。这技术是欢欢教给我的。我们今天去镇上鸳鸯绣楼，那掌柜的说这种全都收，我们绣好1个手帕就有75文。什么？这么值钱？那被报错送回来的余家妹子，居然这种独门手艺都肯教给你，还真是个好的。这边于穗欢回到家里就开始做红烧肉，也不知道他的空间能不能保鲜，于是他把肉切成2半，一半放空间，一半吊水井，明天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好香啊！你这是买来肉了？
买来了，我还特意给您也盛好了，这肉已经捣碎混合着大米，可香了。乌鸦哥，您尝尝合不合胃口？此时此刻，站在他面前的哪里是乌鸦呀？这简直就是金主爸爸。这味道吧，也就还凑合着能吃，比出去吃那虫子强了一点。那是，这炖好的猪肉肯定比那些虫子要好吃。以后有乌鸦哥您在，时不时的捡一些这个金银首饰、珠宝啥的卖了换肉，咱们天天都能吃好的，我也能跟着您沾光。哎呀，这饭太干了，您喝点水润润嗓子。这有人端茶倒水的日子，貌似还挺不错的。看来以后要努力找一些金银珠宝、首饰之类的，让他拿去卖，这样就天天能吃好的、喝好的了。闲得无聊，他便想着进空间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原本10平方左右的空间，现在扩大了1倍。于穗欢忍不住捧了一盆水出来喝，水的味道非常香甜，特别好喝。喝完浑身都觉得舒服，是个好东西。看来啊，那挨雷劈的系统没骗他，这也许真的是一个超级无敌灵泉空间。而且水呢，取之不尽，会自动填满。这样以后吃饭、喝水、洗澡什么的，就再也不用费劲的从井里一桶一桶的舀出来了。这空间里也没放什么东西，今天放了米面、猪油和3两银子，也不知道到底是米面和猪油还是3两银子才让他的空间变大的。哎，你别说啊，这水喝了感觉浑身通透，精神好了，莫名的身上充满了力气。是个好东西，以后有了银子再试试，到底是放物品还是放银子能让它变大，还是只要放了东西就能变大。又是一觉睡到了大天亮，有人的地方就有八卦，这也让他知道了不少村子里的事。比如自从那个什么圣女税颁布下来以后，村子里快要及笄或者是已经及笄的姑娘都在疯了一样着急忙慌找婆家。姑娘，你及笄了没？可有定下亲事？还没及笄，不过也快了，这亲事还没定下。像我们这种长在农户家里，想要嫁个如意郎君真的是难上加难。家家娶媳妇都喜欢长得壮实能干活，屁股大还会生儿子的，瘦瘦弱弱的，也只有镇上城里的大户人家公子才会喜欢。可我们这种出身又当不得正头娘子，去镇上城里只能给人做妾，现在就是贱籍，偷买卖跟牲口一样。于穗欢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那天所有人都围着春杏要与他说亲，而没有人搭理他了。原来太瘦弱太好看的，在这些庄户人家眼中，那是不会干活、不会生儿子的象征。娶进门呢还不忘家，也只有那些有钱的大户人家才看重女人长得是否好看，妾才需要以色示人。哎呀，农村人家娶媳妇不看好他这种的，只喜欢壮实屁股大好生养的，还得娘家给力。我的个乖乖，他怎么就赶不上流行了呢？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于穗欢就是把掉在井里的肉拿出来。空间里的肉跟放进去的时候一模一样，看来空间有保鲜的作用。把2块肉剁成肉泥儿，再掺和着新鲜野菜调成馅儿，他要包饺子。太好吃了吧，他从前从不知道饺子这么好吃。从现在这一刻起啊，他在古代的第一个愿望和奋斗的目标就是天天能有肉吃。这饺子这么多，他要给春杏也送去一些。婶子，我自己做了些野菜饺子，端来一些给您和春杏尝个鲜。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客气，自己做些好吃的还不忘捎带上我们，你一个人就够不容易了。哎呀，婶子，我刚来村里那天家里一点粮食都没有，还是春杏给了我好些面和油盐吧，我当时也没客气的也就接下了。现在我送一点吃食给你们，婶子你可不许推辞。哎，那点东西不值几个钱，你还教了春杏双面绣，怎么说都是我们占了便宜。好孩子，来，快进屋坐。欢欢，你来就来，拿什么东西？我做的多，天热又吃不完，不过是野菜馅的，你就当是尝尝鲜。娘，今天什么日子？您居然包了白面肉饺子，可真香啊！哪里是我做的，是于家姑娘送来的。就因为前些天咱家春杏给她送了些面和油，真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姑娘。那于家一家子也是倒霉啊，可怜那么好的姑娘孤苦伶仃一个人。要说这于家在外边生活这么多年没回来，一家子刚回来没1个月就全死了，偏偏只剩以前的于家姑娘没事，还能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去找亲生父母，这事儿好生奇怪呀。当真奇怪得很，她倒是拍拍屁股享福去了。现在的于姑娘可真倒霉呀，白白背了一个克死全家的名声，以后的亲事可怎么办啊？娘，咱家
也不是没吃过白面饺子，怎么感觉没欢欢送的好吃？是啊，我也觉得，那于姑娘已经生在大户人家，做吃食的手艺肯定要比我们乡下人家要好。老大、老二、老三，抽空你们去于姑娘家帮她把房子修一修。现在夏天还好，以后入了秋，往后越来越冷，那破房子简直没法住人。放心吧娘，修个茅草房子那还不是小事啊，我们3个1天就能把事情干完。当家的，你们今天去李家村可还顺利？顺利，李家2个老哥盛情的很，中午炖了肉，杀了鸡，还打了酒。对于春杏跟李成红那小子的亲事，那都是相当满意，只说明天让红小子把麦夫送来，让2个孩子见一面，合适就赶紧把婚事定下，最好收了麦子过了农忙，就让2个孩子拜堂成亲。隔天一大早，孙叔，可是有什么事？怎愁眉苦脸的呀？上头说有大官要从水路进京，沿途必须修建。咱们县过阵子，每个村都要服徭役，每家每户出1个人去3里铺修建河堤，工期呢2个月，每人每天30文钱。拒不服徭役的，每家要交10两银子。建河堤那可是个重劳力活啊，1天才30文钱，县太爷不知道又要贪墨多少银子。家里有男人的辛苦2个月，人人也就过去了。可怜咱们村头那个于家，一家子全死光了，只剩下1个小姑娘。就这种人家也被写在了名单上。那么瘦弱的一个姑娘，别说2个月，3、5天就能要了命，不去又要交10两银子。你说说，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这服徭役，一个姑娘怎能受得了？谁说不是？如果姑娘能赶紧嫁出去就好了，最好能嫁到外县，这样也就不用服徭役了。回到家，他赶紧就把服徭役的事告诉了妹妹春杏，让她去通知于穗欢，也好有个准备。欢欢，咋了呀，春杏？跑这么着急？有大事要说给你听。咱们县要修筑河堤，每村每户人家都得出1个人去服徭役，不出人的就要交10两银子。你家也在名单上。我们家就只剩下我1个人了，都在那里埋着呢。难不成让我去？就是啊，你一个女子哪能干那么重的活？我哥说，除非你赶紧把自己嫁了，最好嫁到外县去，这样他们就拿你没办法了。我家给我定了南边山脚下李家村的1户人家，他们那边就归河东县管辖。听说那边县太爷是个好官，从不曾多加什么苛捐杂税。南边山脚下李家村，还记得那天让你坐驴车的3哥吗？是他堂叔家的儿子。要不然欢欢你也在那边寻个人家嫁过去，这样我们以后还能作伴。除了嫁到外县，没别的办法了吗？找个自己相中的不好吗？等你满15还拿不出银子，官府就要强行婚配，到时候你只能嫁官夫、老光棍儿，或者身体有残疾的。你要是能嫁个富贵人家也行，可那也只能做妾。欢欢，我有个想法，你会识字又漂亮，肯定看不上村子里那些庄稼汉，不如你就嫁给那天救你的3哥。他长得好，12岁又中了童生，听说是文曲星下凡呢。识字的人随便找个伙计就能养家糊口，听说看上他的姑娘不少，他一个也看不上，定然是喜欢你这种识文断字的。你觉得怎么样？一点儿也不怎么样，她就是嫁给傻子，也不像嫁给杀人犯。一想到傻子，她想到了那天帮她摘野菜的陈大宝，那可是地主家的傻儿子。如果能哄得傻子娶了她，她大不了就当陈大宝是弟弟，自己就是地主家的老妈子、保姆，天天带着他玩就行。李二叔、程锦兄弟、程红兄弟，你们来了，快进屋里去坐。二叔，你们进去说话，我把驴子拴门外，让他吃点草。哎，我去吧。哎，李大哥，我去就行，不用客气，咱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抬眼扫视了一圈，正好看到不远处的河堤上一男一女，不是于穗欢还能是谁呢？这小野猫儿居然敢背着他勾搭人，还是个小胖子，这眼光忒差了些。大宝，你喜不喜欢姐姐以后能够天天陪着你玩？喜欢呀。这个啊，毕竟男女有别，我要是天天陪你玩的话，别人会说闲话的。那姐姐，我们2个在一起偷偷的玩，不让别人看到不就行了？那不行，俗话说得好，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总会让人看到的。到时候我的名声不就坏了？大宝，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天天陪着你玩。什么办法？这样，你回家跟你爹娘说你想娶媳妇儿，非我不娶，你把我娶回家当媳妇儿，这样我就能天天陪你玩，我还能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可是天上的仙女儿下凡，可以凭空变出天界的仙果来，娶了我你不吃亏的，简直就是占了大便宜。
我可告诉你啊，便宜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错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店。看好了啊，我会变戏法。这一幕倒是被躲在树后的李成锦看了个清清楚楚。这小爷们儿居然能凭空变出东西，他以前从不信什么鬼神之说，现在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下，还是说他只是在变戏法？不行，我答应了阿花，我要娶她当媳妇，只能娶她一个。我要是娶了姐姐当媳妇，阿花会伤心的。阿花是谁？那她愿意嫁给你吗？哎呀，现在不光村里的庄户人家看不上他，就连傻子都不要，扎心呢。她就是阿花，她当然愿意了，每天都陪着我，晚上还跟我一起睡。她从出生开始都是我在照顾她，她喜欢我，我喜欢她，我不能辜负了她。啊哈哈，确实是一桩好姻缘。哈哈哈，那啥，姐姐衣服还在院子里晾着呢啊，我回家收衣服去了。你自己跟阿花先玩去吧。姐姐你别走，留下来陪我一起玩。动！你给我松开！我想姐姐你陪我玩，不许走，不能躲开。有这个把脸划开，就会有好喝的流出来。姐姐，我要喝。有病吧你！你给我松开！老子真是瞎了狗眼，当初这儿我可怜你一个傻子被欺负。怎么样？有没有摔到哪里？你怎么在这里？我要不在这里，怎么能欣赏到这么好一场戏？上赶着找傻子要嫁，可结果傻子都不要。傻子也比杀人犯好。你眼中的傻子可不是单纯的傻子，他外表看起来只有11、12岁这样，其实今年已经20出头。他有疯病，时常发疯，不但虐杀家畜，还伤人。在他家做工的姑娘被他伤了脸，弄折胳膊腿的就有不少，都是他爹陈地主给的钱打发。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假？我们村狗子的妹妹前个月才去陈地主家做工，不过1个月，送回来的时候一张脸划得不像样，也只是赔了10两银子。那姑娘这辈子也别想嫁个好人家了。那天晚上我没杀人，只是为了给狗子妹妹出气，吓唬陈地主。你也不想想，我要是真的杀了人，这么些日子过去，会没有人报官，会没有一点风声。那麻袋里装的不过都是他儿子虐杀的家畜，我偷拿过来吓一吓他罢了。这大半夜的，陈地主去荒郊野地干什么啊？说起这个，我还发现了陈地主一个大秘密。今天谢谢你啊，我有事就先走了。哎，我为了救你，这血流了一地，人都快流死了，你也不关心一下，未免太忘恩负义了吧？伤口的地方还在不停地往外边渗出。于穗欢看着那涌动滴落的鲜红血液，眼前一黑，整个人便没了知觉。二叔，程红，快找个大夫过来。程姐，你不是出去让驴吃草了？这怎么还抱个姑娘回来了？欢欢这是怎么了？没什么大事，就是晕血了。没想到啊，没想到他堂堂一个学医的，穿越的这个身子居然晕血。不用去请大夫，我已经好多了。他白了一眼李成锦，这么多人都看着，就不能把他放下说话。他把刚才的事情经过简单说了一遍。成锦呐，救人呐是好事儿，可你抱着人家姑娘一路上大摇大摆走来，这人家姑娘的名声可怎么办啊？以后啊还怎么嫁人？俗话说得好，救命之恩以身相许，我救了她，她嫁给我，这不正好？又是一段佳话。说什么胡话呢？你愿意也得人家姑娘愿意不是啊？其实我不是很在意这，就算你不在意聘礼，这个钱也不能少。你心悦于我，我要光明正大娶你进门。欢欢，你要是敢拒绝的话，我不介意我们2个一起进猪笼。爷爷，你快出来看，山脚下村西头那里着火了，好大的烟！山脚下村西头，于穗欢猛地一下站起身来，那不就是他那3间茅草屋的方向？总感觉随神附铁，倒霉透顶，没有一件事称心如意的。乌鸦哥是你吗？我的三生爷，你怎么就这么去了呀？现在哭有什么用？来晚了，这破房子烧得干，烧得净，烧得一点都没剩。你还挺乐呵，这房子没了，锅碗瓢盆全都没了，以后别说是吃肉了，这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你还好意思埋怨我？我看到有个人鬼鬼祟祟的过来，试着驱赶他好几次，还差点被他用石头砸伤。
你一天天不在家看着，哥已经尽力了。这破房子比你爹岁数都大，不要也罢。过阵子天冷了还是不能住人。只要你答应嫁给我，我们可以立下契约，只做表面夫妻，我养你。在你不同意之前，我就不会碰你分毫。为什么非要娶我呀？我要说是一见钟情，你大概也不会相信。你在这里的日子不会太平，时时刻刻都会有人想要害你。为了表示诚意，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我的秘密。作为交换，你也必须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有人想要害我？你得要先告诉我你的秘密，我要看值不值得跟你做交易。跟我走。你要带我去哪儿？给你看我的秘密。放心，我这个人最重诺言，既然说了就会做得到。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那家伙可是杀人犯，你傻乎乎跟着别人就走，就不怕到了山里他把你也埋歪脖子树下？你站在这里等我，我点燃火把，你再下来。趁着现在他不在，还不赶紧跑！猪都比你聪明。乌鸦哥别生气嘛，你看他现在已经不杀人了，前2天还救了我，这一路走来不也没对我动手？我看你脑子是被猪啃了。欢欢进来吧，这里就有我要跟你分享的秘密。怕什么？我想对你动手，随时随地哪里都可以，犯不着费这么大的功夫。谁害怕了？山洞里面有瘴气，不通风的话进去会死人的。我只是不想白白进去送死。哼，没想到欢欢你知道的还挺多。山洞里有瘴气的话，火把是燃不起来的。这2个火把烧得这么旺，就证明里面没事。这些是什么？这里面都是粮食，有小麦、玉米、黄豆，其他的东西也有，我没仔细翻看过。怎么会有这么多粮食藏在这儿？这是那天遇到你的晚上，我跟踪陈地主偶然才发现的。至于他为什么要在这里藏这么多粮食，我也不知道。只要你答应嫁给我，这些就是我给你的聘礼。刚才看你在逗那傻子的时候，凭空变出了樱桃，你是否也可以把这些粮食都带走，然后什么时候想要的时候再取出来？你都看到了？这些粮食可是一大笔财富，我肯分享给你，说明我信任你。既然说了要你嫁给我，我自然对你是毫无保留的。欢欢，2个人合作最重要的就是信任。我可以把东西都收了，什么时候想用再取出来。这宝贝跟我的人是融为一体的，你抢也抢不走。如果我死了，这东西就会消失。我先郑重告诉你啊，你可别对我打什么不该有的主意。欢欢，你这样想我还真是伤心。我们以后可是夫妻，我只会拼尽全力护你周全，又怎么会忍心伤害你？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你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意念一动，一整排的粮食就被收到了空间里。当他再次查看空间的时候，发现空间又被扩大了数倍。原来只要往里面多多放东西，它就会无限的增大。李承锦内心还是掀起了惊涛骇浪，久久不能平静，还真的是谢文丽才有的仙家手段。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见他，那时候他不过100天，白白嫩嫩的，看着就喜人的很。他娘还笑着说，欢欢以后啊就是他的媳妇儿，让他一定要对他好。他也郑重的承诺一定会对欢欢好一辈子。后来家中惨遭巨变，还以为这辈子呢是没有机会娶她当妻子，没想到缘分总是这么奇妙。我这可是把自己最大的秘密都交给了你，所有身家也给了你。欢欢，你身怀异能的这个事情，除了你我，绝对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否则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千万要记住了。赶紧走，李家的人说不定正在到处找我们呢。有些人就是恋爱脑，一点子东西就能收买，看见那些个好看俊俏的男人，纯3观跟着5官走，一点没有脑子。这种人活该挖一辈子野菜。听到乌鸦哥说的话，于穗欢怀疑这乌鸦哥是不是跟他一样，真的是穿越过来的，不然怎么会那么多的新鲜词儿？欢欢，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房子被烧想不开，其实你那房子就算是不被烧，过阵子入秋下大雨，说不定也会塌。烧了正好，省得去拆了。到时候我让我家3个哥哥再帮你弄一个比你原来房子更结实更大的茅草房子。不用了，欢欢已经答应嫁给我，修了房子也是没用。明天我就带聘礼娶她过门，今晚还要麻烦你们家收留她一晚。昨天不还说不愿意，念头转变得这么快吗？这难道就是救命之恩的力量？真的吗？太好了，我们赶紧回去吧。聘礼你都收了，怎么还想反悔不成？要么嫁给我，要么进猪笼，选一个。于穗欢这人呢，怕疼怕死，淹死显然不是他能承受的。梁二叔没想到今天过来给小儿子相看媳妇儿，还是一箭双雕，连侄子的婚事都定下了。而且侄子那叫一个神速啊，明天就过来把人娶回家。
想来他大哥大嫂应该也会高兴吧，妥妥的双喜临门，好成啥了？你看看你，一天天的没个正形，地里活不干，让你跟你大哥去卖炒货你也不干，就知道瞎混。哪个好人家的姑娘愿意嫁给你啊？爹，告诉您个好消息，我今天跟二叔去大柳树村给陈红相看媳妇，正好救了一个姑娘，她以身相许，非要给我做媳妇，我明天就接她过门。胡说八道什么呢你？谁好人家的姑娘会这么急着嫁给你？哎，大哥，程锦说的没错，你家明天就准备娶儿媳妇吧。李老二及时走进门，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一家人忍不住啧啧称奇。当家的，既然三儿愿意，人家姑娘也怪可怜，不如就这么定了。大青子儿，你这是赶着驴车又要去哪里？今天可是你要娶媳妇的好日子，不会要反悔了吧？娘，你想什么呢？我好不容易求娶到的媳妇儿，怎么可能反悔？昨晚进山打了几只野鸡，想拿去镇上卖掉，换成聘礼去。聘礼这事还用你操心不成？2两银子的聘礼我早就准备好了，你大嫂二嫂那时候也都是2两。我卖了野鸡就回来，娘你放心，不会耽误娶亲的吉时。大叔，我凌晨一早刚从山里猎了几只野鸡和1条大蛇，都新鲜着呢，不知贵府可要？快拿来我看看。大叔你看，这么大的蛇，它的蛇胆可是大补之物。要，这大蛇可不多见，我都要了。啊，那以后小的从山里猎到好东西，就直接给您送过来，就不送去镇上酒楼了。这野鸡您看还活着有气儿呢，用来炖汤喝，又鲜又美味，补血益气啊。这大蛇更是不必说，在山里不知道长了多少年，它的蛇胆比起那些普通蛇的蛇胆，功效都要强上数倍，蛇肉吃了也是大补之物啊。这蛇加上野鸡，我做主，给你6两银子，你看可行？以后得了什么新鲜的野味，记得赶紧送过来，我都要了。免贵姓曹，名叫曹旭，你以后来了就告诉门房找曹管家。多谢曹大叔，改天我猎到野兔送来，给您也尝个鲜。无妨，你这东西好，值这个价钱。娘，我已经把您前年新做的铺盖拿出来晾在院子里，小叔的房间也打扫干净，只等3弟媳进门了。娘，我回来了。你慢点儿，土荡的哪里都是。早饭还在灶台里给你温着，吃过饭换上衣服，你就赶紧去大柳树村接你媳妇儿去，别误了中午吉时。娘，看我给你买了什么？银簪子，你哪里来的钱买这么贵重的东西？当然是昨晚进山卖猎物的钱，掌柜的说这可是新款，娘你不喜欢吗？哎呦，这得不少钱吧？你这孩子赚了银子也不知道存起来，娘老了，这么新的簪子留给你媳妇儿戴吧。给您买的您就留着戴，我给我媳妇儿也买了。赶紧吃，吃完去接你媳妇儿。老大家的，你一会儿和上半盆白面；老二家的，你一会儿杀只不下蛋的老母鸡。我等会儿去杨屠户家割2斤肉，再打2斤酒，中午咱们吃顿好的。欢欢，赶紧起床吃饭了，然后还要给你梳妆打扮，别到时候耽误了接亲的吉时。不是一切从简，他过来把我带走就成。我娘说，虽然匆忙，也要给你梳妆搅面，该有的顺序一样也不能少。欢欢，咱们这儿有个规矩，出嫁前都要吃1个鸡蛋，快趁热吃。不用了，婶子，留下给孩子吃吧。别客气，既然你从咱们老李家出嫁，可以跟春秀一样，把这里当娘家。以后有什么委屈就跟婶子说，咱们替你撑腰。那没有热闹的婚礼，不能没有聘礼，这些都是今天早上我在镇子上给你买的，全都是新款式。给我的？你是我媳妇儿，不是给你的还能是给谁的？这银的你先带着，等以后有钱了，我给你买金的，还有镶嵌宝石的。这里面有6两银子，2两是我娘给的聘礼，那4两是我今早卖猎物得来的，都给你放着。以后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要委屈了自己。没有了银子，我再去挣。我的个乖乖，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李成锦吗？威胁他不嫁给他就一起去进猪笼的那个李成锦，怎么好像是换了一个人？又是买首饰，又是给银子，还画大饼，温柔体贴，长得又帅。如果没有以前的那些事情，他还真以为自己嫁了个绝世好郎君呢。镯子、簪子我都很喜欢，你对我好，我自然也会对你好，大家都是相互的。成亲是假，可我们以后要过日子可是真的。放心吧，娘子，我说得好，做得会更好，绝对让你满意。做得更好，这话听起来怎么感觉带了点颜色呢？啊，还是他脑子废料多，想多了。
不过想想也是，最起码2个人以后要一起过日子是真的，是他狭隘了。他可以把2个人当做一种合作关系。李承勤长得帅，看着都养眼。都说啊，看帅哥能长寿，他也不亏。走了这么久，饿不饿？娘今天中午炖了鸡，还割了肉。爹，娘，这就是您的3儿媳于穗欢。爹，娘，好，好，好，快来坐。这是大哥、二哥、大嫂、二嫂。欢欢，一路过来饿了吧？赶紧吃饭。谢谢娘，您对我真好。来，多吃点肉。你看你这身子骨瘦的，就应该多补补。娘，您也吃。我初进家门不懂规矩，以后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的，还请您多担待。2位嫂嫂有什么事用得着我的，也就只管吩咐，只要我能做得到，一定都不推辞。三弟媳太客气了，大家都是一家人，互相帮助那是应该的。有什么事只管跟大嫂说。都是一家人，三弟媳以后有什么用得上二嫂的地方，你也别跟我客气。吃过饭，上午累了半天，你先躺下歇会儿，等会儿我带你去二叔家，程立哥是木匠，让他再给你打个柜子、梳妆台什么的。你看有什么需求就跟他说。我不累，我们现在就去吧。李老二家就在李老大家隔壁。程立哥，这是我新娶的媳妇儿，找你过来是想打点家具。欢欢，你需要什么跟程立哥说就行。程立哥，弟媳不用见外，你需要什么就跟我说就是。我们先去后院吧，里面有我做好的一些家具，如果看上的先直接拿回去用。这些都是常用的家具，做好了不愁卖。弟媳，看看可有看上的。程立哥，我还想要定做一个大点的浴桶，这个需要几天？浴桶做好以后，外面需要用铁皮固定，最少也要7天。什么时候做好都行。这些家具加上浴桶，一共要多少钱？这梳妆台我再送你一个凳子，除它送你一个小桌。浴桶到时候也要再加一个挂衣服的架子，一共2两银子。这么便宜？平时那些不加浴桶都要2两多银子了，这么多，程立哥你岂不是要亏了？亏什么？咱们自己家人用，我要钱已经够不好意思，反正不会亏钱就是。辛苦程立哥啦。大哥，你手怎么了？老大，咋回事？没什么，就是今天在小狼村卖货的时候遇到了个同行，他见卖不过我就恶意压价，弄得我生意也做不成，我们2个就推搡了几下，无甚大碍。哪个村子卖货的？单打独斗能从大哥你手里讨到便宜，我明天同你一起去看看。就是，明天我也同大哥一起去，真当咱们老李家好欺负。过2天就要抢收麦子，我也不用去卖炒货了，置那嫌弃做什么呀？老大，是不是抢你生意的人大有来头？听说是县城家儿媳妇的娘家堂弟，他们就是小狼村的，人多势众，我以后不去那里卖便是了。现在的生意本就不好做，卖炒货的也多，有的人卖的还便宜，我都想着过了农忙换个营生去做了。天天出去也够累的，这2天就在家休养休养，过2天农忙才是最累人的。没卖出去的那些炒货分一分，一部分留在家里农忙吃，一部分给3个儿媳妇走亲戚用。爹，我就不用回去了，分给2个嫂子吧。娘，如果你想回去的话，明天也回外祖家去看看吧，你也好多年没回过娘家了。明天我跟欢欢正好无事，可以跟着娘你一起去外祖家。好，那明天咱们就一起去你外祖家看看。你外祖家种了好几棵白沙杏，一到这个时候就该成熟了，杏子又大又甜。明天正好带回来一些，给大娃、2娃、3娃他们解解馋。天黑以后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是不是家里的饭菜不合胃口？晚饭时你怎么吃的那么少？家里做的菜干巴巴的，除了有一点咸味，什么味道都没有，一点都不好吃。咱们手里现在有那么多粮食，不能天天吃白面吗？就算是一家子都吃，那也是一辈子都吃不完。想顿顿吃白面当然可以，可是我们要先找一个合理的理由把它拿出来，等过几天我们一起出去，就说打猎物换银子买的粮食，正好就能光明正大拿出来一些。今天大哥卖的炒货还有不少，我去拿一些过来给你垫垫肚子。给，吃吧，不过我再去帮你拿一些。明天走亲戚就带这些去吗？这些东西也很不错了，平常人家根本都不舍得吃，只有镇上有闲钱的人才会买来听曲儿，吃酒的时候吃。走亲戚难道不都是带一些糕点什么的吗？点心那些大多都是用糖做的，糖可是金贵东西，点心更是有钱人家才吃得起的，穷人家走亲戚都是带一些实用的粮食之类。告诉你一件事情啊，我发现咱们那天收起来的那些东西里啊，不光是有玉米、小麦、稻米、黄豆这些粮食，
还有糯米、红豆、绿豆、红枣、白糖、红糖、芝麻、木耳、药材之类等等的好些东西。我想做一些红枣糯米糕来吃。我们就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今天带过来的，反正数量不多，他们也不知道今天驴车里面到底有没有东西。你说怎么样？好，现在就去厨房做吗？当然，我们现在就去。还愣着干什么啊？赶紧烧锅呀！先大火烧开，等冒了热气，然后换中火，大约半个时辰就行。这红枣糯米糕是要多焖上一会儿才是最好的，吃起来又香又软又甜。老三，你们两口子在做什么呢？娘，我今天来的时候带了些糯米、红枣、红糖来。您跟大嫂、二嫂明天不是要走娘家？我想着做一些红枣糯米糕点心，给你们走亲戚用。啥？做点心？欢欢，你还会做点心呢？只会一些简单的。娘、大嫂、二嫂，你们别嫌弃就成。怎么会嫌弃？不嫌弃，放眼整个村子，谁家走亲戚带点心的？哎呀，让三弟媳破费了。这半个时辰简直是难熬，一家子都不睡觉，就等着看于穗欢做出来的红枣糯米糕点心到底是什么模样。相公，你端一碗出来放到案板上去。李承锦听到那声软糯糯的相公，只觉得有什么东西撞在了心尖上，浑身通透。爷娘，你们先尝尝，小心点吃，有点烫。老天爷，这红枣糯米糕也太好吃了，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三弟媳手艺真好。老三家的手艺不错呀，比镇上卖5、6文钱一块的点心还好吃。好吃就成，这些先放在锅里焖着，明天走亲戚啊，大家都带上一些。吃也吃过了，大家都赶紧回去睡，明天还要早起呢。乌鸦哥，给您送来宵夜，您尝尝合不合胃口？算你这死丫头有良心，不枉费我跟了你一路。那必须的，我这人啊，啥都没有，那就是有良心。就算我没吃的，那都不能饿着您。欢欢，你是在跟那只黑鸟说话吗？瞎说什么啊？什么黑鸟？这只鸟那可不是一般的鸟，它可是我的财神爷，跟我相依为命，同生共死。你以后对它说话客气点。家里饭菜难吃，你先忍一段时间。以前娘说过，等我成亲以后就分家，毕竟人多了，事情也多，难免会生出矛盾。分了家以后，你想吃什么都行。我发现今天都是大嫂在洗碗，你们家的家务活是怎么分配的？新媳妇儿进门头3天都是不用干活的，然后做饭、洗碗、洗衣服、喂鸡喂猪、收拾院子那些活都是大家轮着来干。你要是不喜欢的话，我来替你干。只是做饭我是真的不会。就算你帮我干活，那咱们契约成亲还是契约，必须要按照规矩来。今晚上我睡床，你睡在外间的竹榻子上。我说过，在你不同意之前，我是不会碰你的。说到做到，放心吧。我烧了一盆热水，你洗了再睡，去罚。没想到这人还挺细心的，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天大亮。先凑合吃点，下午走亲戚回来，我进山给你打野鸡吃。那我想跟你一起去。好，那就一起去。李大嫂子，这是去哪里呀？走亲戚去。哎呦，这个就是你们家老三娶的新媳妇儿啊！哎呀，这么瘦，没有福气，这能好生养吗？娶媳妇儿啊，是人生大事，不能由着孩子做主。李大嫂子，你作为婆婆就应该听你的，娶个有望夫相的，这种的娶进门不忘家呀。老婶子，您这么胖，肯定生养好，一胎怎么着也得生个7、80个来。这么好生养的身子啊，趁着年轻不在家多生一些，这怎么还在村口这里坐着，东家长李家短的，一张嘴满嘴胡话道人家是非，这多对不起你婆婆做主把你娶进门。她知不知道你嘴这么碎？大嫂子，你看看你这儿媳妇儿啊，厉害的样，都不知道尊敬长辈。我说一句，她10句8句等着我。谁家新媳妇儿这个样子，也不知道臊得慌。哎，我呸！我正儿八经的长辈就在我身边坐着呢，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家里没镜子总有尿桶吧？好好照一照，别总出来丢人现眼。这天干物燥的，说不定哪天家里就容易失了火。张婶子，你不在家里看着，保不齐这火明天就烧到你们家。本来气焰高涨的张婆子听到这话，立马就蔫了。她倒是忘了这小媳妇儿可不是别人的，那是3里5村10里8乡有名的混混头子李承锦的小媳妇儿。她要说你家里会着火啊，那指定会。哎呀，我也是好心啊，
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呸！老二家的，以后出门在外，你就要多学学你大嫂和三弟媳，不管吃什么，就是不能吃亏，别一天到晚的不吭声。咱老李家可不是好欺负的，有娘给你撑腰，怕啥？我知道了，娘。欢欢，你想吃包子还是什么？想吃就买，左右不过几文钱。我不饿，只是想要看看这里都有卖什么的。这里这么热闹，不如我们也摆个摊子在这里卖吃食，怎么样？好呀，你想卖什么？红枣糯米糕啊，这个东西在这里应该不会太好卖，毕竟这里干苦力的多，都喜欢吃一些顶饱的食物。我知道，在这里肯定是要卖一些好吃又扛饿的。红枣糯米糕适合去镇上有大节的时候卖，说不定还能赚些钱。三儿媳，等过了农忙，修水镇就有一次大集，那天每年都热闹得很，人挤人，根本走不动道。咱们那天不如做些红枣糯米糕拿去卖，肯定能卖钱。李周氏的娘家住在这河岸边不远处。柱子，柱子！大姐，大姐，你怎么来了？柱子，你这腿是怎么了？哎呀，没事儿，大姐，就是干活的时候不小心砸了一下，已经休养的差不多了。呀，程金也来了，快进屋，快进屋。舅舅，你坐下歇会儿，这活我来干就行。你脚不舒服，怎么还一个人在家？云娘呢？她出去卖杏子去了。如今我脚不舒服，这会儿也只能她来做。大姐，可能是云娘回来了。大柱说你出去卖杏子了，怎么剩了这么多？是不好卖吗？大姐，你来啦！咱们这村子里你也知道，几乎家家户户啊都种了些杏子，这个时候都拿出来卖，价格一个比一个低。大姐，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去给你们洗些杏子来。这是程锦的媳妇儿吧？长得可真标致。来尝尝自家种的杏子，可甜了。谢谢舅母。舅母，你家的杏子这么好吃，怎么会不好卖呢？主要是这个时候卖杏子的太多了，好地方我又占不到，还有人恶意压价，这么贱的价格还不如不卖。相公，要不然我们把舅舅家的杏子都买了，制成蜜汁杏和杏子酒来卖，你看怎么样？行，只要你觉得可以，我们可以试着做做看。程锦媳妇儿，你说的那东西能好卖吗？你们要吃杏子只管摘，别说什么买不买的，一家人不用那么见外。他们想做生意有自己的想法，你这杏子卖给谁不是卖？程锦这媳妇儿可会做吃的了，还会做糕点呢。我还带了一些过来，主子云娘，你们尝尝味道怎么样？真好吃啊，比镇上那点心都好吃啊。好吃就多吃一点儿。欢欢说了，这东西不能放，晚上带着荷叶在蒸笼里热一热，最晚放到明天就要吃完，不然要坏掉了。爹娘，我回来了。大姑是不是来了？表弟回来了，又长高不少。这是你三嫂，见过三嫂。表弟，天哥，快过来尝尝，这是你三嫂做的红枣糯米糕。程锦表哥，你真有福气，三嫂做的点心真好吃。娘，我一会儿能不能带上2块给小梅尝尝？田儿，你怎么还惦记着她呀？他们家可是要足足5两银子的聘礼，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银子呀？我以后每天都去码头上扛货，多攒攒不就够了？小梅说会等我的。再者，他爹说了，只要给5两银子的聘礼，以后啊，就算是逢年过节不去他家走亲戚都行。不走亲戚，这不也是省钱吗？小梅就彻彻底底的是咱家的人了，5两银子买一个人又不亏。是隔壁村孙老二家的闺女吗？那孩子也是个可怜的，从小没了亲娘，在继母手底下讨生活。那继母可不是想把她卖了，然后拿着钱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娶媳妇儿。娘，你看我大姑都说她小梅命苦，她要是被她继母卖到那些个见不得人的地方，一辈子可就毁了。反正我除了她谁都不娶。我也知道小梅命苦，是个好姑娘，可是5两银子的聘礼，我们去哪里弄？舅母，我看你家后院子里啊有好几棵杏树，上一节的杏子都是又大又甜，这些卖了不就有银子给表弟娶媳妇儿了吗？每次出去卖东西还要交税，现在好多人都在卖，卖不上价钱的。平时能卖10文钱一斤，现在有的人8文钱一斤也卖啊。这些杏子就按照10文钱一斤卖给我好不好？我把这些做成蜜汁杏、杏子酒，等到秋天或者是冬天也能够卖出一个好价钱。周大柱有些不好意思，死活不同意。最后于穗欢表示，这蜜汁杏做好了能卖钱了，再把钱给他们。周大柱这才同意。这是把舅舅家的杏子都拉回来了吗？
我把舅舅家的杏子都买了，准备做成吃食拿去卖。吃杏子拿着不就可以直接吃吗？还用怎么做？等我做好了，你们就知道了。三弟媳，你这是要洗东西吗？大嫂帮你，你放心，我洗东西可干净了。这个也要中火半个时辰吗？差不多吧。这些做好以后，有没有想过拿到哪里去卖？咱们就去镇上最繁华的街道，要那种有布庄、绣楼、银楼的地方。那种地方去的大多都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太太。这个东西做好了非常好吃，止咳润肺、养颜美容，卖给他们最是合适。你先回房间歇着吧，我烧点热水给你送进去，你洗了再睡。明天咱们2个一起进山，能抓到野鸡的话，我给你做好吃的。为了能吃到娘子做的美食，那我明天肯定要努力抓到野鸡。第二天醒来一看，又是日上3竿。欢欢，正好你跟我一起去给师傅送面，咱们再一起上山。他住的地方旁边有个竹林，里面的笋可新鲜了，挖出来炒着吃特别脆。欢欢，你要是嫌累的话，就坐在车上，我拉着你走。这点子路怎么能累得着我？哎呀，赶紧走吧。你是不是傻？有人推你还非得自己用脚走，什么毛病？这么心疼男人啊？你这男人长得人高马大，身强力壮，一看就有一把子力气。我告诉你，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给男人花钱倒霉3辈子。你这恋爱脑不能要，不然一辈子让你挖野菜。大哥，我们只是合作关系，干嘛要占人家便宜？不然他还以为我是对他有意思呢。你这没穿越之前是不是被公乌鸦给伤害过？这观念咋感觉这么不正呢？放屁！老子就是公的，就算是被伤，也是被母的伤，怎么可能被公的给伤着呢？呀，别急嘛，我这个人呢又不歧视同性恋，不管是人还是鸟，没什么大不了的。都说了，异性是为了繁殖后代，同性才是真爱，我理解。你理解个粑粑！就你这智商，怪不得穿越过来只能种田。这要是宫斗宅斗那种，你肯定活不过第1集。喂，乌鸦哥，你这就过分了吧？怎么还带人身攻击的？我们先去进山打野鸡，等回来的时候再去挖竹笋。我自己会走。我拉着你是为了你的安全，这里面蛇多，比人还长，你不怕？我怕个锤子！我怕千蒸红烧不够吃的，最好多来几条大的，咱家人多。这个时候，路边的枸杞已经有成熟的。摘这玩意儿做什么？满山遍野都是，也不好吃啊。这些都是药材，有补血益气的功效，平时炖汤泡水喝都不错。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摘一些存起来以备以后的不时之需嘛。那我帮你一起摘。你看，还有这种小野菊花、蒲公英、薄荷，晒干以后泡水喝，都有清热解毒功效。于穗欢看到药材就会摘下来放进背篓里，还不忘一边给他讲解它的功效与作用。李承景看向旁边之人的眼中带了一抹狐疑之色。他在于府这些年听说身子一直不太好，现在看他的样子倒不像是个身体不好的。可他一个养在深闺的大家闺秀，怎么会认识这么多的药材，还懂得医理呢？你快看，这里有野鸡蛋！这附近肯定有野鸡，你站这里别动，我去那边看看。乌鸦哥，你给看看，找一找这附近有没有什么野果子树，我想要采一些野果回去。吃什么野果子？有肉吃不香吗？你告诉你们家男人，那边还有那几个树上都有野鸡。这吃肉和吃野果也不冲突啊，荤素搭配，营养均衡。顺着这里往前走，没多远就有一棵野樱桃树。不知不觉2个人进山也有2个多时辰了，等沾了竹笋回到家就该做晚饭了。于穗欢把所有的东西一股脑儿都放进了空间。李承景没有反对，欢欢这东西啊，可真是个神仙宝贝。这要是放在行军打仗上，一个人就可以带着整个军的粮草，还能有效地防止敌人偷袭粮库。他不由得自嘲地笑了笑。如今2个人只是平民夫妻罢了，天子昏庸，各地封王纷争不断又如何？那些家国大事本就不是他们该操心的事情。你怎么确定我们摘的这些蘑菇是没毒的呢？这些蘑菇每家每户都会摘来吃，这么多年了肯定都没毒，那些颜色鲜艳的才有毒。你看这种就不能吃。你是不是傻？这种事情不知道问我乌鸦哥吗？你也知道有毒没毒吗？我们靠气味辨别，当然知道。乌鸦哥，那以后我带着你就可以放心的采蘑菇了。蘑菇晒干了以后可以存起来冬天吃，这样就不用天天吃萝卜白菜了。表情相当无语，就说他只能种田吧，采个破蘑菇都能高兴成这样。三弟媳，你这野鸡怎么炖的颜色这么好看，还香？我们平时炖出来都是白的。咱们家干脆开个饭馆子吧，就三弟媳做的这些个菜，谁吃了不得夸一声好吃啊？
镇上大酒楼做的都不如三弟媳做的香啊。3只鸡加上蘑菇竹笋，还有满满的一大盆子的饼子，吃的连个渣都不剩。于翠欢今天做的这顿饭啊，算是彻底征服了全家人的胃。既然大家都喜欢吃我做的饭菜，天天做也不是不行，只是我早上起不来，早饭肯定不行，午饭和晚饭我都可以做。其实只要大家肯努力，天天吃肉也没什么难的。我已经准备做了吃食拿去镇上卖，我做的东西大家也都吃了，味道就不必说了。这生意好了呀，自然是有大把的钱赚。有了钱，咱们天天鸡鸭鱼肉换着吃都行。当然了，做吃食我一个人可忙不过来，需要咱们大家一起帮忙。我希望家里人都能同心协力，等以后赚了大钱，咱们就去镇上买大院子，买铺子，买几百亩良田，再买10几个仆人干家务活，家里的孩子都送去读书，以后种秀才，种举人，改换门庭，光宗耀祖。总之一句话，只要好好干，就能发大财，当地主。我同意。我也同意。以后天热了，做饭最是辛苦，三弟媳除了做饭，其他的活就由我们来干。我也同意，二弟媳说的对，夏天做饭最是辛苦，以后三弟媳只管做午饭和晚饭，洗菜、喂鸡、喂鸭、喂猪、洗衣服，这些活都由我们来做。看到3个儿媳妇儿把家里的活分配得这么好，李周氏自然没有什么意见。能天天吃到3儿媳做的饭菜，傻子才会反对呢。他也觉得就凭老3家的手艺肯定能挣钱，有钱了谁不想吃好的，说不定以后真的能搬到镇上当大地主。那行，以后就这么定了，午饭晚饭老3家的做，其他所有的杂活老大家的跟老2家的还有我们3个轮流做。蜜汁杏做好了，大家都来尝尝味道。我跟相公决定明天拿到集市上去卖。试吃过以后反馈良好，一家人都非常看好这个蜜汁杏，一路来到秀水镇。蜜汁杏，蜜汁杏，祖传秘方，经过了几十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的蜜汁杏，又甜又软又好吃的蜜汁杏，吃了止咳化痰，润肺生津，美容养颜，吃了以后皮肤都会变得又白又嫩的蜜汁杏，走过路过都过来看一看瞧一瞧，免费品尝啦，不好吃不要钱。小娘子，你这东西可以免费尝吗？可以尝，免费的，好吃了再买，不好吃不要钱。哎呀，这东西真好吃，真的是又软又甜，果然不愧叫做蜜汁杏。哎，小娘子啊，你这东西怎么卖的呀？这一大罐子里面有杏子还有蜜汁，一共只要100文钱。这也太贵了吧，一斤杏子最多才10几文钱，你这罐子最多也不过能装2、3斤。这位姐姐，话可不能这么说，我这杏子都是洗干净，去了核去了皮，然后加入糖，经过10几道工序慢慢熬的。那糖可金贵了，用的可都是上好的冰糖，里面还有我祖传的秘方。这东西经常吃可以美容养颜，皮肤都会变得又白又嫩了。哎呦，我家闺女啊最喜甜食了，买这个回去啊肯定高兴。喂，小娘子，你这卖的是什么呀？最后念的那句诗是谁写的？听着还不错啊。这句诗是我家哥哥写的，春天时候杏花开得漂亮，那天下雨，我哥哥有感而发写出来的，说是春雨过后杏花更漂亮，大街小巷全是卖杏花的。我卖的这个啊是我们家祖传的蜜汁杏，吃了可以美容养颜，姑娘可以尝尝，不好吃不要钱的。100文钱一大罐，天天吃上1碗，能够美容养颜，皮肤也会又白又嫩的。你还有多少罐子这个蜜汁杏？还有6罐，姑娘们，你们要是买的话，我还可以给你们送过去。我要1罐吧。我也要1罐。还有我。那最后剩下的2罐我都要了，麻烦小娘子帮我们送到寻芳阁，可行？行，那咱们现在就能走。相公，你把这些都装上吃，那些姑娘们全部都要了，我们现在给他们送到寻芳阁去。你们家的蜜汁杏不错，以后可否每隔2、3天过来送一次货？我们这里的姑娘啊，应该大多都喜欢吃，每次来你们肯定能卖不少。既是能美容养颜，那以后每隔2天我也要1罐。我也要上。那以后每隔2天我便送过来一些，以后不光是有蜜汁杏，还有蜜汁桃，吃了皮肤水水嫩，蜜汁樱桃，多吃皮肤能变白，蜜汁梨可以润肺，这些吃了都对身体好，皮肤也好。以后有了什么新的吃食，你只管往这边送，放心，绝对不会让你卖不出去。那是，以后有了新东西啊，我肯定是先送过来。欢欢，你买这些东西好吃吗？
肯定好吃才买的，你不懂。这些东西虽然不贵，但是做好了，味道就是非常好吃。欢欢，舅舅家的杏子总共也没有多少，一会儿我们过去就能全部拉过来。你看要不要再收一些别家的？收，当然是要收的。过2天农忙，大家没空，我在家里带着3个娃儿也不耽误做这个。过2天农忙，家里人肯定没空。一会儿到了舅舅家，不如就把收杏子这个工作交给表弟，他们家没有地，也不用农忙。我们收10文钱一斤，表弟可以去别人家收8文钱一斤，每斤赚2文，100斤就是200文，可比他去码头干活强多了。到时候让他给送到家里。好，这样也挺好的，也省得你来回跑，我只管在家里做就行。果子这东西卖不了多久，我们挣了钱，很快就会有人跟着我们卖，卖的人多了，自然就卖不上价钱。等那时候我们也就有钱了。哎，开个小饭馆怎么样？好，都听你的。到时候店里招2个伙计，你只管做吃食，别的杂活都给他们干。到了舅舅周大柱家里，哎呀，成精啊，这也太多了，不到300斤，哪能收个整数呢？当舅舅的怎么还能占外甥的便宜啊？舅舅，你就收下吧，表弟也老大不小了，赶紧把媳妇儿娶回家才是正经。等过了这几天，表弟你就在你们村给我收一些杏子过来，你收8文，我给你10文，一趟收200斤，每天也有400文，比干活要强多了。虽说自己卖能卖10文，可是在街上卖要交摊位费还费事，你这一下子全买了，肯定很多人家愿意卖的。回到家，大嫂，麻烦你把那些猪板油、猪肝、猪肺、猪心全部都清洗一遍，猪板油切成小块，等一会儿呢我要熬一些猪油。哎，好的，你放心吧，洗东西这个活我在行。大嫂，你再去菜地里割一些韭菜、小葱回来，咱们今天晚上包猪油渣韭菜包子。整整2大箩筐的包子，一家人硬是全部都吃完，连一点渣都没剩。明天开始啊，家里就要收麦子，三儿媳妇儿你就负责在家里做饭，其他人都去地里干活。这些麦子可是一家人1年的口粮啊，咱们能早些割完，也能早些安心。今天的蜜汁杏都卖完了，生意还算不错，买了猪油又买了罐子，还有糖，也不剩什么了。等以后卖的多了赚了钱，我会给大家都发工钱，毕竟干活的时候大家都有帮忙，以后赚得多分得多。乌鸦哥哥最近2天辛苦了，我看你天天挺忙的，来吃点水果补充一下维生素。没胃口，不想吃。咋了，乌鸦哥哥？生病了还是中暑了？这天才刚刚开始热，中什么暑气呀？你什么时候见过鸟会中暑的？那你身上怎么掉了这么多毛？这是更年期提前还是脱发？哦，不是，那个脱毛。哎呀，我这不是担心你吗？这掉在你身，痛在我心。会不会说话？说谁更年期呢？我这年轻力壮的，刚进入青春期，还是少年呢，什么眼神你？掉毛是因为我跟别的鸟打架了。妈的，他个小瘪三儿，居然敢跟我叫板，也不打听打听，我乌鸦哥混了几千年了，怕过谁？别看他个头大，我要发起狠来，自己都怕，他能是我的对手？你这打架总得是要有个由头吧？这不，昨天去山上闲逛，看到一个漂亮的红嘴乌鸦姑娘，长得那叫一个好看的，乌黑的眼睛，油光锃亮的羽毛，特别是那个红红的嘴巴，妖娆又性感。于是我就上前搭讪，跟红嘴乌鸦姑娘就聊了一下午的诗词歌赋、人生理想。我们2个相谈甚欢，于是我决定晚上带她一起看星星、看月亮，然后再近距离研究一下各自的身体构造。谁知道这个时候突然飞过来一只金嘴大头鸟，二话不说上来就薅我脖子上的毛。你是不知道当时那个情况，幸亏我反应快，要是慢一点，脖子上的毛都要被他给薅秃了。你说那个红嘴乌鸦姑娘是不是人家已经有对象了？薅你毛那个大头鸟就是人家对象，再说不定那是人家老公。你这横插一杠子调戏人家老婆，人家能不薅你毛吗？我估摸着幸亏你跑得快，你要是再跑得慢一点，那鸟腿都给你打瘸了。那金嘴大头鸟也真是太消极了，他的配偶又不是就那一只，那么多只分我一只怎么了？岁数那么大了还娶那么多老婆，可怜红嘴乌鸦姑娘那么年轻漂亮就要守活寡。我就是想要尽自己的一份力，给她一点温暖，给完温暖我再还给她不就行了？停，你可拉倒吧啊！勾引别人老婆还能说得这么清新脱俗？我们2个是真心相悦的好不好？昨天我在山谷里捡到一个金光闪闪的戒指，上面还带了一个红宝石，我感觉跟红嘴乌鸦姑娘还挺配的，于是就送给了她。谁知道居然是个有妇之夫，白白浪费了我的金戒指。哈，
你居然把捡到的金戒指送给别的鸟，还被别人打了一顿，这是不是被别的鸟给骗了？就你这还天天说我是恋爱脑，你这种的就应该去挖2辈子野菜。不过我知道他们的巢穴在哪里，要不明天咱们一起上山把金戒指要回来。行，明天咱们2个就去上山，把属于我们的金戒指夺回来。今天晚上的菜虽说没有肉，可那肉汤炖豆腐也是美味的不行，一个个吃的肚皮溜圆。明天一天，地里的麦子差不多就可以割完了。后天碾麦子的时候，老三你就不必去忙活了，跟你媳妇儿一起去镇上卖蜜汁杏吧。昨天晚上不是做了好多，赶紧去卖了。麦子都收割完以后，碾麦子由我跟老二干就行，你跟三弟媳还是赶紧去卖蜜汁杏挣钱才是最要紧的。明天割完麦子以后，后天我就跟欢欢一起去镇上卖蜜汁杏，等赚了钱回来给大家割肉吃。大伯、大堂哥、二堂哥、三堂哥，我给你们送鱼来了。程红来了，抓2条鱼不容易，现在正是农忙，大家都缺油水，你们在家里留着吃就好，还给我们拿来做什么？大伯，我今天去河里网了好些个鱼，我爹说让我拿2条大的过来，家里还有好多呢，你们留着吃就行。程红，下次去河里钓鱼的时候记得喊上我啊。行，放心吧，三堂哥，下次我肯定叫上你一起去。这鱼头和鱼尾剁了，用豆腐炖汤，鱼肉切成小块炸一下，然后用来炖茄子。明天正好我给你们做一个发面馒头，那馒头又软又好吃，到时候配着鱼汤，真的是绝了。早上天一亮，三儿媳，你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大家干活都忙，我昨天发了面，准备今天早上给你们蒸一些不一样的馒头吃。正好，稀饭我也熬好了，我帮你一起做。娘，你去帮我摘一点小葱和韭菜吧，洗干净切碎了，一会儿我要用。三儿媳，你弄的这面摸起来好软呀，做出来的馒头真新奇呀，好看。娘，我这个面叫做发面，天热的时候要1晚上才能发起来，冬天的时候要放在灶火旁发面，不然是发不起来的。这样做出来的馒头或者花卷又鲜又软，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吃最好不过了，容易刻画。早饭吃得又好又饱，干活都充满力气。到了中午，所有的麦子都割完了。于穗欢在家里炖了鱼头豆腐汤，鱼是李成红送过来的，他用大碗盛出来1碗，又把自己蒸的咸花卷和馒头拿了8个，让大娃给隔壁二爷爷家送过去。吃过饭，金嘴大头鸟，你个小瘪三，给老子赶紧滚出来！你爷爷我来了！哼，连出来都不敢，缩头乌龟鸟！呸！有种的赶紧给我出来，别当缩头乌龟！爷爷我今天过来就是来找事儿的，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把这的鸟窝全都给掀了！别躲起来不吱声，我就知道你在，赶紧给我滚出来！有鸟之大，一锅炖不下。乌鸦哥，你不是说是一只比你大不了多少的鸟吗？来，你看看，仔仔细细的看看，这是比你大不了多少吗？这是比我大不了多少吧？咱们2个过来是为了给人家当外卖送餐的吗？我这个体格塞牙缝都不够，只能当开胃菜，你算正餐。你这个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不是这一只啊，我记得明明就是这里呀。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真是该死！我说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它是鸟，本来就会飞，你还爬树干嘛？在地上跑你还能有点优势，这要是上了树，是方便人家用餐吗？我这只不过是遇到危险的下意识反应罢了，大惊小怪做什么？那个鸟大哥，你先别激动啊，咱们好好捋一捋事情是个怎么样的情况。您能不能听懂我说话？我好像能听懂您说话。您刚才也说了，愚蠢的人类都该死，这话说得很对，没毛病，我也是非常赞同的。可是我不是人，咱们都是一样的。我以前也是一只鸟，后来机缘巧合下吃了一颗仙丹，就变成了人。呀，乌鸦哥，你倒是说句话呀！你告诉他，咱们都是鸟，那是同类，不能自相残杀。我的个乖乖，你可真是能瞎巴巴啊！死人都能让你给说活了，我枪都不服就服你。你居然能听懂本王说话，本王也能听懂你说话，怪哉，真是怪事儿。哎，你说的可是真的？误食了仙丹才变成人的？我敢对天发誓，我说的全部都是真的啊！如果有一句假话，就让我再也不能变回真身，永生永世都是人。不瞒您说，我一看到您就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我当时年纪小不懂事儿，吃了仙丹以后变成人，就稀里糊涂被人类给捡了回家。这隐约记得我父亲跟您长得特别像，一样黑亮亮的毛发，一样金色的眼睛，一样黄的嘴巴，这就连个头、身高、体型那都差不多一模一样啊！总之一句话，哪里都像。您有没有兄弟姐妹跟您长得特别像的？说不定那就是我的亲爹，要不然我咋会看见您就有一种看见亲人的感觉呢？
本王的兄弟姐妹倒是不少，只是这么多年来死伤无数，失踪的失踪，到现在也只剩本王孤身一人，不知道他们都去了哪里。哎，这都不重要。我既然能听懂您说话，您也能听懂我说话，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之间必定有血缘关系，那绝对是血浓于水的至亲啊！不飘零半生，只恨未逢至亲，攻守不弃，不愿拜为义父。干爹在上，请受孩儿一拜。乌鸦哥被他这骚操作惊讶的，差点从树上掉下来。小刀拉屁股真是开了眼了，他总算知道什么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种族的鸿沟算什么？就算是一只鸟也能当干爹。我儿不必多礼，快请起。你说的对，我们可以听懂彼此说话，自然是至亲，血溶于水。哎呦，好孩子，以后你就是我金嘴大王唯一的孩子了。以后这太白山内所有飞鸟皆听命于你，唯你令是从，你就是他们新的下一代的王。看来啊，这个什么金嘴大王就是这山中飞鸟一类的霸王了。他可真是个天才。我儿以后在人世间可要万般小心，人类简直是太可恶了，阴险又狡诈。趁着我进食，居然想要射杀于我，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都丢进了山洞，等他们都饿死，让他们通通给我当口粮。我儿，如果让他们知道你吃了仙丹以后可以化形，必然会对你不利。这件事可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人类都是狡猾又自私，以免你有性命之忧。义父放心，这事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绝对不会再被任何人知道。义父，你怎么受伤了？是那些人伤了你吗？我帮你看看伤口。我儿不必担心，一点小伤没事的，我休养几天也就好了。义父你等着啊，我去找一些草药过来给你敷一下伤口。这受伤可大可小，不能不在乎啊，孩儿会心疼的。义父，这草药可以止血解毒，消肿解痛，我帮你敷上去会好得更快一些。以后你可千万要小心，不要让那些狡猾的人类伤到你，让孩儿担心你的安危。我们才刚刚相认，我以后还要好好孝敬义父，给您端茶递水，陪您享受天伦之乐。您可千万要保重身体，不然孩儿会伤心的。哎，我儿不必太过担心，这山中能伤本王的没几个。哎呀，这流了这么多血，心疼死我了。义父，你疼不疼啊？义父，伤害你的那些人都是什么人？是山中的猎户吗？不是这山中的猎户，他们守规矩的很，从来不主动招惹本王，是两个尖嘴猴腮的家伙。我从未在山中见过他们，他们身上带有刀剑暗器，看起来不像好人。嘿，大王，小的给您抓了一只野兔过来，特意孝敬您的。一只野兔还不够塞牙缝的，快去通知他们，多抓一些野鸡、野鸭、野羊过来。本王今天天降大喜，有幸能与我儿相认，以后你们可要认准了，他就是你们的少主。是大王，小的记住了，二毛参见少主。这些都是现抓过来的，有的还是活的新鲜的。我儿先挑，喜欢吃什么就拿什么。还是义父先吃吧。人类虽然阴险狡诈的多，但是也有好人，他们讲究礼仪廉孝，就是要尊敬长辈，对长辈要有孝心，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都要先让长辈享用。看来这人类也是友好的，把你教养得很不错呀。我儿不必客气，你先挑你喜欢吃的，我吃什么都行，知道你有这个孝心就够了。义父对孩儿真好，那孩儿就先挑啦。义父，孩儿挑这些就够了，自从变成人以后要吃熟的，我等回去把这些煮熟了再吃，您慢慢吃，我要回去了，改天再来看看您。我刚才在你义父的窝里看到了好多金光闪闪带着宝石的东西，那成串的珍珠项链上面的珍珠有你眼珠子那么大，手镯上镶嵌的红宝石都能闪瞎眼，金项链得有你手指头那么粗，玉镯子绿的比树叶子都绿，反正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你说的可都是真的？就咱们两个这种关系，我还能骗你不成？我要是说谎话，就让我打一辈子光棍。义父，哎呀，我刚才想了想，现在还是不能走，你受了伤，我得留下来照看你。我先过去你的窝里去整理一下啊，等会儿你睡觉了也能舒服一些。巨大的窝底铺了一层金光闪闪的珠宝、项链、头饰、手镯、摆件、金步摇、钗子等等，各种各样的闪瞎眼。我儿不用辛苦了，这窝自然有别的鸟会来整理。他们干那是他们的事儿，我来整理啊，那是代表着我孝敬义父的，那怎能一样？要什么金手镯，要什么金项链，你怎么能这么不懂事呢？义父的东西不就是我的东西，我用得着跟他老人家要吗？再说了，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我带了又能怎么样？不带又能怎么样？虽然别人都有，就我没有，但是我不在乎。你快别说话了。我什么时候说要金镯子了？
什么时候说要金项链了？哎呀，金戒指、金步摇也不行，这才刚刚跟义父相认，我就要东西，那我就成了什么人了啊？你别说了，我是不可能要义父给我的东西的，我没有东西，我可以自己慢慢攒银子买嘛。你清高，你了不起，小品那些套路算是让你给玩明白了，算你狠。我儿怎么能跟义父分那么清楚？这些东西不过是我平时闲来当挂件布置窝用的，看着还不错，捡回来的本就是消遣用的东西。既然我儿没有，那就拿去带。我看那些人类平时都会带很多，我儿一件都没有，确实该多带一些。这些都是送给我儿的。义父，这些我都不能要，我怎么能要您的东西呢？可是我不要辜负了义父您对我的一片心意，您肯定会伤心，我又怎么忍心看见您难过？义父，我一定会把这些都带在身上，看见这些就能想到义父时时刻刻记得您对我的疼爱。这些东西放在这里也是碍事儿，还没这稻草睡着舒服呢，我儿带着就好。谢谢义父，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这天色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啊。我儿回去吧，小心些啊。乌鸦哥一路上都用一种极其幽怨的眼神看着于随欢，他怎么没发现这死丫头居然是个老六？他好心告诉他窝里有金银首饰，他居然拿他当工具人，当纯纯大冤种。哎呀，乌鸦哥哥不要生气嘛，我这也是为了我们两个的生活考虑。你看啊，你先把格局打开，虽然你背了一个非常小的锅，可是呢，咱们得到的东西却是实打实的。你等我把这些东西卖了换钱，我就给你建造一个又大又豪华的房子，带花园的那种，再给你找上好几个比红嘴乌鸦还要漂亮的乌鸦姑娘，天天陪着你。咱们有钱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对不对啊？我们两个本就是一体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刚刚那只是演戏懂吧？你难道看不出来吗？我为了你能过上好日子，这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别人怎么看我都可以忍受，你居然也误会我，那我真是要伤心死了。是你说的这样吗？我怎么感觉你又忽悠我呢？哎呀，咱们做人咱们做鸟可是要讲良心的。你拍着自己胸脯想想，是不是因为你被骗了，觉得被欺负了，我才毫不犹豫、义无反顾、舍生忘死跟着你过来找场子的？我为了朋友，为了你这个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两肋插刀，肝胆相照，上刀山下火海，这脸眉头都不皱一下。遇到大鸟，是不是我因为急中生智，危急关头临危不乱，这才换得我们两个的一线生机？然后又凭借着我的聪明才智，想为你争取一个好的生活条件。到头来你却这样说我，你有没有想过我心里是个什么感受？事情嘛，好像是这么个事情，可也不全是为了他吧？这事儿怎么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呢？可是那些首饰你又怎么说？明明是你想要。我要那些首饰都是为了谁？能都是为了我吗？那还不都是为了你？不都是为了咱们能够过上好日子吗？其实说真的，我不怕背黑锅，也不怕别人说我贪财，只要是能让乌鸦哥你跟我一起过上好日子，真的我什么都不在乎。等回去我就把这些东西都给卖了，然后我们买大房子，天天吃好的喝好的，好听的话呢我也就不多说了，你就看我怎么做就行。我说过，有我一口喝的，就有你一口吃的，这个诺言我始终都不会忘记的。说到底，我还不是怕你辛苦出去找那些宝物被其他鸟欺负，心疼你，所以才这么做的嘛。你从金嘴大王那里忽悠来的那些东西都卖了，岂不是立马就能有钱当地主了？这发家致富也忒快了吧？那种种天文的女主，不是都一步一步靠着自己的辛勤劳动，然后慢慢发家致富吗？你这一步登天，岂不是没有了过程？这个过程不重要，结果才重要。一步一步慢慢的发家致富，岂不是太慢了？有一步到位，谁还去累死累活啊？明天他就把那些东西拿到镇上或者县里分批的一个个卖掉，然后全都换成银子。哈哈，一想到能拥有大把的银子，他就高兴得合不拢嘴。哎，乌鸦哥，你听是不是有人在喊救命？确实是有人喊，好像是从那里山坡上出来的。走，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喂，是你们在喊救命吗？是我们在喊救命。小姑娘，你快想想办法救我们出去，到时候必定有重谢。什么重谢啊？是要给我银子吗？有银子，我们身上不光有10两银子，还有50两的银票。只要小姑娘你肯救我们上去，这些都是你的，都给你。银票是什么样子的？10两银子长什么样？你先拿出来我看看，我再考虑是否把你们两个救上来。小姑娘，你看这50两银票和10两银子就放在这里，你快想办法救我们上去吧。我们都是好人，被一只巨型的大怪鸟给扔下来的。你
就等着我让我朋友去看一下银票是否是真的啊！真的的话，我就把绳子放下去拉你们上来。乌鸦哥立马明白，便飞了下去，嘴里衔着银票，又快速的飞了上去。小姑娘，银票和银子你也拿到了，快放下绳子，救我们出去吧。好，别着急，你们先等等，我这绳子不够长，我得想办法弄一些藤蔓放下去。我跟你说，这两个不像是好人。当初你被那两个婆子用马车送回茅草屋的时候，这两个人就骑着马鬼鬼祟祟的跟在后边。我发誓，就是他们两个，我绝对不会看错。只要是我乌鸦哥见过一面的人，纵使是再过10年20年，他不管是变老变丑，我都能知道是他。这么厉害吗？乌鸦哥，你确定这两个人就是当初一起送我回来的人？那就是说他们是余家的人，这次过来说不定就是想要对我不利，路过山里正好得罪了金嘴大王才被扔了进去，那我还救他们做什么？巴不得他们赶紧死了才好。你不是说不上山，只是过来挖竹笋吗？怎么从山上下来了？啊，没有，你听我狡辩，不，呸，你听我解释。我刚刚是挖了好多竹笋，都在那里面放着呢。我这突然呢，又看到了2只野鸡、2只野兔和1只野山羊，疯了一样朝着那边的那棵大树撞了上去。嘿，结果你猜怎么着？都撞死了。我就好奇的想过去看看，这不就捡了个大便宜？你看，正好咱们今晚上有肉吃了。5只接连着撞树而死，欢欢，你这是在逗我玩呢？爱信不信，你管他们都怎么死的，晚上能有肉吃就行啦。唉，回去如果娘他们问起来，你就说是我猎到的，比你那个撞树死的还要可信一点。来，东西拿来，我帮你背吧。老三，你这么快就打猎物回来了？啊，运气好，还没进山，正好就碰到一头小野山羊。爹，这小羊的肉是最嫩的，正好今晚上我们可以炖羊汤喝。那你们两个赶紧回家去收拾吧。娘，羊汤炖了一大锅，我们今晚上肯定是吃不完，天气热也不能放，我端一些去给隔壁二叔家吧，昨天他们还给了我们2条鱼呢。行，你去吧，这盆儿挺重的，让程锦去送吧。三儿媳，你也赶紧吃饭。没事的，娘，我去送吧。我还有点事情想要找程立大哥给我做张桌子，以后好去镇子上去摆摊用。二堂嫂，我做了一些羊肉汤，送过来给你们尝尝。三弟媳来了，快进屋喝口水吧。哎呀，二堂嫂，你是不是身子不太舒服？怎么脸色如此苍白？啊，没有，就是来了小日子，腹痛难忍，也不知道是不是小时候大冬天的一直用冷水洗衣服伤了身子，现在才会如此。二堂嫂，你也不必难受，来了小日子的时候腹痛难忍那也是病，不过是病就可以调养，调养好了自然是没问题。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给你把脉，我略通一些妇科医理。啊，三弟媳还会看病？我以前跟家中的嬷嬷学过一些，不过呢，也只是能看一些妇人的小病小痛，大病看不了的。那真是太谢谢三弟媳了。三弟媳，我的病情很严重吗？以后还能不能生孩子？不严重，只是从小吃的差，身体长期的营养不良，再加上没有好好的保养身体，导致的有些宫寒，喝些药调养一下就好。你身子没有什么大的毛病，生孩子啊不过是迟早的事，不要太过忧心，越是担心反而是越是得其反，放松心情看开一点，说不定孩子自己就来了。真的吗？只要能调好，我就能生孩子？当然可以啦，用红花、红枣、红糖、枸杞、干姜、益母草放在一起，加水煮上1刻钟，每天都喝上1大碗。以后每次小日子的时候，用水囊装满水放在腹部热敷，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宫寒的症状就会慢慢好转。至于生孩子这件事情，还是不能着急的，就顺其自然。谢谢你三弟媳，我一会儿就让你二堂哥去村里的赤脚大夫那儿给我抓药去。红花、枸杞这些山脚下多的是，你自己采摘一些晾晒干就可以。红枣和红糖家中有的话就都可以用，只有益母草和干姜需要去大夫那里买上一些。前几天我去山里采了一些枸杞和红花，已经晒干了。你等会儿呢，我拿一些过来。二堂嫂，你先喝着。真的太谢谢你了，三弟媳，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哎呀，二堂嫂你就别跟我见外了，先拿着吃。等会儿大堂哥回来，你告诉他我想要打一张桌子，要那种能折叠的哦，最好是能大一点，长度宽度4、5尺就行。李成业一回家，翠芝，你早上不是说小日子来了肚子不舒服吗？怎么不在床上多躺着歇歇？拿的这是什么东西？当家的，这是三弟妹给我送的红糖、红枣、干姜、枸杞还有红花。他刚才来给咱们送羊肉汤，看我脸色难看，于是啊给我把了脉，
你不知道，他居然还会看病呢。给我开的药方说是只要我按着药方喝，要孩子呀是迟早的事情。三弟妹真的是这么说的？还需要什么药吗？我现在就给你买去。三弟妹说还差一味益母草，村里赤脚大夫那里应该就有。我现在就去把药买回来，你今晚就熬上一碗喝。二弟媳听说这羊肉汤最补，三弟媳端来这么多，你多喝一点。哎，大嫂，这汤啊还是留着让爹和铁蛋小花喝吧。啊，对了，大哥，刚才三弟媳说想让你给他打一张折叠桌子，最好能大一点，4、5尺长宽。这个桌子钱呀，到时候我们来出。三弟媳给我看了病，还送了这么多药。出什么钱？咱们还是一家人，没分家。三弟媳给你看病的这个恩情，自然是咱们家还，你就不用操心了，好生吃药，养好身体就行。来年给二弟添个大胖小子。李周氏看儿媳的目光越来越满意。自从这个三儿媳进门啊，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好，几乎每天都有荤腥，这简直就是上天给他们家赐下来的福星啊！第二天一早，老伯，你可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儿？怎么进城还要排队呢？后生啊，你这有好几天没来镇上了吧？昨天开始进镇子就要收费，听说是要打仗了。咱们豫州这个地方归属于梁王管辖，隔壁东州归禹王管辖。听说禹王病重，已经快死了，他的几个儿子为了争夺王位自相残杀，打成了一锅粥。梁王看中了东周的富庶，所以想要起兵攻打东周，占领他们的地盘。打仗需要数不清的银子和粮草，这才广收赋税。听说这次还要加重粮税呢。哎，他们这些个王侯贵族啊，为了争夺地盘大打出手，根本不顾我们百姓死活。本来生活过得就艰难，现在进镇要收税，老百姓种地要加重粮税，做生意又要加重商税。哎，这老百姓的日子可怎么过呀？这进一趟城都要4文钱吗？哎，要进镇上就赶紧交钱，不进就走。后面这么多人排队呢，哪里那么多废话？就算是要打仗了，那为什么要从无辜的百姓身上收钱？本来大家的日子就不好过，勉强是够温饱，这样一弄还让人怎么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战可是很耗费钱的，打仗拼的就是财力。10几万大军冲锋陷阵，吃的、喝的、武器、战马都需要钱。那些当官的平日里只知道自己享乐，哪里管人间疾苦？要打仗需要银子，自然只能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出来，难道还会委屈了他们自己不成？来到摆摊交费的地方一问，好家伙，现在最小的摊位一个也要6文钱。要买就快点，不买的话，明天也许会更贵。蜜汁杏，好吃的蜜汁杏，止咳化痰，美容养颜，甜丝丝的吃上一口，绝对让你物超所值。哎，小娘子啊，我在这儿啊等你好几天了，都没看到你。你卖的这个蜜汁杏啊，可真好吃，我闺女吃了以后止不住的夸赞。这次给我来3罐子啊，还是100文钱1罐子是吧？我家老太太也说好吃呢，平时啊吃什么总说没胃口，镇上的糕点也吃腻了，前天都催着我过来买，我都连着来2天了都没看到。哎，给我也来3罐。小娘子，你卖的这个是什么啊？我这个是蜜汁杏，用我们家祖传秘方酿制的，吃了止咳化痰，还可以美容养颜。小姐可以尝尝。这味道确实不错，真好吃。明天表姐和姑姑他们来了，肯定喜欢。你这怎么卖的？100文钱1大罐，能吃好久呢。先给我来10罐。只有这个杏子的吗？今天带来的只有杏子，还有桃子和樱桃的，味道都很不错。特别是樱桃的，吃了还可以让皮肤变白嫩，这都是用我们家祖传秘方酿制的。你们可管送货？知不知道镇上朱雀街的朱府？要是管送的话，你说的那个樱桃和桃子的，每一样再给府上送去10罐子，一共20罐子。送去的时候就说是二小姐要的，找曹管家就行。可以送的，只是做这东西需要时间，明天给您送过去成吗？哇，这可是2两银子的大生意。行的，明天不拘什么时候送来就成，只要这东西好吃啊，说不定过几天我还要给你订上一大批呢。放心吧，朱小姐，绝对让您满意。到时候我试着多做几个口味给您尝尝。临近中午，寻芳阁的姑娘们陆陆续续才起床。你这东西真好吃，我那客人尝了一口，说不错，还说下次来的时候还点我。
赏了我1两银子呢。这次我要多买几罐备一下。真是不好意思啊，今天送过来的都是按照你们那天预定的给送的。谁要是想多要，今天可以多预定一些，我明天就给你们送过来。明天还有蜜汁桃子和蜜汁樱桃，明天送过来以后，估计就要好几天都不能送了。还有新口味，那行，每样我都要1罐，一共给我来3罐。我也每样要1个。哎，我只要蜜汁笑，给我明天送2罐。剩下的400文不用找了，等下次送货的时候直接再给我送4罐，布局什么都行，你看着送。那跟你一起送货的是你的哥哥吗？于穗欢这才恍然大悟，这个杏花姑娘怕不是看上外面那男人的好皮囊了吧？哎呀，想想也是容易让人误会。她也就成亲那天梳了个妇人头，自从嫁过来自己梳头，便没刻意梳什么妇人发髻，都是直接编成一个大辫子，看起来不像是嫁了人的妇人，倒像是个小姑娘。这才会让杏花误以为李成锦是她的哥哥。人家姑娘消费这么多，不就是想多看2眼男色？大老爷们的谁看不是看？况且人家还舍得花银子。以后我没时间来，就会让我家哥哥一个人过来送货。杏花姑娘多多关照。放心吧，姑娘你不来，我也会让姐妹们多多买你们家吃食。我们去盐楼看看吧。想买什么？不买什么，就想要去看看。看来是要想办法多挣点银子。他的小娘子这句看看感觉好心酸呢。店家，这只你留着，如果有人过来卖上面这种首饰，可疑的全部要上报。是官爷，小人记住了，只要有人卖，立马报告官府。于穗欢眼尖的扫了一眼第1张纸，上面画着的那个镶嵌满宝石的镯子，跟金嘴大王给他的一模一样。这些东西难道来路不正？那他辛辛苦苦得来的这些东西，岂不是见不得光？不能拿出来卖，只能放在空间里自己带着玩。怎么这么多官兵？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吗？听说梁王给梁王世子迎娶侧妃，迎娶的就是隔壁河西县首富于家的3小姐。派人送来的聘礼半路上给一伙贼人给劫走了，梁王震怒，整个府城啊都严防死守，追查那伙贼人呢。于穗欢内心啊哇凉哇凉的，这些东西真的是赃物，看来只能放在空间里落灰了。这要是拿出来卖啊，还不是一抓一个准儿，到时候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欢欢，以后我们不要去那里摆摊了，只给巡方阁送货就成。今天那个试吃的黑痣男人不是个好的，他跟那收费的蛇鼠一窝，我们再去摆摊，他们必定要生事。我们2个想的一样，突然间各种赋税涨得这么多，好多人交不起钱就不再出来摆摊了，能留下来摆摊的肯定是跟那些能管事的都有关系。咱们的生意那么好，刚才就已经引起了好些人的嫉妒，少不得有人会依仗权势起了谋财害命之心，以后还是低调一些为好。我们被人给盯上了，先在这里停一会儿，看看他们到底想干嘛。好巧啊，这位兄弟，在这里遇到你们。刚才在镇上摆摊的时候，我就在你们不远处摆摊，还记得吗？自然记得。这位兄台可是有什么事儿？刚才尝了你们做的那个蜜汁杏儿，感觉味道很不错，想着多预定上几十坛子，给我家哥哥带到外地去。不知道兄弟你们家现在有没有？有的话，我现在跟你们回去取。蜜汁杏都卖完了，以后也不准备做了，您还是请回吧。兄弟，你这是什么意思？是觉得我买不起你们家这吃食，还是看不上我？我劝你们一句，现在滚还来得及。好小子，口气倒是不小，这么不识抬举，就不要怪大爷我不客气了。等我宰了你，再把你那娇滴滴的小娘子抢回去，何愁得不到吃食的方子？你在找死！我的腿，我的腿！哎，三毛，快打架了，快看打架了！嘿嘿，咱们看完热闹再走。阿毛，哎，少主，好巧啊，你也在这里看热闹呀？哎，这个是我兄弟三毛，三毛，快见过少主。少主，快给我抓住这小子！我要弄死他！不等3人有机会下车，李成锦手中的树枝快如闪电般抽在骡子的身上，骡子痛得嗷嗷叫了一声，疯了一样向着前边跑去。很快3个人的声音就消失，直到听不见了。车里那3个玩意儿不是个好人，你们2个飞过去看看，谁想从里面跳出来就啄谁的头。骡子如果不跑了，也就狠狠地啄骡子的头，争取把他们3个给我送得远一点。是少主，你放心吧，嘿嘿，这事儿我们哥俩肯定能干好。回来，你快回来，你给我回来呀！我还没上车呢。兄弟，对不住，我就是想跟你开个玩笑。是吗？
我也想跟你开个玩笑呢，竟然还想杀了他，然后抓走他的小娘子，逼迫他说秘方。哼，心思够歹毒的。你想干嘛？放开我！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弟弟冯山可是梁王府的亲卫兵，你要是敢对我不利，我弟弟会杀了你全家。你最好掂量一下，你惹不惹得起老子？你弟弟再厉害也远在千里之外，他现在也顾不上你。别杀我！你别杀我！我弟弟现在就在镇上，他有公事在身，这次是顺便回来探望我。兄弟，咱们不打不相识，就算交个朋友。以后你在镇上随便摆摊，不用交1文钱，怎么样？哥哥我冯水在镇上也是鼎鼎有名，绝对说到做到。啊，哥哥说的可是真的，你可不要诓骗我。我对天发誓，兄弟，只要你放了我，我们以后就是亲兄弟。哥哥受累了，我现在就送您回去。不知道哥哥住哪里？我就住在南巷胡同，我弟弟也在。你快送我去镇上医馆，快！我这腿疼死了。哼，你怎么这么好骗？本来我只是想给你个教训，既然你心里想着要杀我全家，那我又怎么能给你开口说出来的机会？这样你应该就没办法告诉你弟弟了吧？自己的舌头吐出来多可惜啊！吃什么补什么，说不定以后还能再长出一个舌头。到时候可别忘了告诉你弟弟，是谁把你舌头给割下来的。既然断了一条腿，那这条腿也没必要留着了，好事成双嘛。哼，想要告状的话，想来只有在黄泉路上，你们兄弟2人见了面再说吧。很快我就送你弟弟下去见你。你把人给杀了？没有，杀人可是违法的，要见官坐牢，我怎么能干那种事呢？只是把他打晕了而已。咱们赶紧走吧，说不定一会儿人就醒了。我们赶紧走。万一一会儿那3个人回来又是麻烦。接了于翠欢命令的2毛3毛真的是把他说的话贯彻到底。3个人只能沿着来时候的路往回走。敲门一问才知道，好家伙，这一下午的时间直接让他们跨了2个县，从河东县把他们带到了河间县。他们问路的这个人呢，仍是个穷凶极恶的，最喜虐杀人，然后丢到后山喂狼。已经回到家中的于翠欢自然是不知道2毛3毛办事这么靠谱，一下子就把3人直接送到了黄泉路上。这些个天杀的当官的，咱们老百姓种1年地，收成好的时候交了粮税还能吃饱，这要是再涨下去，剩下的根本就不够一家人吃，岂不是要饿死人吗？我们卖蜜汁杏这个生意以后再也不能去镇上卖了。今天摆摊的时候，因为生意好就被有些人给盯上，回来的路上还被找麻烦。以后我们就只管给那些订了货的客户送货，不去再摆摊了。蜜汁杏的生意也不是完全不能做，还能去送货呢。每天挣的银钱足够咱们一家人吃喝了。我会再想办法去研究一些别的吃食拿过来卖。家里不是还剩下100多斤的杏子，今天就全部都做了吧。三弟媳，你不是说不能去镇上卖了，怎么还要做这么多？不会全都做了自家人吃吧？那可真是太奢侈了。不能去镇上卖，但是可以去送货啊。有2户人家预定了5、60挂呢。一听说有人买这么多，一家子人又高兴了，欢欢喜喜的开始干活。第2天，今天送货我一个人去就行，你在家里好好歇一歇。行，朱府和寻芳阁你都知道，你自己去送吧。狗子在家吗？哎，程景哥，你怎么来了？自从你娶了媳妇儿，这么好些天都没来找我耍了。这不是来找你了？你们家的麦子收完了吗？哎，昨天就弄完了。我们家就那么2、3亩地，交了粮税，剩下的连吃都不够吃呢。我昨天去狗蛋儿的赌场玩了2把，听那里的人说，今年又要加重粮税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自然是真的。昨天我去镇上送货，现在去镇上都要收钱，一个人1文钱，驴车的话要2文钱。啥？进个镇子还要钱啊？又要加重粮税？我们家那点粮食本来就不够吃，这一弄，岂不是冬天要饿死个人啊？想不想挣点银子花花？想啊，自然是想的。程景哥，你有什么好的门路吗？走，跟我去一趟镇上。哎，好嘞。程景哥，这镇子上人少了很多呀，平时那么热闹。现在进镇上都要1文钱，谁没事还往镇上跑？走了，跟我一起送货，一会儿哥请你吃肉包子。曹大叔可还记得在下？我今天过来是给贵府送蜜汁杏的，贵府2小姐昨天定下的。自然是记得你，这事情我知道。哎，原来这东西是你们家送的呀！2小姐回来以后啊，好一通夸赞的，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时刻关注你们什么时候来送货，好立马给她汇报。今天上午我们家姑奶奶带着表小姐回来请亲，吃了也是赞不绝口。自家做的吃食，曹大叔不要嫌弃，您尝个鲜。上次还说给您送野兔子，这阵子一直在忙着做这个东西，也没顾得上。那我就不客气收下了啊！你等下先别忙着走，
我把东西送进去，如果小姐们吃了说好，以后说不定还会找你要呢。我们定好什么时候再送货，你再走不迟。那就辛苦曹大叔了。过了约莫1刻多钟的时间，还好你们没走，这新送了2种芝士，小姐都说特别好吃，还叮嘱说让你每个口味再做上30罐，7天以后送过来。小姐还说可以相付3两银子的定金。好，那咱们就说定了，7天以后我一共送90罐3个口味过来。曹大叔，麻烦您让人拿纸笔过来，我给您写一个收定金的字据。这倒是不用，区3两银子。我觉得呀，你这后生人品不错，是个信得过的，不必如此麻烦。既然曹大叔这么信得过我，我自是不会让你失望的。那在下就先告辞了。成景哥，你们家现在做的什么吃食啊？这么值钱好卖吗？这是你嫂子家祖传的秘方，不过这玩意儿用的都是金贵东西，做不了多久。过阵子还要做别的吃食去卖，到时候你想卖也可以拿一些去卖，挣点钱补贴家用。以后可不要再出去赌钱胡混了，这么大岁数也是时候该娶个媳妇儿，让你娘好放心。嘿，这娶了媳妇儿就是不一样啊！以前成景哥你可不会这么劝我，听村子里的人说嫂子长得可漂亮了，跟镇上的大家闺秀似的，怪不得能把你管得服服帖帖的。李成景把车子停在了寻芳阁的门口。哥，成景哥，你这是干嘛呀？青天白日的，居然带我来这种地方！刚才你不是说还让我好好干，挣钱娶媳妇儿吗？你这是要干嘛呀？我告诉你啊，我可不是那种人，我还是童子身呢。想什么呢？带你来这里是送货的，赶紧帮忙搬东西。哦，是来送货的呀，吓死我了。不一会儿，车上的30多罐就分了个差不多。订货最多的还是杏花姑娘。杏花姑娘今日不在吗？在呢，她在房里呢。听说有人要给她赎身，她还发了好大一通脾气。那我把这些先留下，钱的话下次给也使得。公子，麻烦您帮着把这些给送到楼上吧。姑娘说您上去把剩下的钱给您。老子就是要给杏花赎身，妈妈你就说多少银子够？冯官爷，杏花姑娘可是咱这儿的头牌，又是清官儿，她要是赎了身走了，我们寻芳阁还怎么办？李成景忍不住抬头望去，倒是得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原来这人就是那黑痣男人在梁王府当亲卫兵的弟弟，还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他把手中的罐子轻轻放在桌子上，发现上面放着一根造型精致的玉簪子，这是他母亲的遗物，想必这簪子就是门外的冯山所赠予的。毕竟当年他们镇国将军府被灭门，梁王府出力不少。敢问公子觉得我长得美吗？杏花姑娘自然是美的，这件事人尽皆知，何故这样问？既然公子也觉得奴家长得美，那是否会嫌弃奴家的出身？奴家虽身在清冷，却仍是清白之躯。杏花姑娘不必妄自菲薄，自我轻贱。从古至今，女人的贞操从不在罗裙之下。那公子可愿为奴家赎身？做妾，奴家也是愿意。若银钱不足，我这里倒是攒了不少提己，还望公子垂怜。姑娘美意，在下无福消受，家中已有妻室。姑娘如此才貌，做妾确实委屈了，何不觅得一良人为正妻，生儿育女，一生美满？公子居然已经娶妻了，可你妹妹并未说过呀。我妹妹？对啊，就是你妹妹啊，跟你一起卖蜜汁信的那个小姑娘，难道不是你妹妹吗？那是内人，有些顽皮，总是自称妹妹，让杏花姑娘见笑了。你既然不愿意让门外那人给你赎身，我这里倒是有一方法，姑娘不妨试一试。什么方法？公子请说。听说那人已经有妻子，而且是位母老虎，非常善妒。他之所以想要为你赎身，自是看中你的美色。你不若先假意应承下来，让他许你八抬大轿，然后借机商量把他灌得烂醉，再让他身上沾染一些脂粉味，最好留个手帕香囊什么在他身上。只要他回到家中，被家中的妻子闻到，看到留下的东西，肯定免不了要闹个翻天覆地。到时候他再想为你赎身就难了。公子这办法可否有用？有用没用的总要试一下不是吗？你如果不去试一下的话，岂不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记得灌得醉些，香粉味浓一些。好，那我听公子的，杏花在这里谢过公子大恩。姑娘客气，那在下就先行告辞了。杏花姑娘可是想通了，嫁给我那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放心，虽是纳你为妾，
可绝对比普通人家的正头娘子还要好。我在府城中有一处宅子，那是王爷所赐，到时候接你过去。家中那位就留他在老宅这里伺候我爹娘，绝对不会让他过去给你添乱。到了府城，我再买上个丫鬟伺候你，那日子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如此良辰美景，说这些个做什么？不若观一些喝几杯。是，杏花姑娘说的是，只要是美人倒的酒，让我喝多少都行。杏花强忍着嫌恶，一杯一杯的倒，对面的人一杯一杯的喝。没多久，整个人喝得头昏脑胀，眼前发晕。杏花，我不行了，再喝下去我要醉了。哼，大人这么好的酒量，我不是哄骗我？我这还没过门，让你陪着喝些酒，你都不愿意，以后人家还能信你的话吗？好，还继续喝，只要你想让我喝，那我就喝，美人不生气啊。没过一会儿，龟公扶着冯山就从里面走出来。哎，哥哥，你怎么喝得这么醉啊？冯官爷在我们那儿喝醉了，小的特地把人给送了过来。行，我知道了，我扶我哥哥回家，你先回去吧。你谁啊你？哥哥不认得我了，我天天跟着冯水哥哥一起，那是拜把子好兄弟啊，经常还在你家喝酒来着呢。兄弟，这里怎么这么臭啊？程景哥，这人到底跟你有什么过节啊？也没什么，就是看他有些不顺眼而已。你赶紧过去看着驴车，我马上就过去。好，那我在那边等你啊，你快点，别被人看见了。李承锦直接脱冯山的一只鞋子，毫不犹豫一脚把人就给扔进了臭水粪坑里。李承锦站在岸边，冷漠地看着人在里面垂死挣扎。等到确定里面的人没有任何反应，当年他们家被满门抄斩的时候，梁王可是出了大力，带人围杀他们镇国将军府的就是梁王的那群亲卫兵。这个人手上定然也沾满了他家人的血，簪子就是最好的证据。天道好轮回，既然他们兄弟无恶不作，那他就替天行道。咱们走，哥哥带你去买肉包子。正经哥，你把那人怎么样了？还能怎么样？就是扒光了衣服，在他身上撒了一泡尿而已。那岂不是便宜他了？应该再打上一顿才好。临近午时，你就是我三哥的媳妇吧？三嫂，我是李娇娇。娇娇娘，亲家，我们携家带口同娇娇一同过来探望您，您可别嫌弃麻烦。亲家说的这是哪里的话？你们能一同过来，我这高兴还来不及呢。都快进屋坐。三儿媳，今天中午把那2只鸡炖了，再做上几个菜。好，娘，那我现在就去剁期去。二嫂，咱们菜园子里的菜你每样都摘一些过来，家里来这么多人，做了少了不够吃的。哎，三弟媳，我跟你说，咱这小姑子的婆家人可不是个好相遇的。当年小姑子她公爹跟咱公爹一起做小买卖，后来他带儿子上门求娶小姑子，咱公爹觉得他们家家境不错，就只有一个儿子，也就答应了这一桩婚事。小姑子出嫁以后，一家人就搬去了府城。2年来，小姑子一次都没回来过，连封信也没有。她那个婆婆呀，看着就厉害，肯定是她不想让儿媳妇走娘家。你看，这次除了小姑子她公爹没来，一家人连带着她的小姑子都来了。我觉得指定是有什么事儿。还能有什么事儿？不就是想的那样？听说府城现在乱成一锅粥，那各种各样的税收多到离谱，一家子都来咱们家，肯定是想长期在这住，不然也不会大包小包的一家子全都过来。哼，那这就可笑，他们在府城活不下去，不能回自己老家吗？都跑到儿媳妇的娘家一起打秋风，这叫个什么事儿？咱们现在在这里说什么都没用，走一步看一步吧。人家今天刚来，总不能摆脸色。如果他们真的是来打秋风占便宜的，咱们家也不是个冤大头。说得对，当咱们家是冤大头，瞎了他的眼。这窝窝头做的真不错，还有这鸡炖的咋这么香？省城的酒楼都没这个味道好。哎呀，你这孩子，好吃也要慢一点吃啊！亲家母，这孩子在家都让我跟他嫂子惯坏了，什么好吃的都紧着他先吃，一点规矩都没有。没事，都是一家人，好吃就多吃点儿。狗屁的惯坏了，他的女儿在家那也是娇惯的，自家女儿坐在那里，自始至终都没夹过一块鸡肉，只吃菜，跟以前的性格天差地别。可想而知，在婆家肯定没少被这个老婆子刁难，在自己家居然都没敢下筷子夹鸡肉，这得过得多委屈。深吸了几口气，才平复下心中的怒火。他真怕下一秒自己忍不住把碗扣在郑王氏的头上。哎呀，
亲家，我们这次拖家带口上门来，也是走投无路啊，想要过来打扰一阵子。亲家，可是发生了什么事？自从年前文杰他爹得疾病走了以后，家里的日子就一日不如一日。文杰要念书，花销大，府城的各项开销又贵得很，吃喝住行哪儿都需要银子。娇娇嫁给我们郑家2年，一直未曾有身孕。我们在府城也是费尽心思，找了各处的名医前去看病，银子花了不少。可每个大夫都说娇娇身子有隐疾，这辈子恐难有子嗣呀。纵使这样，文杰还是对娇娇一片真心，不离不弃，不管花多少银子，从未说过什么。现在家里再也没有银子支撑看病，我们一家子这才过来投奔亲家呀。亲家，娇娇还年轻，这孩子嘛，以后总是有的。你们就且先放心的在这里住下。娇娇，你婆婆说的可是真的？你们成婚2年，看了许多大夫，都说你不能生吗？娘，我婆婆确实带我在府城看过2、3个大夫，这1年多来喝的药就没停过，可就是怀不上孩子。娘的娇娇可真是命苦，别想那么多，你还年轻，既然回了家，就多养养身子，说不定就能怀上了。咱们旁边这间厢房要是给娇娇他们2口子住，那你岂不是就不能睡外间了？没事儿，咱们把这竹榻抬到这屋里，我还睡那竹榻上面。放心吧，当初的承诺我都记得，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李承锦啊，内心早就乐开了花，这能睡到一个房间也算是进步。感情嘛，总是要慢慢培养的，说不定要不了多久啊，就可以再往前一步了。这是今天卖的银子，还有朱府给的3两银子定金，他们又定下了30罐蜜汁杏、30罐蜜汁桃、30罐蜜汁野樱桃，让7天后送过去。哎呦，娇娇，你怎么洗这么多衣服啊？我婆婆和小姑子的衣服，我也拿过来顺便一起给洗了。啥？你小姑子那么大的人了，比你三嫂还要大几个月，都该要嫁人了吧？她衣服还要你洗？洗你婆婆的就算了，怎么还要伺候她呀？不是我说你，娇娇，你这才嫁进他们郑家2年，你这性子怎么就变成这样？哎，他们是不是合起伙来欺负你了？你以前那性子多泼辣，跟咱娘不说10成10，至少也像了7、8分。你看看现在，都快窝囊死了。咱娘就不待见这种窝囊性格，你怎么还变成这样了？退1万步说，就算是2年没生孩子又咋了？有些人就是生孩子晚。再说了，不能生孩子也不可能就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咱娘一口气生了3个儿子1个闺女，你咋可能就不会生呢？说不准是你家男人的问题。大嫂，你说什么呢？生孩子不都是女人生吗？男人又不会生孩子，这跟男人有什么关系啊？怎么就没关系了？那宫里的太监也是男人，他们还不能生孩子呢。这小姑子嫁人2年多了，怎么还这么单纯，一副不谙世事小姑娘的模样？一想到这里，于穗欢突然好像是想到了什么。娇娇，你婆婆说你不会生孩子，你们在府城看了很多大夫了吗？也没看几个，有3个吧。可是我婆婆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我拿回来一些药，都吃了1年多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以前跟着一个擅长妇科的婆子学过一些医理，也会诊脉。你要是相信的话，我给你把脉看一看，可成？三嫂，你还会看病呢？那你快给我看看，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三弟媳，怎么样？娇娇的身子到底有什么毛病？脉象很正常，没有什么毛病啊。以后你婆婆再给你喝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你也别喝了，是药3分毒，说不定就是因为药喝的太多，这才导致怀不上孩子呢。对，你婆婆那个人看着就不是个面善的，给你喝那么多药，谁知道安的什么心？以后她再让你喝，你就偷偷倒掉，说不定不喝她给你的那些药就能怀上了。小妹，你也别多想，别太伤神。我当初嫁给你二哥，也是2年才生了3娃。哎，就是你二嫂嫁进来2年没生孩子，咱娘也没说什么，哪有像你婆婆那样话里话外的都在说你的不是，还拿这个拿捏我们？你呀就应该硬气一点，想想你当年在娘家，可不要再当这种受气包了。就算她郑文琪不要你了，你就回娘家来。不是我吹，别人家的嫂子可能会嫌弃小姑子，咱们家的就不会。你就回来，家里还能缺你1碗饭吃。就是，大嫂说的对，咱们家不介意多添双筷子。大嫂、二嫂还有我都不会嫌弃。再说了，生孩子不只是女人的问题，男人也占很大一部分。
把脉过后，于穗欢更加怀疑是不是那个郑文杰有毛病啊。喂，你在这儿偷看什么呢？干嘛突然说话？走路都不带声音的，吓了我一跳。我这不是在看有趣的，可带劲了，比小破片都带劲，真人现场版。你看到什么啦？刚才你们一出去啊，就有一只信鸽飞过来了。昨天来的那个小白脸从上面拿下一封信，看的那叫一个满面的春心荡漾。回过信息后呢，他便关上了窗，锁了门，在屋里那啥，你懂得。一边还一边叫着灵异啊，灵异哥哥。虽然他叫的声音很小，可我还是听到了。我以前呀只看过现代统统小破片，古代现场版的还挺刺激的。不过一个人终究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只要是他嘴里那个灵异哥哥在，那就好看了。你刚才说什么？你是说我小姑子的夫君在房间里那啥，喊的还是男人的名字？吵着把火的，大惊小怪的做什么？这不是很正常的吗？我不信你在现在没看过统统小破片。你看你那个小姑子的夫君，长得白白嫩嫩的，走路一扭一扭的，还翘着个兰花指，他就差把自己的爱好写在脑门上了。怪不得小姑子怀不上孩子呢，被一个有断袖的男人骗了婚，能怀孕才怪呢。说不定两人至今都没同房也说不定。一家子还拿着女人不会生这件事威胁他们家在这里白吃白喝，那更可恨。乌鸦哥，你有没有看到郑文杰把刚才收到的那封信放到哪儿，还是直接给撕碎的？这么宝贝的情书怎么舍得撕了呢？当然是存放起来，就夹在桌子上那本红色的书籍里面，我看还不少呢。晚饭的时候，于穗欢特意只弄了几个素菜，什么调料也没放，饭做的太好吃，让郑家的那几个人吃了简直就是浪费。又特意做了一锅鸡蛋红枣甜汤，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端到了李娇娇面前。娇娇，这是我特意找人打听来的方子，你多喝一点啊，听说能够有助于怀孩子呢。啊，三嫂，这汤看起来好香甜呢，我能不能也喝一碗？这汤里放的都是有助于怀孕生子的，你一个未出阁的大闺女喝这些做什么？我嫂子又不会生，喝这些也是浪费。你一个姑娘家的懂什么？这生孩子可不单单是女人的问题。婶子啊，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胡说什么？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都是我把你惯坏了，没大没小。娘，我有件事情想要告诉你，是关于小妹的。怎么了？你可是发现了什么？我觉得他们说小妹一直生不出孩子，这个关键点根本不在小妹身上，也许是姑爷的毛病。你看看姑爷那个样子，还有他那个做派，有可能他就是个断袖。你看谁家大老爷们儿不是血气方刚的？就他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个女的似的，那手还翘着兰花指。娘，你仔细想想，是不是我说的这样？他们家儿子有毛病，自然是不会说出来，瞒得紧紧的，只能把这屎盆子扣到小妹头上，让小妹一辈子背着黑锅。郑王是自私又刻薄，如果他儿子没毛病，早就休了小妹回来了，还不离不弃。我呸，谁信啊？这颠煞的老钱婆，我要去撕烂她的脸！哎，娘，你先等等，我就抓住了一点苗头，咱们不得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坐实了再揭穿他们一家子。对，三儿媳你说的对，我们是要把这件事情的真相摸清楚再找他们，到时候我定要撕烂那个老钱婆的脸，如此作践我的女儿。三儿媳，现在他们两口子就住在你们隔壁，你多操些心。就像你说的，如果郑文杰真的是个断袖，有龙阳之癖，那他也许到现在跟娇娇都没有圆房。这要是不圆房的话，一个女人怎么能生出孩子？你小妹这件事，娘就指望你了。好，娘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会放在心上的。于穗欢觉得李娇娇在对于男女之事上面根本就没有开窍。第一，她要先让她知道男女之间的那点子事儿。至于怎么告诉她呢？于穗欢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她决定手绘一本春宫图，告诉小姑子这是一本生子秘方图，看了以后她自会懂得。哈哈，她可真是太聪明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走路都不大声响的，吓了我一跳。没想到欢欢的画技如此了得，简简单单几笔就能勾勒得如此传神。你都看见啦？不看见怎么能知道欢欢居然还有如此爱好？画得真好。你误会了啊，不是你想的那样，是娘拜托我都是为了小妹。我相信娘子，你继续画。这个你不能看啊，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你有没有发现娇娇的姑爷有些不对劲儿？你也是男的，你觉得他这种男人算是正常的男人吗？就那说话的样子，还有那个做派，
虽然都说书生大多是弱不禁风的，可是他这也太过于阴柔了吧？你说他会不会是个短袖，有龙阳之癖？欢欢还知道龙阳之癖？知道怎么啦？我那都是以前在画本子上看到的。哎呀，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妹妹如果真是嫁了个这么一个男人，那也太惨了吧？这种男人又怎么可能会跟她生孩子？那依照欢欢之见，我们该怎么办？为了你妹妹，要不然你牺牲一下，看一下你妹夫到底是不是那种人。你长得高大英俊，正是你妹夫喜欢的类型。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重要吗？这种事可以拿去随便试。这让李成锦不禁想到了子杏花的事。于穗欢之所以没有对杏花说实话，就是想让杏花多买些蜜汁杏吧。如果说了实话，又怕丢失了这么一个大主顾，在他眼里，他还真是没有一点分量，还不如一个买东西的主顾。我这不是为了你妹妹，这么大的事情事关她终身幸福，你当哥哥的牺牲一点怎么啦？这件事我会另想办法求证的。我们明天一起上山摘一些野桃子和野樱桃吧。朱家店的货剩的存货都不太够了，还有杏子，不知道明天周表弟会不会送过来。当初说好的，周表弟肯定会送过来，如果不送的话，他也肯定会过来说一声。明天一早我们就进山去采野果子。虽说心里还是有点生气，可他还是会忍不住答应小娘子的所有请求。天哥，这一路上累坏了吧？三嫂，你交代我的事情我没有办好，本来好几家都说要卖给我，可是突然有人进村子里收杏子，比我给的价格要高一文，说好的事情他们都卖给了别人，只有隔壁邻居家都卖给了我，他们家总共也才220斤。没事儿，这也够了。我早就说过这生意做不长久。表弟，这是货钱，你拿好啦。亲家母，你们买这么多杏子做什么？婶子，自然是买来做吃食卖钱啊。这杏子卖了出去，那才能挣几个钱？卖不完的话，烂掉岂不是要赔钱？肯定不能直接卖，当然是要做成吃食，才能卖更多的钱。老三家的，这杏子能做成什么吃食？好吃吗？能挣多少银子？好吃的很，自然是能挣不少钱啊。一罐子呢是有几十文。婶子，你想学吗？你要想学的话，明天我教你。这不太好吧？嗨，婶子，你别在意啊，这有什么不好的？咱们都是一家人，你学会了以后自己做着吃也方便不是啊？你们家对我妹子这么好，姑爷更是对她不离不弃，我们心里啊都记着这份恩情。一个吃食方子，又算得了什么？婶子，姑爷，月儿，你们都尝尝，这就是我做的蜜汁杏，看看味道怎么样？娘，这东西可真好吃，府城卖的蜜饯都不如这个好吃。等你学会了，你可要天天做给我吃啊！郑文杰尝了一口以后，也是露出一副惊讶的神色。没想到这乡村野妇居然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这玩意儿要是拿到府城去卖啊，那些个有钱的公子小姐还有达官贵人肯定会买。他以前在府城上学的时候，认识了不少有钱人家的贵公子，只要能尝到这蜜汁杏的味道，不愁没有销路。只要有这等吃食秘方在手里，灵异哥哥想必会更重视他一些，一起合作卖着蜜汁杏。他们掌握着秘方，加上灵异哥哥家的铺子，他们家呀很快就能在府城买个小院子。迫切的想要让于穗欢赶紧把秘方教会给他娘。三弟媳，你怎么能把你的秘方告诉他们呢？你看他们一家人那个嘴脸，告诉他们一家子，那不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吗？放心吧，大嫂，我怎么可能把咱们家挣钱的秘方告诉他们？于穗欢趴在陶桂花的耳边说了几句，真有你的，听着就解气。第二天一大早，老三家的，你准备什么时候做那个蜜汁杏吃食啊？我跟月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帮你一起干，你也能省力不少。那我就不跟你们客气啦，反正没事儿，咱们现在就开始做吧。做这个东西每一步的步骤都非常重要。婶子、月儿，你们可不要嫌弃我啰嗦麻烦，我既然是要教你们，总要把这些方方面面的细节都教给你们不是？老三家的，你放心，婶子可不会嫌你啰嗦。等以后我学好了，也可以做给娇娇吃，不是？那行，婶子，咱们现在就开始吧。首先，这些杏子都要洗干净，洗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能洗得太狠，要轻柔。但是上面的灰呢，也都必须要洗干净。婶子，你跟月儿你们两个先洗，洗完了我看看你们洗的到底行不行啊？婶子，不得不说还得是您啊，你这活干起来是有模有样，学得可真快，一点就透。你看这杏子啊，洗得可真干净，一点也不伤及它那个皮。月儿，你看你啊，就要认真洗喽，动作要轻还要干净，这才是做蜜汁杏的关键，千万可不能马虎大意了，不然做出来的不好吃。学得不错，这杏子洗得真好，婶子还得是你啊，这事呢我就只这么一说，你就全部都把要领学会了。老三家的，不是我自己吹，我从没出嫁的时候就特别聪明伶俐，学什么都是一学就会。嫁给文杰他爹以后，家里做小生意，那也都是我在打理琐事。
婶子啊，您就是不说我也看得出来。走，咱们吃饭去。到了下午还要教您下一步呢。哎，好好好。吃过饭还没等他们两个歇一会儿，婶子啊，咱们去学下一步吧。下一步呢才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如果做不好，那这蜜汁杏吃起来味道就不对。咱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要给杏子去皮去核。别看只是去皮去核这么简单，如果去的不干净的话，做出来的蜜汁杏就会发苦。你看啊，就这样，去掉皮以后分成2半，把里面的这些都挖掉，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挖干净。于翠欢教会2个人以后，就回了屋去睡午觉。一觉睡到自然醒，200多斤的杏子2个人干，手都快累得秃噜皮儿了。婶子，这么快就干完了？怪不得都夸你是干活的一把好手呢。月儿干的也不错啊，进步很大。这蜜汁杏最重要的前2步都交给你们了，等到晚上我再教你们第3步。婶子，这些切好的杏子放进缸中，大约是放1大半这个位置就行了，放多了或者是少了都不行。月儿，你也跟着过来看看放到哪个位置。婶子，这还有下一步呢，这里面还要添些水，光放杏子可不行。您看啊，每个罐子中大概放这么些水就差不多了。里面直接放凉水就行吗？直接放凉水就行。放完了这些可不是立马就能吃了，还得要把盖子盖紧。下一个步骤呢就有些费时间，现在天太晚了，等明天我再告诉您下一步该怎么做吧。于翠欢等2个人把所有事情做好，这也学了1天了。婶子啊，你跟月儿也累了，赶紧回去睡吧。等到确定郑家3口人都睡了，于翠欢和李成锦这才偷摸的来到厨房，把100个罐子中又都加了白糖冰糖，然后放在笼子上蒸。等所有都蒸好，然后再把罐子的盖子一个个都盖紧。婶子啊，月儿，你们起来啦！我这刚把蜜汁杏的罐子都盖好，下一步就是用草绳把罐子都拴紧。快来快来，我教你们怎么弄。虽然很累，可郑王氏想要学方子的心啊，却是热情高涨。累就累点吧，只要他能学会，这好日子啊在后头呢。婶子月儿，这盖子盖紧以后千万不可再打开了，不然就做不成了。杏子在罐子里面最少也要焖上个5天以后才算做成，而且以后呢放上半年1年的时间都没事儿，能吃好久呢。这些都要搬到后面茅草房里见不得光的地方。回去以后，他就把镇上有人卖蜜汁杏的这件事告诉了于穗欢。咱们那2天生意好，旁边附近摆摊的人不少都看到了，有人想要有心学肯定会马上模仿的，不管好吃不好吃，总能挣上一些快钱不是啊？这些都做完以后，我就不准备做了，杏子收不到，野樱桃和野桃子这些也不太好弄，累死累活的还要去上山上摘。到了下午，于穗欢又开始拉着郑王氏和郑月儿收拾那些野桃子和樱桃。樱桃不用费事，还好收拾一些，洗完之后摊开，在箩筐里面晾干上面的水分就好。野桃子削完皮去掉核以后，还要把挨着壳的那一部分也给挖掉，因为那里有些苦，做出来会影响口感。做好一切以后，2人累得腰都快直不起来了，2个人实在是有些受不了。于翠欢也是见好就收，只说后面的程序跟做蜜汁杏是一样的。2个人自觉学会了，便找了个借口回房去休息。这些个罐头2人自然也是半夜偷偷弄的，里面要放糖和需要锅蒸这个重要的步骤，自然是不能让郑家3人知道。监视李娇娇和郑文杰2个人到底有没有同房，于翠欢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乌鸦哥。接连监视了4、5天，乌鸦哥表示2个人的关系纯洁的不能再纯洁了。三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那个小妹，我想问问你，你跟姑爷2个人平时感情怎么样？还算行吧，没有红过脸，也没有吵过嘴。他对什么都是一副淡淡的表情，彬彬有礼。那你每个月的小日子都很准吗？很准时的。我们从府城回来之前才刚刚过去2天，路上用了2天。那你们成亲2年没有孩子，你婆婆这么着急，姑爷他着急吗？文杰倒不是很着急，每次都劝我说孩子这种事儿要靠缘分，不用太放在心上，也不用听他娘都说些什么，顺其自然就好。就算是我不会生，他这辈子也不会休了我。呸，这不就是妥妥渣男语录吗？既然你不着急，你就不用听你娘那个老婆子说什么。为什么每次你娘逼你媳妇喝药的时候，你总不站出来说话？没长嘴巴还是故意的？合着那些脏水没有泼到她身上，她当然没事儿。这女人过完小日子后的第10天开始，这3、4天内都是特别容易怀孩子的日子。你们这几天有那个同房吗？三嫂，我们每天都有同房呀，小日子的时候也会同房。小日子的时候身上不舒服，这怎么同房啊？没有不舒服，就是来小日子的时候肚子有些酸胀，晚上我睡觉很老实。我们2个都是1人1半，基本上谁都不会碰到谁，同房也没什么问题啊。其实嫂子有件重要的事情想要跟你说，男女在一起单纯的躺在床上是不能怀孕生孩子的，就是还要做一些事情，那个就是要把
哎呀，他实在不知道该往下怎么说才好，直接从怀中拿出那一本精心画的春宫图。这里面啊，画了男女应该怎么样才能怀孕生孩子，你仔细看一看啊，切记千万不要给姑爷看到啊！嫂子放心，文杰今天拿着书去河边读书了，他说那里空气好，我回去啊一定偷偷的看。三嫂，你给我的那画本子我都看完了。看完明白了吧？那我画本子上画的你都看完了，后面的也看了？嗯，都看了。其实嫂子就是想要告诉你，有些男的呢，他那个喜欢的人取向有一些不正常，就是他不喜欢女人，他喜欢男人，对着女人根本做不出生孩子那档子事儿。姑爷2年间没有碰你一下，对你又冷漠，那他有没有跟哪个男的来往比较亲密的？就是你感觉他看那个男的非常高兴，比对你还要好？有的，我们在府城的时候，他有一同窗好友，是府城陈记杂货铺家的少爷，相公时常和他在一起，关系特别亲密，经常在他家温书彻夜不归都是常有的事。他们2个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有说有笑，感觉特别亲密。可是文杰他说跟陈少爷那是同窗，又志趣相投，2个人时常在一起就是谈论诗词歌赋。三嫂，你的意思是说，文杰他跟那个陈少爷2个人，他喜欢男人？小妹，你先别着急啊，你的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你们2个2年都没有同房过，如果说你不懂，难道郑文杰他不懂吗？不，他懂，他比谁都懂。前几天我看到咱们家来了一只信鸽，姑爷他从信鸽上拿下了一封信以后，又偷偷回了一封信，那信就夹在他书中。不如我们现在就去看看那信中到底写的是什么，他跟陈少爷2个人只是单纯的同窗之谊，还是有什么苟且之事？娇娇你看，果然不假，郑文杰和那个陈少爷真的是不清不白，这么些淫词艳曲、互诉衷肠的暧昧语句，怎么可能只是同窗而已？三嫂，为什么会这样？我一直以为是我不能生，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原来是他骗我，把我当傻子，他把我骗得好惨啊！放心吧，你这2年来所受到的屈辱，我们一定要让他们10倍奉还，绝对不能轻易就这么饶了他们。你现在还年轻，跟他和了以后再嫁一个好人家，以后一定会儿女双全。人这一生就没有顺遂圆满的，别总是磕磕碰碰的。我们现在能知道，不也是一件好事吗？快别哭了啊！对，三嫂你说的对，这2年来我所受的苦，不能白白就这么算了，我要从他们身上都讨回来。三嫂，拜托你这件事情先别告诉母亲和哥哥他们，今晚我要试一试，看看这个狼心狗肺的男人能无耻到什么程度。好，我答应你，但是可千万别做傻事啊！不管怎么样，你现在是在李家，你有爹娘，还有3个哥哥和3个嫂子，放心吧啊！他们3个在咱们家还翻不出什么花浪，他们这样欺骗折磨了你2年，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谢谢你三嫂，要不是你，我还要被这么无耻的一家人不知道欺骗愚弄到什么时候。相公，你说我们2个2年都没有怀孕，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娇娇，你怎么又说起这个问题？我不是说过了吗？孩子这个事情要随缘，不要着急。况且现在娘她又没有说什么，你何必给自己压力呢？啊，睡吧。会不会是我们2个该做的没有做，所以我才会怀不上？娇娇，你又在乱想什么？是不是谁跟你说了什么了？你觉得呢？我能乱想什么？你难道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你是不是这2天累倒了？我能有什么想跟你说的啊？别胡思乱想了啊！赶紧睡吧，说不定很快就能怀上，也未必没有可能。到现在你还想骗我吗？我这2年来为什么怀不上孩子，你心里知道的最清楚。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真的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娇娇，你怎么了？是不是撞邪了呀？今天晚上好好的，怎么突然问这些问题？还让不让睡了？郑文杰，你个畜生，你到底还想欺骗我到什么时候？让我整整2年平白无故背着这些黑锅，天天在自责中度过，觉得是我对不起你们家，这样你心里是不是觉得非常得意啊？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子。你在胡说些什么呀？这么多年你不会生孩子，我又没说什么，也从未对你冷言相向，你难道还不知足吗？哎呦，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打得真好，真解气呀！呸！渣男就是死鸭子嘴硬，都问到这个份上了还不承认。要我说，这一巴掌打的呀都是轻的。妹子怎么回事啊？三嫂没事的，就是我们两个拌了几句嘴，我会跟娇娇道歉的。你们睡吧啊。段文杰，你脸皮可真厚，天天读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只是拌嘴那么简单，我抽了你一耳光，你难道就愿意这么忍气吞声吗？那说明我打的这一耳光还是轻的。娇娇，你住手！你快住手！你疯了吗？啊！你再这样我可就还手了，别以为我不打女人。古人云：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哼，怎么，你还想打我吗？那你动手啊！你这个女人真的是疯了！怎么回事？今天我要跟她同归于尽。郑文杰，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妹妹的事情，才把她逼到这个份上？三哥，我什么都没做，也不知道怎么了，是娇娇她突然跟疯了一样。呸！你居然还敢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猪鼻子插大葱，装什么大象？你有种把娇娇为什么打你这件事情说出来，别装死！你要是个男人，就大大方方的说出来。呸！我都忘了你就不是个男人。相公，你也识字的啊？你看看这信上写的都是些什么？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快放开我儿！婶子，你来的正好，有件大事咱们必须要说清楚。你们郑家好不要脸！相公，正好大家都在，你就把郑文杰写给童壮的信给大家念一念，看看写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爹娘，咱们都被郑家这家子无耻的小人给骗了，小妹根本就不是不能生孩子，她的身子健康的很，不能生的是郑文杰，他根本就不是个人，居然喜欢男人，跟府城陈记杂货铺的少爷两个人是有苟且之事，娶小妹进门也不过就是为了掩人耳目，2年来两个人根本就没有同过房，那小妹怎么可能会怀孕呢？他明知道自己无能，为了自己的面子却不说出来，任由小妹被郑婆子这毒妇刁难，天天搓磨受尽苦难。这一家子黑心烂肺的东西，他们的心和肠子都是黑的。什么？郑文杰，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凭什么如此作践我的女儿，我苦命的娇娇呀！我要杀了你！你们干什么？快放开我娘和我哥！明明是李娇娇不能生，你们这是要把脏水泼到我们头上！信不信我去上县衙告你们？李娇娇，你倒是说句话呀！你是不是哑巴了？你嫁给我们郑家就是我们郑家的人，怎么能联合你娘家欺负我娘和我哥？你到底守不守妇道？嘿，你个不要脸的小贱蹄子，小小年纪一张嘴巴恶毒的随了老毒妇，天天使唤你嫂子，你还使唤上瘾了？咋说话的？还扯上妇道了？什么玩意儿？你们郑家一家子的烂人，你们家也配？这张嘴再敢搬弄是非胡说八道，我就给你这嘴缝上！哎呦，打死我了！快别打了，住手！打死你活该！你搓磨我女儿的时候，你怎么就没有想到今天的后果呢？我打死你个老钱婆！别打了，大嫂，求求你别打了！我从来没有欺负过我嫂子，都是我娘，是我娘让她喝庙里的香灰，还有喝黄连水，都是我娘的主意。她说这样才能让嫂子听话，时刻谨记自己不会生。对不起我们郑家，安分守己不出幺蛾子。给嫂子看病的那些大夫也不是真的大夫，就是我娘找来的，给了人家钱，让人家这么说的。啊！别打了，我知道的，我全都说了，别打了。你个老不死，遭雷劈的，你心肝怎么这么黑？别听月儿胡说，小孩子什么都不懂，我那都是诚心求来的生子秘方。你这个没种的男人，既然你这么想挨男人的折腾，想当女人，那今天我们就满足你，把你下面这2两肉直接割下来，让你今后快活到底。不要！你们快放开我！你们赶紧给我放手！我要去官府告你们！当初如此欺辱我妹妹的时候，就没想过会有今天吗？你个遭天谴的恶毒老钱婆，就是因为你恶事做多了，才生出这么一个不男不女、不能生孩子的玩意儿。活该你们家断子绝孙，活该你生的这玩意儿被男人骑。我可怜的娇娇呀，都怪你当家的，要不是你当初非要让女儿嫁去郑家，女儿又怎么样遭受这些个罪？娘，你也别埋怨爹了，他当初不也是为了我好？不好的是郑家那一家子人。合理，小妹必须合理，趁着年轻，这次一定要给小妹找个真正的男人。次日一早，小娇，我的好儿媳，你们该打也打了，该骂也骂了，这气儿也该消了，日子还要往下过，不是？你就先放了我们吧。以前是娘做的不对，娘知道错了，以后娘肯定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疼爱啊！呸，没脸没皮，
看见你这老婆子我就觉得恶心。以前你逼着我喝符水、喝香灰水、喝黄连水的时候怎么不说这个？你以前打我骂我，让我干活还不让我吃饱的时候怎么不说这个？风水轮流转，今天就让你尝尝我以前受过的苦，不过就是草木灰水，跟符水差不多。当初你不是也说过吗？捏着鼻子喝就成，能有什么味道？现在理应让你也体会体会。我劝你最好配合一点，草木灰水多的是呢，这一盆灌不进去，还有下一盆。我有的是时间和耐力，你要是好好喝，那就是这一盆；如果不好好喝，每天灌一个10盆8盆的。你这个恶毒妇人，怎么能这么对娘啊？她可是长辈呀！你这种忤逆不孝的，就应该拉去进猪笼。拉我去进猪笼？忤逆不孝的话，你也好意思说得出口？我看你现在还是不太清醒，给你清醒一下。你娘这个老毒妇算个什么长辈？在我眼里，现在连一条狗都不如。我没有杀了你们一家3口，已经算是仁慈的。别在这里跟疯狗一样叫。这草木灰水你也得喝，你还应该多喝。李娇娇一早上没什么事儿，除了打3个人呢，就是给3个人灌草木灰水，不要太解气。曹大叔，我们按照约定来交货了。哎呦，原来是你呀，后生。正好，你们把蜜汁杏那些都装在那辆马车上吧。装好了，我把剩下的货款付给你。好，我们这就挪到马车上去。这次新做了2个口味，曹大叔，您尝尝这味道如何？也好给小子提个意见。哎，冒昧的问一句，朱府这是要搬家吗？最近整个豫州都不太平，只因梁王要打仗，各种苛捐杂税那是一天比一天高，特别是粮税翻了整整1倍。以前的百姓还勉强能吃饱，这要是交了粮税，不少人家都要饿死。唉，现在一时间看不出来，入了冬，天气越来越冷，大家又吃不饱饭，迟早会大乱。而且梁王为了打赢这场仗，迟早会大范围征兵。你这种年轻力壮的，必然要去前线。后生，有条件的话，不如离开豫州这里，另谋生路去吧。我也是觉得你跟我投缘，人也机灵，好心提醒你，听不听也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多谢曹大叔提点，我回去之后就跟爹娘说清楚。不知曹大叔你们这是要往哪里去？我家府上的姑奶奶嫁去了东州青台府城，姑爷在那里为官。现在老爷携带夫人以及一家老小，准备投奔姑奶奶去东州，那里是禹王的地盘。听说那里的各种赋税极低，开荒种粮的荒地3年不收赋税。总之，禹王是个爱民如子的好王爷，可比咱们这豫州的梁王好太多了。如此大恩，小的没齿难忘。曹大叔，以后我们有缘再见。刚才那个自称是余家管事的人，欢欢你可认识？不认识，我以前在府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能见的人很少。这余家虽说是河西县的首富，可是也远远没有富裕到如此大张旗鼓买地的地步，而且看样子是跟官府有勾结，所以那些官兵才默许的。欢欢，你对自己的真实身份就不好奇吗？余家乃是河西县首富，大柳树村的余家与他根本就8竿子打不着，又怎么会抱错孩子？我在余府的时候经常重病，这一躺就是10天半个月，有时候3、5个月都有可能。后来又被赶出余府，到了大柳树村。你是说我也不是大柳树村余家的女儿？我的身份另有隐情？我确实是有事情想告诉你。现在的河西县首富余家是15年前整个北地首富余家的远房族亲，你娘就是北地首富余家嫡出的大小姐。你娘当年和还是皇子的禹王有过一段过往，可是禹王的母妃淑妃嫌弃你母亲身份低下，是个商户女，不肯让禹王娶她做侧妃。你娘也是个烈性子，她认识禹王的时候并不知道他是皇子，就算是淑妃答应让她做侧妃，她也是不肯的，绝不做妾。更何况禹王当时已经有王妃，还有侧妃、庶妃、侍妾。你娘伤心欲绝，直接就与禹王一刀2断，再无联系。之后却发现怀了身孕，你娘和我娘不光是闺中密友，还救过我娘性命。你娘生下来你以后就住在我家的别院内，当初你娘和我娘还说过要把你许配给我，长大了让我娶你。没过多久，因为皇权的争夺，我镇国将军府无端被陷害，全家惨遭灭门。是嬷嬷和当时教我习武的教习拼死护着我，我才捡回一条命。嬷嬷本是我现在外祖父周家的女儿，也就是我外祖父的妹妹，带着我一路逃回周家村。正巧那时候真的李成锦身子差，病死在外祖家。后来外祖母和嬷嬷他们一合计，为了怕女儿女婿回来后伤心，让我冒名顶替了李家的3儿子。我在周家养了2年多才回到李家，当时兵荒马乱，你娘把你托付给了现在的河西县首富余家的家主，他算是余家的旁支远亲。当时他夫人生的3女儿被小妾陷害成了死婴，你也就顺理成章顶替了3小姐的位置。我本来以为你可以一辈子衣食无忧，
没想到于家家主刚死没多久，你就被于夫人以报错的名义赶了出来。我记得当时你娘经常说，她给你留了一笔不小的嫁妆，保你10辈子衣食无忧那种，还经常调笑我说，长大以后让我娶你，一定要好好对你，千万不能当负心汉。后来发生了那么多事，没想到阴差阳错之下，你还是嫁给了我，只不过身份从将军府嫡子和首富之女，变成了普通的田舍郎和农家女罢了。那我娘呢？她现在在哪？你娘作为北地首富嫡女，不少人都对于家的财富垂涎三尺。后来整个于家被陷害，嫡系男丁全都丧命，你娘接管了偌大于家，最终也逃不过被人害的命运，早就死了。现在那些留下的于姓族人都是旁支远亲。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别害怕，以后有我陪着你，我一定倾尽全力护你周全。其实我不是那个从小跟你有婚约的于穗环。你跟你娘长得很像。怎么跟你讲呢？这具身体确实是跟你有过婚约的，但是魂魄不是。我是来自于一个跟你们这儿完全不一样的朝代，就是我的魂魄不知道怎么就在这具身体上苏醒了过来。在我过来的那一刻，这具身体本身的魂魄已经死了。这是不是就是画本子里传说的借尸还魂？你能明白吧？就是这个肉身里面的人已经死了，我的魂魄附在这具肉身上。我们那里跟你们这里完全不一样，我们那里的百姓人人都能吃饱喝足，而且天天都能吃上肉。最重要的是男女平等，女人也可以做工挣钱，想要嫁人或者不嫁人全部都在自己，而且男人只允许娶一个妻子。如若是两人感情不和还能离婚，男人如果在成亲期间跟别的女人好了，妻子可以要求他净身出户，财产都是女人的，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我们那里出门很方便的，有那种铁做的交通工具，很大很大，一次能坐上几百上千人，比马儿跑的还要快，可以日行千里。还有一种叫做手机的东西，可以跟远在千里之外的人通话，还可以看书听歌，在上面订好饭，一会儿就能给你送到家。总之跟你说了，你也想象不到我们那里的日子多快活，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我承认，一开始我想要娶你是因为小时候的婚约，可是从第一次我见你开始，你就是你，跟我契约成亲的也是你这个人。既然我们有契约成婚在前，以后也可以试着相处，不管你是这个时代的还是从哪里来的，想来也是回不去了。我现在只认你，我们都知道彼此的秘密，说不定就是上天注定好的缘分。我也可以按照你说的，你们那个世界的规矩，一生只娶你一个。如果我变心了，家产都是你的。不过你放心，不会有这么一天的。你现在说的甜言蜜语，谁知道真假？我们那里的男人想要娶女人都要先相处，性格什么都要合得来才会在一起。于穗欢其实也不排斥李承锦，除了一开始闹的那个大乌龙，他人还挺好的，对他也好。最重要的是帅啊，长得太帅了。好，那从现在开始我追你，等你愿意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再做真夫妻。刚才给主府送货的时候，曹管家说因为梁王要打仗，不光要加重赋税，后期可能还会征兵，我们是时候要做好逃到别的地方的准备。而且我怀疑梁王世子之所以要娶于府的三小姐当侧妃，肯定是于夫人已经拿到了你娘留给你的嫁妆，不知为何舍弃了你，又找了一个替你嫁进梁王府。虽说你的魂魄来自别的地方，可你这肉身实实在在是你娘生的，那她留下的嫁妆就是你的。于夫人拿着你娘留下的嫁妆投诚于梁王府，用此招兵买马，攻打你这具身体的亲生父亲，这心思真是太歹毒了。那我们要不要偷偷去一趟于府，把当初我娘送给我的那些嫁妆都拿回来？你这主意倒是不错，反正这2天我们要收拾一下，逃荒到别处谋生路，倒是可以去一趟于府，搬空库房，拿回属于你的东西。那我现在就花些银钱办上2张路引，我们直接去河西县，赶在我们村交粮税之前，我们必须出发前去东周。这个梁王啊，真不是个东西，又喜欢打仗占地盘，还剥削百姓。那他既然要做，何不把各个县城所有粮站的粮食全部都带走，包括各个县衙的库房。如果顺道能走到府城的话，还可以拐到梁王府，直接把王府的库房也给搬空，岂不是要爽歪歪了？你赶紧去办路引，这些收粮的站点那些官兵到什么时候才下至回去啊？应该再过1个时辰就差不多了，反正天黑之前他们必定要回去。等他们都走了，咱们想办法把里面的粮食也弄走，还有县衙库房，这些个当官的不做人，欺压百姓，把他们的财产粮食都带走，看他们还怎么打仗。丢了粮食，上面的官员还不把他们打得屁股开花。李承锦拿了银子，很快就办了2张路引出来，2个人把驴车就停在收粮站的不远处，到了粮仓的后面，2个人又装作没事人一样，驾着驴车赶往县太爷的府邸。嗨，哥们儿，你认识我吗？少主，俺是黄毛呀。那天在山上拜见您的时候，俺就站在最后面一排，您记不得俺也正常。没想到我们还是老相识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哎，黄毛，你帮我办件事情，飞到这宅院里看看这些存放东西的库房都在哪。少主，俺不用去看，俺都知道。
这排房子最后那一排就是库房，里面不光有粮食，还有金银玉器、丝绸布匹什么的。俺经常偷偷飞进去找吃的。俺孝敬给大王的那些戒指，都是从这个院子里面偷偷拿的。奈何我这身子太小了，大件的东西实在是叼不动。这里就是库房了，我经常从这里飞过去偷粮食吃。于穗欢试着把手贴在墙上，空间里就出现了大量的东西，粮食布匹、各种金银首饰、糖盐药材、人参，什么都有。好啦，东西都已经收完了，我们走，赶往下一家。这个是奖励你的，黄毛以后你就跟着我吧，放心跟姐混，3天吃9顿。少主，黄毛以后愿意跟着您，您让俺朝东，俺不去西；您让俺撵狗，俺不撵鸡。上刀山下火海，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好黄毛，以后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喝的。没想到我黄毛也有出鸟投地的一天呢，直接被少主看上，以后也是陪皇伴驾的存在了。这鸟，你也能听懂他们说话吗？我多多少少懂一点鸟语吧。有了黄毛鸟的存在，两个人又搬空了县衙的库房以及另一个粮站。老三，你们2个可是回来了，就去镇上送一趟货，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们都快担心死了，还说让你大哥借了你二叔家的驴车找你们去。我们送完货又去了一趟粮站，今年的粮税翻了1倍，大家都是苦不堪言。听说粮王要打仗了，提高税收不过是开始，后面还要征兵抓壮丁，家中只要是有适龄男人的，全都要上战场去。啊，那可怎么办呀？这以后的日子岂不是没法过了？要我说，趁着现在知道的人还不多，不如把宅子和田地卖了，换成银子，我们到东周去。听说那里比较太平，日子过得也富裕，各种税收特别低。爹娘，你们要赶紧做决定，要走的话赶快，不过3、5日，应当就轮到我们村交粮税了。老三说的对，我们尽快收拾收拾东西，往东周去。虽说我也舍不得这祖宅，可是真要到了饿死人还要让儿子们上战场的地步，那时候就晚了。我现在去一趟你二叔家。咱们去东周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啊。我在豫州这里被人陷害，考不了功名，到了东周以后办上新户籍，还可以继续读书，到时候侥幸能考个秀才、举人，咱们家也能不用交税了。老三说的对，大家也别都丧气，赶紧回去想想，把该收拾的东西收拾一下。咱们是逃荒，只带上财物、穿的用的，乱七八糟没用的东西一律都不要带。欢欢，帮我拿纸笔过来，我去一趟后院，让郑文杰那个狗东西写下和离书，从此以后小妹跟他们家男婚女嫁，各不相干。对，跟他和离，我们带你妹妹一起走。和离书怎么写不用我教你吧，至于是因为谁的过错和离，最好写清楚。我写过和离书，你是不是就可以放我们离开了？你好好写，写完了我就放你们走。我现在就写。放你们走当然可以，但是我妹子这2年受的苦，不能白白就这么算了。他拿起木棍狠狠地砸在郑文杰的右胳膊上，咔嚓一声。哎呀，我的儿呀！这一条胳膊就当是赔偿了。李成锦断了他右臂，让他以后再无法提笔写字，而且有残疾的人终身都不能再考科举，也算是断了他的后路。你不是答应要放我们走吗？这是要去哪儿？还有我们的骡子车，我们不用你送，我们自己会驾车走。走了很远，也走了很久，直到确定出了河东县，这才把3人扔到一处乱葬岗山坡。想要活命的话就自己走，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你们的本事了。这里经常有野狗野狼出没，自求多福吧。从这里走到最近的村子都要1个多时辰，而且最近的那个村子因为靠近深山，没有多少户人家，很多男人一辈子连个媳妇儿也娶不到，他们能不能走出这片山地，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有时候啊，死并不可怕，一辈子受尽折磨才是最痛苦的。老三，昨天我跟你二叔已经商量过了，他们也同意一起走。我们俩一会儿就找村长去，把家里的宅子和田地都卖了，理由就是你们消失10多年的三叔来信了，在外地当了大官，接我们享福去。好，咱们快收拾，把家里的粮食卖一部分，剩下的通通磨成面做成饼子，尽量做得干一点，路上吃也好存放。娘、大嫂、二嫂、欢欢，你们收拾东西的时候只带路上必须用的，还有衣物，其他的都不要带了，放吃的是最要紧的。陈红堂弟，我们要逃荒去东周这件事情，你告诉春杏他们家的人没有？到时候大家一起走，相互还能有个照应。春杏一家是他穿越过来以后第一个对他好的人家，他想拉一把。至于走不走，就看春杏家人的决定了。他做了说了，那就问心无愧。我今天去了一趟大柳树村，已经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了。河西县的县令更不是人，他们那边的粮税涨了足足2倍，有的人家已经在卖女儿了。那就让他们赶紧去卖了地和宅子，换成银钱也好傍身。以后到了东周要买庄子买地，也要花不少的银子。
三堂嫂，这些我都说过了，你放心吧，我跟大哥这几天争取多坐几辆推车，路上拉东西也方便。隔天一早，带着乌鸦哥和黄毛就出发了。老板，前面那家那么热闹，是要办喜事吗？是啊，这于府家的三小姐听说要嫁给梁王世子当侧妃，那可真是一下子飞上枝头做凤凰呀。这于府要当皇亲国戚了。怪不得呢，这下人进进出出的，这是要准备不少的嫁妆吧？那可不是啊，听说光是嫁妆就准备了近100台，都放在于府旁边的那个别院里。我在这儿做生意，天天都能看到下人们把这一台台的东西放到别院里去呢。你不会是想我们2个钻狗洞进去吧？现在青天白日的，进去就要被发现。钻肯定是要钻，不能白天钻，那就晚上钻。我们现在过来呢，就是要踩点。咱们先去河西县的粮站和县太爷的府邸，等到天快黑的时候再来于府这里。黄毛，你负责在这里勘察地形，观察一下于府中哪里是库房，哪里放着好东西。等我回来告诉我。还有啊，你要是有什么朋友，记得都喊过来，监视府中重要人物的一举一动。听到什么秘密，记得也要告诉我。放心吧，不白干活的，管中午晚上2顿饭。放心吧，少主，俺别的本事没有，就是朋友多，俺一定给你查的明明白白的。黄毛立马就开始呼朋唤友，不一会儿就来了百十只鸟。正所谓在家靠兄弟，出门靠朋友。今天喊你们过来，是想让你们帮个忙，帮我监视一下这宅子里面所有人一天都干了什么，跟谁说了重要的话，记下来报给我。不白让兄弟们干活，我家少主管今天2顿饭，一天管2顿饭，多好的差事啊！一时间，众鸟纷纷踊跃报名。于府就在几百只鸟的监视下，谁一天放了几个屁呢，都让鸟记得清清楚楚。这边于穗欢和李成锦2人又来到了最近的一处粮站。于穗欢带着乌鸦哥，让乌鸦哥飞到小窗户上面，看清楚哪几个粮库里面有粮食。收完最后一个，就是县太爷的府邸。河西县的县太爷比河东县那个更不是个东西。乌鸦哥在府邸里面找到了足足3个大库房，从他进院子到出来不过1刻钟的时间，眼看就要到达后院狗洞。你是谁呀？本老爷怎么没见过你这丫鬟？老爷，奴家是新来的，你吓到奴家了。哎呦，这事儿还怪老爷了。来，让老爷看看吓到哪里了。这老逼灯这么大岁数还这么色，也不怕脑出血猝死，真想把他36码的血呼到他42码的脸上，给他醒醒脑。老爷，你看看我这手都吓得直发抖，您看呀。他伸出左手，慢慢靠近老逼灯，右手时刻准备。还没等老逼灯摸到他的左手，于穗欢一巴掌抽过去，直接就把人给抽晕了过去，顺带还飞出来2颗大黄牙。自从他每天坚持喝灵泉水，力气一天比一天大。于穗欢本想赶紧走，可是一想这老不死的鬼鬼祟祟从这院子里出来，肯定有什么猫腻，里面琳琅满目，放满了古董字画，通通都收进空间。还有一个上了锁的8宝玲珑盒也没放过，直接就收了进去。角落的架子上还放了好几把精致的刀剑。把东西搜刮完以后，从空间取了1桶菜籽油，泼在房屋的后面，然后点起火折子。怎么样，没被发现吧？被一个老头子发现了，不过我把他打晕了，咱们快点走。2人又赶着驴车赶紧去于府。少主，你可回来了。这于府上上下下每个人，包括家里的那2条大黄狗，我都派了鸟监视着他们，里面的人一天都干了什么，跟谁说了话，就连拉了几泡屎，我都让鸟记得清清楚楚。拉屎这个事情大可不必记得这么清楚。好样的，我就知道黄毛你办事认真严谨。有没有什么重大发现？有，当然有。于府的于夫人，别看徐娘半老，是个骚的，跟家里的管家还有护院头子都有一腿，现在还在房间内跟管家探讨人生呢。管家被于夫人叫到房里之前，还喝了1盅大补汤，吃了2个驴腰子。这些都不是重要的，有没有查清楚库房在哪？还有府中值钱的东西都放在什么地方？有，当然有了。2个人在床上还讨论了别院的假山下面存放了好些金银。管家还问于夫人，这些东西拿出来多少给梁王府送去合适呢？好，这件事情黄毛办得不错。等会儿呢，让你的那些朋友跟我一起走，我把今天的酬劳分给你们。小姐，真的是你回来是来接雀儿一起走的吗？别哭，嘘，我就过来带你一起走的啊，千万不能让人给发现了。是他被赶出府前，他的贴身丫鬟。我那天对让我回来，小姐就不见了。我知道小姐不会抛下奴婢不管的。自从你走了以后，新来的那个3小姐看
他奴婢横竖就不顺眼，对奴婢非打即骂，时常还不给饭吃。好了，小翠，现在不是诉苦的时候，等回去咱们再慢慢说。你在这儿等着，我要进去拿一些属于我的东西，然后再带你一起走。小姐，您是要拿回您的嫁妆吗？可那东西太多了，咱们也带不走。我知道哪些东西值钱，咱们请这值钱的东西拿走。新来的三小姐让我每天都要把嫁妆箱子擦一遍，擦不完就不许吃饭。正好我可以带您进去。小姐，这是我是你们家小姐的姑爷。小姐，你都嫁时了，这姑爷看着就不错，俊美。嘿，小姐，正好。前阵子梁王世子来府里下聘的时候，奴婢见过一次，长得肥头大耳，跟府里养的猪差不多，就那样子的新三小姐还当个宝贝似的。小翠，平时不都是你一个人去干活，怎么今天又多了2个？三小姐说我擦得不够干净，所以让小红跟我一起来擦。她是过来监督我们2个干活的。哎，行了，进去吧，听你说话真费劲。小姐，这里面全都是镶了宝石的，赤金头面是最贵重，可是这么多，我们拿哪个好呢？小翠，你跟姑爷先出去，我自有我的办法。这小丫鬟虽然对她死心塌地，可是她这秘密啊，绝对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小翠，这别院里都有哪个地方有假山？小姐，只有花园里面有假山。小翠，你在这儿盯着，万一有人过来，记得要喊我们。小姐，你放心吧，这个时间别院里几乎没什么人来的。于穗欢和李承锦2人顺着山洞往里走，里面的架子上不光摆满了金银元宝，各种首饰玉器、古董字画也都是数不胜数。欢欢，你看这箱子上的印记，还有你娘私章的印记，这些金银首饰也都有于家的标记。想来这些就是你娘留给你的嫁妆了。一开始于夫人没有得到手，所以不敢贸然的对你出手。你被撵出来的时候，她应该是已经知道了这些东西存放在什么地方。不管怎么说，现在不还是都落在了我的手里啊！要不是这假山没什么用，我都想把这山这院子也都给搬走，气死那个老毒妇。小翠，这别院里没有住人吧？没有住人，小姐。小翠，你带我呢，在所有的房间里转一圈，咱们悄悄的，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给遗漏了。在李承锦的帮助下，3人顺利的翻过墙头，跟着黄毛还有喜鹊娘的指引下，顺利的找到各个库房，包括于夫人的私人内裤都被他收得干干净净。快把府中的大门、后门、角门、院墙，甚至狗洞都给我看严实了。贼人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所有东西都偷走，说不定家里出了内贼，跟外人里应外合，偷偷变卖府中财物。如果让我抓到了是谁，定不轻饶。让所有人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搜，墙角旮旯1寸土地都不能放过，每个人的房间屋子都要搜。小姐，马上就要搜到这里了，要不然我出去打晕2个，抢下灯笼，然后咱们也冒充搜查的人员，跟着他们一起搜，再借机会混出府去。现在这个时候，外面的人不太好糊弄，除了小翠你，我们2个太面生，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警惕之心。除非是能把这府中搅乱，大家谁也顾不上谁，我们才有机会出去。黄毛，你朋友多，能不能多喊一些鸟过来？越多越好，有多少来多少，最好呢是成片乌压压的，能遮天蔽日。然后呢，你们就盘旋在鱼府上空，看到人就使劲拉屎。个头稍微大一点的，爪子稍微锋利一点的呢，也可以对人进行攻击。但是有一点，要提前保护好自己，不要受伤。
有鸟的捧个鸟场，有屎的捧个屎场，有爪子的呢就捧个爪子场。我说的你能明白吧？放心，管饭还管饱。还得是你呀，一肚子坏水。你这是想要搅乱局势，浑水摸鱼。等到大家都自顾不暇的时候，你们3个就可以偷偷的溜出去了。少主，您放心把这件事情交给俺，绝对能办好。夫人，我们在荒废的竹园发现了里面有人，我们喊了好几遍，里面的人就是死活不出来。这几个人肯定是偷到我们府中财物的贼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也不敢贸然冲进去啊！快让人把那院子给我死死围住！我要亲自过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大胆，敢来我于府兴风作浪！让人去通知县太爷，多带一些衙役过来抓捕贼人。夫人，县太爷家着火了，衙役们都在那儿救火呢，恐怕抽不出人手。真是蠢货，也不知道怎么当上的县令。里面的人识相的就赶紧出来吧，再不出来我可要放火烧院子了。小姐，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呀？外面这么多人，我们这回肯定死定了。放心，别害怕，有小姐在，会没事的。少主，您交代的事情俺已经吩咐下去了，放心吧，不出1刻钟，定能召唤来少说1000把个兄弟。我还让人去通知了大王那边，也会派来更大更有战斗力的兄弟们过来。天空上遮天蔽日，黑压压的一片鸟朝着于府上空飞来。如果单单是鸟也就算了，其中还夹杂着数不清的蜜蜂、马蜂和蝙蝠。那马蜂足足有大拇指那么大，嗡嗡嗡的直奔着他们这群人而来。各位兄弟姐妹，叔婶伯爷，老少爷们儿，大家都使劲冲，使出看家的本领。蜜蜂兄弟和马蜂兄弟们都别客气，哪里疼这哪里。还有那些想拉屎窜稀的哥们儿，都别憋着，使劲的拉。少主说了，拉多少补多少，还是双倍的。于府众人在这么多数量的攻击下，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力，只能抱头鼠窜。哎呦，当家的，你快看，你看于家那房屋之上飞了多少鸟儿，黑压压的有万数之多呀！夫人，你看那些鸟儿啊，多数都是乌鸦，乌鸦被视为不吉祥之物。这于府作恶多端，和官府一丘之貉，欺压百姓，你看现在遭报应了吧？老天都看不过去。走，我们快回屋去吧，就当没看见。3个人出去的时候，因为有黄毛喜庆娘、钟鸟爹保驾护航，没有受到一点攻击。于翠花一路上也不闲着，是门就进，有东西就收。门口摆的花盆子都不放过，厨房更是搜刮得干净，鸡鸭鱼肉、锅碗瓢盆，一根筷子都没留下。来到于夫人房间的时候啊，收获最大，府里所有人的卖身契都在她房间里放着，自然也有小翠儿的。于翠欢施行的3光政策，虽然于夫人那个床她有点膈应，可回去劈柴烧火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小姐，我们可不可以回一趟你以前的那个院子？我娘留给我的那些东西都还在，我想把它们一起带走。我们现在就回去拿东西。红烛露珠，你们2个小贱蹄子死哪里去了？这院子里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该死的马蜂、蜜蜂还有鸟儿？你们快过来帮我把这东西赶出去，疼死我了！我的脖子，我的脸！是谁在我的屋子里来回走动？见到本小姐摔倒了还不快过来扶我起来？一个个跟蠢猪一样的奴才！信不信我把你们这些贱婢全都让人牙子卖到那些勾栏院去？你是怎么来到这府里当小姐的？自己不清楚吗？还真把自己当盘子菜了，蠢出世的王八羔子，脑子还没有后院里养的猪聪明呢！癞蛤蟆上路装什么绿色小吉普？啊！你个死婆子是哪个房的？居然敢这样对我！知不知道我是3小姐？我要嫁到辽王府给世子当侧妃的！信不信我告诉母亲还有管家，打死你这个老钱婆！哟，这嘴巴还挺硬，还打死我！我先打你个满脸桃花开，让你知道花为什么这么红。还想到老毒妇和管家面前去告状，你信不信我先打死你？我不说了，我再也不乱说了。嬷嬷，看在我年纪小的份上，放过我吧。说，你到底是什么身份？谁让你来于家认亲，说自己是真正3小姐的？机会可就只有一次，敢说瞎话，我现在就拧断你脖子，把你扒光了挂在城门楼子上。我都说，求求你了，别杀我！你到底是什么身份？是谁指使你过来认亲的？我是张管家的亲生女儿，一直被他养在郊外的庄子上，是一家子姓于的一直在照顾我。1年前夫人亲自过来看我，说我是她的亲生女儿，
因为一些事情迫不得已才一直母女不能相认。直到1个月前，我爹派人把我接进了余府，后来夫人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是从小被抱错了的真三小姐，还让我管她叫母亲。至于其他的事情，我也真的是不知道。照顾你的那家子呢？我爹把他们都弄死了，说是他们知道的太多，不关我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于穗欢想到了茅草房子旁边那4个坟头，这个蠢货说不定就是于夫人和管家偷生的私生女。于老爷一死，迫不及待就想要大摇大摆地接进府里当正儿八经的小姐。至于这玩意儿是不是于夫人和管家私通生下的私生女这件事啊，已经不重要了。他已经拿回了他娘留给他的所有财产，反正这家人爱怎么做也不碍着他什么事儿，直接把人给打晕了过去。看了看身后的大门，他奶奶的，就是这扇大门看着怎么也看不顺眼，拆掉，必须拆掉。他直接把这对朱红色的大门以及于府的匾额还有门口2只石狮子全都送进了空间里。这黑灯瞎火，眼看就要下雨，你驾着驴车这是要去哪里？哎，这位官爷，小人和贱内过来是接我小妹回乡下娘家的。她嫁的男人不是个好东西，对我小妹动辄打骂，还不给饭吃。我们乡下人家虽然穷，可家里的女儿那也是教养长大的，既然她不珍惜，我们就接回娘家去养着。李承锦顺势把那10文钱塞到衙役手中。哎呀，官爷，你看我妹妹的手，还有胳膊上面全都是黑紫淤青。你这小子对自家妹子还真是不错，赶紧过去吧，眼看着就要下雨了。多谢官爷。黄毛，少主呢？少主已经先回去了。这府里的于夫人和那个八字胡张管家最为可恨。二毛哥，你们可得好好收拾收拾他们2个，给咱们少主出口气。啥？他们居然敢欺负咱们少主？人呢？人在哪儿？走，给我掘地3尺，也要把人找出来。我知道在哪里。二毛哥，我给你们带路。现在的于府简直成了鸟、蝙蝠、马蜂、蜜蜂的天堂，这府里到处都是鸟屎。救命啊！救命啊！谁来救救我？我要成仙了，我会飞了，飞呀！喂，二毛哥，这老婆子是不是疯了？我看像，刚才还哭，现在笑得这么是鸟。没事，这才疯了1个，后面那个还正常着呢。继续飞。张管家在坚持了半个时辰的撞树撞墙以后啊，也受不了了，整个人精神崩溃，时而哭时而笑，得2个人都疯了。你们可算是回来了。娘，没事，就是遇到了一点事情，回来晚了。这怎么还多了一个姑娘？娘，这个是我以前的贴身丫鬟，新主子待她不好，经常打骂她，我可怜她，就把她也给带了回来。我会干活，洗衣服，什么都会干。多个人不过是天生碗筷的事，咱们家儿子多女儿少，就当是多养了一个女儿。正好前2天收拾好的厢房还能住人，我去拿一床铺盖出来，跑了1天也累了吧？你二嫂今天学着你以前做了些韭菜鸡蛋馅饼，还在灶台里温着，你们赶紧去吃吧。我们今天可真的是发了，里面收到的粮食吃10辈子简直都吃不完。从县令府邸和余府收来的鸡鸭鱼肉、瓜果蔬菜，这些也都够我们一大家子吃上好几个月的了。明天下雨，一家子在家也没啥事儿，咱们就包饺子吃，吃饱了后天正好赶路。好，都听你的。你说我们要不要通知我舅舅还有大嫂二嫂的娘家跟我们一起走？明天你跟大哥二哥可以去通知一下他们，想要走就一起走，不想走的话呢也不要勉强，毕竟我们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明天天亮了，一早我就去。最繁华的十字街口地上却躺着2个人。我家老爷已经死了，他死了，是我下的毒，他死了，我就能和张郎在一起，还能把女儿也接过来，顶替那贱人的女儿嫁去梁王府给世子当侧妃，我才是最厉害的，谁也别想挡了我的路。张郎，老爷死了，你看他已经死了，我们不用害怕了。2个疯疯癫癫的人很快被衙役带走，街上也恢复了平静。娘，昨天进城的时候割了1块猪肉，今天下雨大家也没事做，正好咱们一家子包饺子吃吧，吃饱了明天也就有力气赶路。行，那咱们今天中午就吃饺子，我去割韭菜，让你大嫂二嫂帮你去和面擀皮儿去。于穗欢和面的时候用的是灵泉水，不光能强身健体，还能增加力气。
从现在开始啊，就把这水每天都给大家一起喝，到时候逃荒的路上也不会生病。娘，等会儿呢，煮好了就给二叔他们家端过去一些，剩下的吃不完，咱们晚上做煎饺子吃，饺子用猪肉煎的，焦黄焦黄的，可香了呢。三哥，你怎么来了？快进屋说。下着这么大的雨，三表哥你怎么来了？前几天我去镇上看到今年粮税不仅翻倍，过阵子还要征兵，只要家里有成年男丁的，通通都要送去战场。我们在家中商量了许久，准备逃荒去东周。今天过来也是想告诉舅舅舅母你们一声，要不要一起走？刚才我走到运河岸边，看到河边的堤坝全都有了裂纹，而且河中水流涨势凶猛，照目前这个样子，用不了2天，河水就能冲塌堤坝，到时候沿岸的这些数十个村庄都要被洪水淹没。逃荒去东周，这一路上可不好走啊！不走的话，就怕到时候想走也走不了了。刚才我在渡口那里听到一商船上的管事说，上游的徽州府已经有堤坝被冲垮，数十个村庄被淹没，肯定是伤亡无数。三哥，咱们什么时候走啊？明天一早我们就准备动身，东西已经准备好了。大舅、舅母、表弟、弟妹，你们赶紧收拾一下，随我一起回我们家。明天咱们也好一起动身。这堤坝现在这个样子，雨下的又大，说是能撑1-2天，谁知道能不能撑过今晚还是未知数。赶紧走得好。姨娘，你赶紧跟儿子儿媳收拾家当，只拿要紧的，不要紧的就不用带了。我出去看看去。舅舅，我跟你一起去。当初朝堤拨了那么多赈灾银子过来，却被那些贪官污吏一层层的剥削，用到修堤坝上的不足1/10。这种堤坝用手一按都能按出个坑来，能抵挡什么洪水啊？简直是不把老百姓的命当命啊！主管豫州的梁王，生性残暴又好大喜功，狼子野心，现下又要攻打别的州府扩大地盘，只一味的征收苛捐杂税，根本不顾百姓死活。这种人又怎么能成事呢？三哥，我们回去收拾东西吧。咱们收拾好就走，只带上粮食、衣服、被褥、房契、地契、家当这些，破盆子烂罐的就不要拿了。娘，我带舅舅他们一起回来了。众人都坐在堂屋里闲聊。大哥，咱们还按计划明天一早就走吗？本来想着等雨停了再走不迟，反正下雨也不用去镇上交粮税。可是今天老三去周家村接他舅的时候，看到沿河的堤坝已经快要被冲垮，这雨下了快整整1天1夜了，阴影有越来越大的趋势。那堤坝估计撑不了1-2天就要决堤，到时候洪水蔓延，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咱们村。咱们村虽然没有挨着运河，可也不远，洪水决堤可不是淹没10个8个村庄就能停住的。老二，看来咱们还是要按照准备好的明天一早就走。二叔，其实不光我们这里下大雨，别的地方也在下。离我们不远的徽州府已经有堤坝被冲塌了，几十个村庄被淹没，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只是这消息还未传过来，大家还不知道罢了。我去跟村长说一下，让他通知全村人做准备。明天一大早就要走，他还没有通知义父金嘴大王，要赶紧去说。少主，我飞得快，去通知大王，让他下山来见你。遇到路滑，你上山估计不容易。这黑灯瞎火的，你就搁这里等着吧，再往前就不好走了。我飞过去看看。谁呀？大半夜的，眼睛瞎呀？没看到下面有鸟吗？乱丢东西，这么缺德呢？于翠花的注意力却被脚下的野鸡吸引。妈呀，还有这种好事儿！站在这里就有野鸡送上门。抬起头的瞬间，正好跟不远处一双铜铃般大的金黄色眼睛四目相对。我靠！谁来告诉我，这山脚下怎么会有大老虎？这玩意儿不应该是在深山老林的吗？啊，大哥，这是您的外卖不对，这是您的野鸡吧？我这是想帮您捡起来。乌鸦哥，来，把大哥的野鸡给大哥送过去。啊！大哥，你别过来啊！别吃我肉少，关键也不好吃，野鸡还给你还不行吗？你知道我干爹是什么？我干爹可是这山林里的一霸，鸟送外号金嘴大王，不是个好惹的。你要是吃了我干爹不会放过你的。干爹！义父救我！你再不来，孩儿恐怕命不久矣。该死的人类！你居然敢冒充我兄弟金嘴大王的财，看本王不一掌拍死你！没有冒充，真的比真金还要真，这只乌鸦哥可以作证，不信你可以问他。要不然我怎么可能听懂鸟说话，还能听懂您说话？人类怎么可能？您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啊？您刚才说跟我义父是兄弟，不知道您二位谁是兄谁是弟？你义父活了100余年，本王才几十年，自然你义父是兄，
本王是弟呀。那按照辈分来算，我应该叫您一声二叔，二叔在上，小侄在这里有礼了。我姨父马上就过来了，咱们在这儿等一等。你们兄弟二人也好久没有见了吧？等会儿呢，可是要好好叙叙旧啊。乖乖嘞，二叔，神的二叔，死丫头这认亲戚论辈分，真的有自己一套独特的逻辑呀。这声二叔直接把大老虎给干蒙圈了，这就是亲戚了。姨父，可想伤害我了。晶晶大王，贤弟，你怎么也在这里？哎呀，贤弟，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本王的崽，已经修炼成人，怎么样？是不是很羡慕啊？金晶大王呢，呆愣愣的点了点头，羡慕他倒是没有，差点震碎他的三观。糊弄谁呢？你都没修炼成人，你的崽儿咋可能？比你都能修炼，就算是打娘胎开始练，他也练不成，指不定谁给他戴的绿帽子呢。硬说这人类是他的崽儿，也就他傻不拉几的相信，还说什么义父，扯这个谎头干嘛呢？当谁还不明白了？当他金晶大王这几十年白活了，也说不定是这个人内狡猾，忽悠这傻大鹰也说不定。我儿，这是为父捡来的所有东西，全都交给你。接连2天一直下暴雨，这山中也要有天灾发生了，实在是不宜居住下去，所以我带领他们准备换个山头生活。我儿，你也要赶紧搬走才是，这山下也并不安全，到时候山洪爆发，有性命之忧啊。我知道，姨父，你们这是要搬到哪里去啊？我带他们准备搬去东周的蓬莱仙山，那里数十年前我曾经去过，仙气缭绕，最适合居住。那正好，姨父，我也准备搬到东周去，咱们正好能一路。不过我要跟着人类的大部队一起走，反正姨父你们都是用飞的，咱们一路上可以相互照应。贤弟，你这是要前往哪里啊？大哥，我这是要前往东周的蓬莱仙山，我表哥正好在那边，我准备投奔他去。那正好，咱们可以一同前去，你我暗中还可以多多照顾我家崽，毕竟人类都狡猾多端，这一路上指不定有人想害我儿性命。这事儿好说，既是大哥你的崽，那也是我的侄儿，自当要好好维护。姨父，时间不早了，我也该回家了。咱们明天一早在村口集合，你记得派一些鸟暗中看好我啊，咱们不要失去了联系。放心吧，我儿，你赶紧回去吧。姨父，二叔，那我就先走啦。好家伙，你这可是要发大财了！我的个乖乖，也不知道这金嘴大王都是从哪儿淘来的这种好宝贝啊！金线做的小被子。这么大的雨，你去哪里了？没什么，就是出去随便看看。你们商量好了？你师父吴猎户你通知了没有？早就说过了，明天一早村口集合。一阵急促的敲锣声响起。李家村的老少爷们们，大家都别睡了，赶紧起床收拾东西，逃荒了。运河的堤坝都冲垮了，已经淹了好几个村庄，老少爷们都起来赶紧逃命了。幸好李老大和李老二家早已经准备好了。行了，一个个都别哭了，听我说，咱们大家都还算好的，至少保住了性命，也幸亏前面那几个村子都通知的及时，洪水决堤的时候，村子里的人都跑了出来，没有伤亡。听说徽州府那边运河也是半夜决的堤，好多人都还没来得及跑出来，有甚者一家子都没留下一个活口。村长，那我们逃去哪里啊？这个要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大家有亲戚在别的地方的可以去投靠亲戚，没有亲戚的咱们就往东走。往东边地势高，也大多都是平原，听说永宁府、东周府那边百姓的日子过得都非常富足。我们都听村长的，主管咱们豫州府、徽州府一带的粮网，只会加重赋税，压榨老百姓。如果真的要走的话，索性就离开豫州府这一带，到别的王爷管辖的地方去，说不定还能谋一个生路。大哥二哥，你们肯定是要投靠三哥吧？不若剩下的人咱们都一起往东走，大家呢也好有个照应。李老大下意识的去看三儿和三儿媳妇儿。如若大家也都愿意往东周去，那咱们就一道，正好路上也有个照应。众人的心情都很沉重，一刻都不敢耽误的快赶路。谁知道那洪水蔓延到哪里，会不会淹过来？娘，铁娃不哭，都怪娘，摔这个没有？兰儿，你没事吧？来，孩子给我抱。当家的，你这腿本来就受了伤，推着车子还要背这么多东西，再抱着孩子还不累死？我来抱吧。看到这一家子三口，残的残，弱的弱。大壮，把你家铁娃放在我们家推车上吧。孩子又瘦又小，左右不多带一个。谢谢李大伯。
远亲不如近邻，李大伯的恩情，大壮记在心里了。以后如果有用到我们夫妻二人的地方，您开口便是。不用客气，咱们李家村姓李的都是一个祖宗，大家逃荒本就是苦难，互相帮助那是应该的。快走吧，天黑之前，咱们还要找一个能避雨落脚的地方。哎呦，我的乖孙大宝啊，怎么哭了？是不是扎到脚了？来，快来让奶奶看看。奶奶，我腿疼死了，不想走路，我也想坐推车吃炒豆子。你都多大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逃荒呢，还想坐推车吃豆子？你想不想挨巴掌？信不信老子抽你？哎呀，你吵孩子做什么？他才多大，走了一天能不累吗？想吃炒豆子怎么了？他大奶奶家不是多着呢，还能不给孩子吃一点？孩子他大奶奶呀，你家推车地方那么大，空着也是空着。你看让大宝也坐上，咱们怎么说也是自家人不是？娘，你说什么呢？这路多不好走，程兴兄弟和程锦兄弟推车就够不容易了，上面已经坐了4个孩子，你让大宝瞎起什么哄？孩子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你瞎说什么呢？论关系呀，咱大宝可比铁娃亲近多了，咋就不能做了？他大奶奶还能不心疼孩子？看你这话说的，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我2个儿子推车就够不容易了，不用用力呀。你家大宝想做，不然你过来推车子。轻飘飘一句话就想让我儿子白干活，你长得不美，想的还挺美。家里没镜子就去运河照一照，脸咋这么大？别整天老是想着占便宜，当别人是傻子。哎呀，他大奶奶都是自家人，你咋跟孩子计较那么多，说话这么难听啊？娘，咱们家又不是没推车，把大宝抱上去吧，你也在后面一起推。俺大伯娘说的对，你别胡搅蛮缠。呸！真是分不清远近香臭。等我家大宝以后有了出息，可别到时候求着我们想沾光。吵吵什么？现在大家这是在逃荒逃命呢，别老想着整幺蛾子。谁要是再拎不清饭魂，别怪我不讲情面，把他们赶出队伍。自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丑话我可说到前头了。各位父老乡亲们，我是本县的师爷，大家称呼我冯师爷就好。听说挨着运河的各个村庄惨遭洪水淹没，大家不得已举家逃难，流离失所。正好我们吉水县的县太爷是个爱民如子的，愿意接纳一小部分的灾民进城谋生，安家立命。咱们吉水县远离运河，人杰地灵，百姓家中人人富裕。若是谁想在这里安家的，可以在这里报名。咱们县里面空着的宅子院子还有不少，乡下那儿也有不少荒地可以开发，前3年免赋税。大家伙儿请放心，不管是县里的宅子院子，亦或者是乡下的宅基地，价格都非常便宜。有没有不想奔波劳累居无定所的？吉水县都敞开大门欢迎大家。这吉水县也算不错，大家有点闲钱的，不如就留在这里。村长也不想走了，东周路途遥远不说，这一路上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去到哪里说不定半路命都没了。李老大李老二一家是投奔李老三而去，他们又没有非要去东周的理由。见村长如此说，剩下的几家也都准备留下，只有李大壮一家3口没动，他们身上半两银子也拿不出来，就算把车上的粮食都卖了，也凑不够买最便宜房子的钱。就算买了房子，最后吃什么呢？总不能饿死。李大伯，这逃荒路上鸡也养不成，这只就送与你们吃吧。哎，你们2口子是知报感恩的，只是现在日子艰难，铁娃娘眼睛不好，你腿脚又受了伤，这鸡你们自己留着吃，以后要相互扶持的日子多着呢。大壮，你们总共才2只鸡，留着给铁娃补一补身子吧，我们带的干粮够吃。娘，既然是大壮哥送的，那就拿着吧，不如喊他们一家子过来，今晚上跟咱们一起吃。等一会儿吃过饭，你就把咱们家做好的咸菜和干饼子给他们拿过去一些，就当做是礼尚往来。他们提前没准备，肯定是没啥吃的。好，听你的。咱们带的水也用的差不多了，不如拿这些吃的送给守城的官兵交换一下，让我们能进城打一些水。各位官爷，打扰了，自家炖了些鸡，想着孝敬各位官爷一些，你们守城辛苦了，还望各位不要嫌弃。真香啊，真是好手艺。这鸡肉炖的咸香麻辣，真是好手艺。这城中的酒楼饭馆哪个我都去过，还从未吃到过这么好吃的鸡。那人手艺粗俗，上不得台面，几位军爷喜欢吃便好，是我们的荣幸。各位军爷，
能否行个方便，让我们进城打些水来？这逃荒路上少吃些可以，可是不喝水是真不行。这事儿简单，进了城门就是我们驻守的地方，里面就有一口井，我让人带你们进去，你们随便打水就是。石大哥，你这是怎么了？莫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唉，这病一到阴雨天就犯，可真是折磨人。无碍，只是起得猛，这么多年也早就习惯了。当年我上阵杀敌的时候，在雪窝里一待就是2、3天，也没什么毛病。现在老了，不行了。六子，你带他们进去打水。刚才冯师爷过来找人登记进城的时候，你们家为什么不进城呢？哎，不是我吹，咱们吉水县跟别的几个县比起来，那真是富裕多了。小兄弟，就凭你那人这做饭的手艺，如果在县里能开个饭馆子，那生意绝对火爆。到时候你们一家子还愁站不稳脚跟吗？官爷，不是我们不想进城，是实在没银子呀。我们一大家子10几口人进城安家，要买宅子，想要做生意，还要支摊子，哪来那么多银子呀？相公，你看这里这么多房子，咱们今晚上要是能够住在这里就好了。要不然我们拿些银钱出来给那石将军，让他给咱们弄2间房子，大家挤一挤，将就一夜，也好过在外面草棚子里受罪来得好。不妥，想要在这里睡觉过夜，拿银子多了恐遭人惦记，拿银子少了，那石将军不一定能看得上会答应。我有办法，也会试试看行不行。石将军，小夫人多嘴敢问一句，您这膝盖是不是一到阴天下雨就疼痛难以忍受，平时还好上一些？确实如此。这位小娘子，你怎么知道此事？回将军，小夫人祖上曾在前朝担任御医，后来家道中落，家父就一直在村中当着赤脚大夫。小夫人从小耳濡目染，倒是略通一些岐黄之术。您这病虽然不能根治，可也有法子去缓解一下，让您以后阴天下雨没那么疼。将军少年时保家卫国，骁勇奋战，落下了病根，如今又守护一方百姓平安，着实令人钦佩。小夫人愿意为将军尽一些绵薄之力。小娘子谬赞，男子汉大丈夫，保家卫国都是我等应该做的，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哎呀，没看出来呀，这位小娘子你不光饭做的好吃，居然还会医术啊！呵呵，您家祖上出过御医，那医术肯定了得。快给我石大哥看看，这病真是太折磨人了。那就麻烦小娘子给在下看一看，这病确实是扰人的紧。石将军，这药酒是我们家祖传秘方，经过几10种珍贵药材炮制而成，能够活血化瘀、消肿止疼，去除您膝盖里面的湿寒之气。只需要每天涂抹1次，手掌按摩1刻钟，揉搓至发热吸收即可。现下天气不好，病情发作，疼痛难忍，您现在就可以用上一些，多揉搓一会儿，看看效果怎么样。小娘子真乃神医呀，这药酒效果是真的好，只涂抹这1次，我这腿就不觉得有那么疼了，还热乎乎的。大恩不言谢，以后有用得着石某的地方，神医只管开口，在下定不推辞。神医，我也有些小毛病，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能不能帮我也治一治啊？我最近老是半夜醒来就睡不着，浑身燥热的很。你说下雨这么凉快的天气，还总是觉得热的睡不着，我这什么病啊？石将军，我看守在此处城门的官爷们也不在少数，你们保护一方百姓的平安着实辛苦，平时肯定也是劳累不断，有什么病痛想必也是挺一挺就过去了，少有时间去看大夫。小夫人虽不才，小病小痛的也能治的，我愿意为大家轮流看诊一番，也算是尽一些微薄之力。神医大义，我替兄弟们先行谢过，我这就在驻地给你们2位安排房间，不能让神医看完病还在城外草棚过夜。麻烦石将军能不能在你们驻地给安排上2个大房间，给小夫人家人住，家中长辈年纪大了，我们住房子不能让他们睡草棚。应该的，我也正有此意，我现在就让人去安排。李承锦对自家小娘子的崇拜又多了一分，这就解决了全家的住宿问题。杨婆子不甘心，把自己炖好的鸡夹了几块没有什么肉的骨头放到小碗里。哎呀，官爷啊，这是自家炖的鸡肉，您尝一尝。我家孩子小啊，受不得苦，您看能不能让我们一家子也进城去呀？走，哪里来的疯婆子？这里是城门口重地，你当你家村头啊？还想进城去？再敢来这里多事，老子就把你关进大牢里！哎呀，老天不开眼呐！凭什么那小贱蹄子端着吃食过去就能进城里去？莫不是他仗着年轻漂亮勾引了守城将军？呸！一家子不要脸男盗女娼的玩意儿！
居然让儿媳妇去勾引守城军，只为了一家子能够进城住一晚，一家子下作的玩意儿，什么东西啊！呸！几位老姐姐啊，你们在说刚才进城那家呢？我们一个村的，有啥可羡慕的呀？哎呀，你们是不知道，那家子啊，脏事一堆，一家子男盗女娼的玩意儿。他家那三媳妇啊，长着年轻漂亮，成天的勾搭野男人。你们也看到了，谁家媳妇儿啊，那副样子做派，那股子狐媚劲头浪得很啊！说不定啊，就是勾搭上了守城的将军，这才带着一家子啊进了城。你说的可是真的？这让自家媳妇去？哎呦呦，真是败坏门风，家门不幸。我跟你们说啊，他们一家子啊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哎呀，杨婆子终于找到了发泄口，对这一家人就是一通抹黑，一个都不放过，说得绘声绘色，就好像是他亲眼看到了一样。不过短短半个时辰，外边的所有灾民全都知道了，他们一家之所以能进去里面住，全都是因为他家那个儿媳妇勾搭上了守城的将军。于翠欢此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名声已经让杨婆子坏的人尽皆知。他坐在桌子前，他只管把脉治病，开药方子，抓药的话还是要让他们自己去医馆。学了这么多年的中医，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其实你这个也算不上是什么大的问题，就是怎么说呢，太年轻，身子太好了，是应该早日娶个媳妇儿回家。这个我睡不着，跟娶媳妇儿有什么问题啊？再说了，娶个媳妇儿叫两个人一起睡，这两个人抱在一起睡不更热了？那不是更睡不着？这个问题简单的很啊，回去问一问石将军，或者是你们同僚其他有娘子有孩子的，他们都能够帮你解答这个问题。少主，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是二毛，二毛带着一群鸟出去觅食的时候，被一群官兵给射伤了。他们还射伤了我们好多鸟呢，剥了皮放在火上烤，烤的油滋滋直冒烟。射伤二毛的那箭上面有毒，少主，二毛哥哥可能快不行了。二毛和义父他们在哪儿？快带我过去！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相公，我的一个好朋友鸟被这官兵给射伤了，现在性命危在旦夕，我要赶过去救他。可这个时辰城门已经关了，没有什么重大事件，城门是不许开的。黄毛，二毛跟义父他们在城内还是在城外？少主，不用出城，顺着那条路一直往前走，有好大一片树林，大王他们就在那里歇脚。走，快带我过去。娘子，咱们两个骑马去还能快一点。这马这么听你话，你牵他出来，他居然连叫都不叫。可能是他跟我投缘吧，我拉他出来的时候，他就自愿跟我走。少主，前面那两个帐篷就是那些上了二毛的官兵，他们还不死心，又在树林里搜索了一番，没找到才作罢。走，先带我去看二毛。二毛，我的二毛，你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伤在你身，痛在少主心。放心吧，少主我一定去给你报仇。我的二毛，来，快来喝点水，喝了这水，你的伤就能快点好。少主，你估错鸟了，受伤的是三毛，二毛我在这里呢。啊，受伤的是三毛啊？下次是谁受伤说清楚啊。少主，我不是有意的，听到受伤了也没听清楚到底是二毛还是三毛。三毛，我的三毛你放心啊，少主是不会让你平白无故受这个罪的。于秀欢喂给了三毛许多灵泉水，又用灵泉水把他的伤口给洗干净。好啦，三毛放心吧，这伤不出个3-5日就能结痂，10天半个月就能好的差不多。幸亏我儿会医术，不然三毛今天可凶多吉少了。哼，那些人类实在是太可恶了，平白无故伤我的手下，还把他们剥皮拆骨放在火上烤，我要把他们全吃了，方能解心头之恨。大王，你冷静一点，那些个人身上个个有刀剑，咱们虽会飞，可他们剑术了得，而且剑上还有毒，不能冲动啊。义父，您先消消气，仇肯定是要报的，你容我想想办法。二毛，你们探听清楚了没有？他们这帮人一共是有多少人？少主，我观察他们1下午了，一共有6个人，他们每个人都骑着马，好似不是中原人，说话怪怪的，而且他们还拉着一辆马车子，后面有一个非常大又结实的铁笼子，里面有一只大老虎，那体型看起来跟金睛大王差不多。少主，他们确实不是中原人，是蛮人。我以前在蛮荒之地待过，胡人就长他们那个样子，而且说话也一样。既然他们手中有刀剑，咱们会飞确实不占什么优势，不能硬来，看来只能智取了。义父，怎么只见你们没有看见我二叔呢？你说金睛大王吗？我和他虽兄弟相称，可关系毕竟还没到生死之交的地步，你想让他出头替我们报仇，想来有些难度。那些人有刀剑，在人类中算强者，
你二叔虽为虎中王者，可面对数人还是免不了会受伤的，他不一定会愿意。这个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他们肯定会愿意的。走，义父，你带我前去找他。李承锦面色无余，内心的震撼却不亚于10级地震。这么大的雕，比他还要高一点，而且不止一只，是一群，都是他娘子的好朋友。他们虽然在叫，可他能感觉到是在跟他娘子说话。这是什么特殊能力？我儿，你二叔金睛大王就在这里休息。二叔，二叔，你在家吗？二叔，二叔，二叔，你要媳妇儿吗？只要你开金口，我立马就给你送过来，长得可漂亮了。这通身都是雪白的毛，一双水蓝色的大眼睛忽灵忽灵的，那身姿优美，就我看了都觉得迷人。想必这种通身雪白的老虎，一定是虎中贵族吧？二叔，二叔你在家不？你要是不喜欢，咱也不勉强，那我可就走啦。侄儿啊，你喊我可是有什么事儿啊？自然是好事啊，天大的好事！二叔，你看你长得龙虎精神，仪表非凡，一表人才，身姿矫健，气宇轩昂，威武不凡。就咱这么好的条件，肯定要一只配得上你的二婶，不是？我刚才路过的时候，正好看到了一只白色的母老虎，那长得叫一个漂亮，只可惜啊，唉。可惜什么？你倒是快说呀！是你二婶受伤了，还是怎么了？没受伤，只是他被人类抓起来关在了笼子里，看着就可怜哟。要我说，二叔，你要是能去英雄救美，从天而降把他从笼子里解救出来，他一看到您这么帅气逼人的身姿，肯定会芳心暗许，非您不嫁。到时候不就……那还说什么？赶紧走吧！去晚了，说不定你二婶就要被他们带走了。哼，小样，我还拿捏不了你。金嘴大王一旁听得目瞪口呆，学废了呀！哎，二叔，你先等等啊！那些个人都不一般，手中是有刀剑，你自己一个去肯定是不行。我让义父带着二毛他们一起去，给你帮忙。你心里也不用太感激，毕竟你跟我义父啊，那可是800之交，结拜兄弟。兄弟是什么？兄弟之间叫两肋插刀，单杆相照。为了你的终身大事，他肯定是要尽心尽力，义不容辞。亏他一开始还觉得金嘴大王这崽儿太过滑头，现在看来啊，是他看走眼了。这个侄儿啊，是个厚道的，处处为他着想。他们父女2个啊，都是讲义气的，以后他再也不会那么想了。大哥，以后你就是我亲大哥，你的这份恩情我记下了，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只管说，我金睛大王肯定不会推辞半分。金嘴大王愣了一下，呆呆的点了点头。看看，还得是他的崽儿聪明啊，让金睛大王来帮忙，他还感激涕零的。要是换成他来，这话就应该是他对金睛大王说了。出发之前，于随欢取出了特别多的灵泉水，让义父、二叔还有二毛等所有的鸟都喝了个饱。现在大家听我指挥，他们一共是6个人，夜晚只留着1个人放哨，其余的人都在帐篷内睡觉。义父，你派几只鸟儿叼着火折子过去，把他们的帐篷给烧了。二叔，你负责偷袭那个放哨的，保证一击毙命，千万不要让他叫出来，惊醒了那些睡在帐篷里的人。放心吧，侄儿，我定会扑上去一击毙命，咬断他的喉咙，不让他发出一点声响。这帐篷本就是油布做的，见火就着，火还特别旺盛。他们一个个也顾不得穿衣服拿刀剑，火人一样从里面冲出来，一个个的争先恐后往小河里跳去。他吩咐2毛、4毛、5毛、6毛都守在小河的上空，哪个敢露头啊，或者想上来，直接就给他们一爪子，对着脸就是挠。死了1个，河里有5个，说明6个人已经全部被控制住。正好报应啊，来报应了，让他们全部去死！伊丽娜手持弯刀，一个接一个，犹如砍瓜切菜一般，刀刀直中要害。娘子，你不用可怜他们，蛮人在我国边境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听说爱残害幼童为乐趣，手上不知道沾染了多少条人命。你没事吧？谢谢你，我没事。你是蛮人？放心，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他们跟你一样都是蛮人，为什么这么对你？他们这些都是畜生，为了争权夺势，对蛮王族痛下杀手，几个月的花花也不放过。我弟弟才不到1岁，被他们放干了血，活活摔死在祭台上。他们是一群没有人性的恶狼，死有余辜。救命恩人，请允许我再次对你们说感谢。我叫伊丽娜，是蛮部落的公主，我的家人
全都被叛徒一线杀了个干净。我千辛万苦逃跑到你们大楚国，想要救援，没想到还是被一线的手下抓到了。他们折磨了我一路，不让我死，就是为了把我带回去，放干血，慢慢晒死，祭祀天神。阿丽塔，你醒醒，你没事吧？可怜我们满族的圣手阿丽塔，一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把我们满族的圣手准备献给大楚国的梁王，供他们玩耍去了，是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这梁王还真不是个东西，在自己封地大肆收敛钱财，不顾百姓死活，还联合外族之人，只为了满足自己一己之欲，就要挑起征战。于穗欢暗戳戳的想，他现在就想把梁王府给他搬空了，看他还怎么作妖。那你现在要怎么办？我要去梁王府刺杀梁王，要不是他提供兵器粮草，一些也不可能壮大的这么快，能杀了我全族。我要为我的全族报仇，杀了梁王以后，再去杀了一些。这有目标是个好事情，可是他这个目标似乎有点难实现。恩人，这只老虎是你喂养的吗？如果不嫌弃，我想把我族的圣手安丽塔托付给你抚养，它是一只母老虎，正好可以跟你养的这一只配对。安丽塔从小陪伴我长大，如今我只希望她能平平安安的活下去，我再也没有能力照顾她了。你叫阿丽塔是吧？你家公主把你托付给了我，还顺便给你找了个人家，哦不对，是对象。给你隆重介绍一下啊，这个可是我二叔，长得气宇轩昂，威猛不凡。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让他照顾你下半辈子。金睛大王听到这话，不由得来了精神，立马站得直直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他家大侄子可算是说到正题上面了。阿丽塔，你名字真好听，呵呵，我大名金睛大王，小名阿强，身高就这么高，体重和去年一样。你放心，跟我一起后绝对不让你饿肚子，我会为你打下一整个山头作为聘礼。这个你们两个可以相处着看看啊，试一试。我二叔1.25米的大个，那在虎中也是大个了，而且他恋爱脑，只要嫁给他，顿顿就有肉吃。咱就说五湖四海翻了个遍，也找不出这么勤劳能干的。于穗欢能看出阿丽塔心中想的是什么，人家那么漂亮，在虎中估计都是4大美女级别，看不上二叔那个恋爱脑啊，很正常。可是我怎么感觉他不是很聪明的样子？你放心，日常智商够用了，饿了知道捕食，下雨了知道往洞里跑。老虎能多聪明啊？又不是猴子。主要是他对媳妇儿好，说不定你们时间久了，那就日久生情了，是吧？这单着不是单着。你可以先跟着我二叔，这总待在笼子里也不是个办法，让他带你去捕食，先填饱肚子。伊琳娜姑娘，我们要去的方向也是去豫州城，梁王的府邸就在那里。要不然你跟我们先一起走吧。不，我不想连累你们，这个仇我自己报。我知道你们二位叫什么名字，我这次能大难不死，全靠二位的救命之恩。我叫于穗欢，这是我相公李成锦。于姑娘，救命之恩，伊丽娜以后有命再报。于穗欢看着那匹马，还有4辆马车以及物资，准备全都收进空间里，也不知道他的空间能不能放活物。下一秒，马和马车一起消失了，出现在空间里。看来啊，活物也能收进去。哈，好宝贝！既然外边这么危险，他倒是可以把义父他们都收进空间里。娘子，马这样的活物也可以放进去吗？可以的，相公，我们又发财了。这么多马车啊，咱们赶往登州去的话，哎呀，不需要再用2只脚走路了，驾着马车10几天的时间，应该就能够赶得过去。确实是不用路上受苦了。义父，我带你们去个好地方。次日清晨，大壮哥，你这是怎么了？前阵子伤了腿，还没休养好，昨天又走了整整1天，这会儿子腿肿得厉害，疼得钻心，怕是要走不了路了。你等着，我让我家娘子过来给你看一看。大壮哥，这个是消肿止痛、活血化瘀的，你自己慢慢的擦上去。你现在腿肿的这个程度，我们也不敢碰你。麻烦你了，程锦家的，你们这一路来照顾我们的了，本来不想给你添麻烦，还是要麻烦你。都是一个村子的，互相帮扶，那不是应该的吗？昨天你就应该开口了，都怪我也是太忙没有顾得上。大壮哥、秋兰嫂子，你们现在这种情况也不宜赶路，不如这样吧，我去求一求石将军，让他允许你们在这儿休养上一阵子的伤，等你们伤好了，是在这个吉水县谋点生路，还是去哪儿，都在于你们。这会不会太麻烦了？不麻烦，你们先歇着，我去找石将军。神医，
听说昨晚你给兄弟们看病看了许久，今儿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不多休息会儿？多谢石将军关心，这些个药酒都是我连夜为你配置好的，应该能用上好些时候。真是太谢谢神医了，咱们萍水相逢，您能做到如此，我石守城欠你一个大人情啊！石将军不必如此客气，我也有一件事想要求您。跟我们一起逃荒的李大哥，因为伤了腿，线下是不能赶路了。我想要求您让他在这儿留一段时间，养一养伤，等伤养好了再让他走。神医，这都是区区小事儿，您只管放心，他安心在这里住着休养，等伤好了想走就走，不想走我再给他寻个差事，绝对不能让他婆娘跟孩子饿着肚子。正好驻地管做饭的婆子有事回家去了，就让他婆娘顶上，每天做饭也有几10文钱的工钱可以拿，足够他们过活。这可是个大好事啊！真是太谢谢你了，石将军，我这就去告诉他去。他回去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了李大壮两口子，秋兰更是激动的直接就要给于穗欢跪下。兰嫂子，我也是觉得在这里比逃荒强，你在这儿做饭，每天都有这几10文钱的工钱，可比种地要强多了。等大壮哥的腿好了，石将军也答应给他谋份差事，到时候你们夫妻2个挣的银子足够一家生活。不过有一点啊，现在世道乱，挣了银子记得存起来，先别在这里置房买地，说不定以后有什么战争荒灾的，拿着银子还可以走。好，妹子你放心，我们都听你的。于穗欢又给他们留下了3大罐的药酒，以及1大壶的灵泉水。这个水里加了不少的药材，喝了可以强身健体。兰嫂子，你跟铁娃都可以喝，不容易生病的，对你的眼睛也有好处。娘，西边太平，我们去西边多好，为什么非要跟着他们一起往东边走呢？哎呀，儿啊，要说还是你年轻，学着点儿。李老大一家都往东走，指不定是守城的官兵跟他们说了什么，所以他们才往东去的。咱们就跟在他们后面，准没错。大家都注意一些，这种路可能会有山匪、土匪出没。要不要我拿一些刀剑出来，给大家防身用？你站在骡子车旁边，偷偷拿些斧头、短刀、短剑的塞到车上面，太大的会引人注目。等你塞好了，我再把这些东西从骡子车上拿出来分给他们。此什么来着？过来，这是忘词了。此山是我栽，此树是我开，要想此路过，留下买路财。三当家的，以后这事儿交给我，您只管坐镇就好。哎，瘦猴，这词儿你念错了。我想怎么念就怎么念，我高兴怎么念就怎么念。胖狗，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让你出来是干什么的呀？嘿，你说我出来干什么的？你说错了还不让人说，你什么态度啊？我就这么态度，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你想干嘛？嘿，你动我一下试试。哎呦呵，试试就试试。哎，你敢推我？我推你怎么了？我咬死你！你敢咬我？行了，下次不说这词儿不就行了？麻烦，你们赶紧上去把他们2个拉开啊！怎么着？从我这狮头领过不留下买路财，你们还想走？各位大爷呀，好汉呐，我们都没银子。哎呦，我们就是逃荒来的，身上哪有银子呢呀？哎，把你那衣服脱下来给我看看，老子就不信你身上没有银子。哎呦，我老婆子这么大岁数了，哎呀，你让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脱衣服啊，还不如让我去死啊！没天理呀！娘，你有银子就给他们，也好放咱们赶紧走。闭嘴，瞎说什么呢？我哪里有银子？死老婆子，再敢在这里吵吵嚷嚷的，我就把你头剁下来喂狗！赶紧把银子拿出来，老子可没什么耐心。哎呀，好汉饶命啊！我是真的没银子。哎，你看前面他们家，哎，他们家有银子，又富有。你看，又是驴子车，又是骡子车的。他们家的儿媳妇啊，长得还漂亮，跟个狐狸精似的，抓到山上啊，去当压寨夫人都使的。各位好汉，你们快去找他们家要银子，放过我们吧！死老婆子，顶你个肺啊！去你个叉叉！这些土匪要不弄死你，让你活下来，回头我也得想办法送你上路。老子怎么做事还用你来教？他娘的，老子抢劫谁还要听你指挥不成？我没银子，真的没银子，没法活了呀！黝黑汉子手中的砍刀手起刀落，直接把杨婆子的头给砍了下来。李青山看到这一幕，大叫一声就要往前冲，却被身后的香草一把抓住。当家的，你可别冲动，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跟大宝可怎么活？
难道我们一家4口全都去死吗？其他几家人见土匪一言不合就杀人，再也不心疼那点银子了。好汉饶命，这是我们所有的家当了，保证一个铜钱都没藏。行了，把银子放下都滚吧，全都是一些穷光蛋，就这么一点银子还不够老子喝花酒呢。李青山眼眶通红，虽然他娘这个人自私自利又蛮不讲理，可那毕竟也是他亲娘，现在惨死不说，他还不敢上前去收尸。要说起来这事儿啊，也都怪他娘非要跟着李大伯一家往东走，现在好了，还没走多久就把自己的小命给搭进去了。被抢劫的这几家人也不由得在心里暗暗骂杨婆子，要不是听了他的话，也不至于把身上仅有的钱财全都捐献给了土匪。交了钱的人家都走了，现在只剩下于穗欢他们这一大家。那死老太婆说的还真对，没想到居然还能遇上这等绝世美人。你们现在赶紧滚，我还可以考虑放你们一条狗命。你一个小白脸口气还挺狂妄啊，信不信？这位好汉好身手，我等有眼无珠得罪了。正所谓不打不相识，不如交个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哎，好汉说的对，不打不相识，我们也愿意交你们这个朋友。哎，要说起来，这咱们还是一家人呐。一家人？难道你们以前也是土匪？于穗欢也不废话，抽出一把斧头，一斧头劈在旁边一棵碗口粗的大树上。实不相瞒，我等来自梁山，我们梁山有山有水，绵延数百里都是我梁山地盘。我家大哥占山为王，单单我们山上当家的就有108个，108个当家的，个个武艺高强，身手不凡，有赤手空拳能打死老虎的，有一口气能拔一棵大柳树的。我梁山兄弟们更是多达上万人，我们夫妇2人在108当家中呢，也只不过是排在最末位，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你看这事儿闹的，原来都是自家兄弟，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就是一家人，都是一家人。二位当家的，为了表示赔罪，请二位当家的到我们黑风寨一叙，我等兄弟给二位接风洗尘，如何？2位兄弟不用如此客气，咱们都是粗人，不讲究这个。我们此行乔装打扮，那是因为要去干一票大的，时间紧急，这还是要抓紧赶路。等下次路过这儿，定当去上山，与2位当家的一醉方休。其实黝黑汉子说的也是客套话，这2位杀神要真上了山，他还害怕这2位反手把他们山寨给抢了呢。能赶紧走啊，那是最好的。既然2位有重要事情在身，那我们也就不强加多留了，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好说好说，以后各位兄弟到了我们梁山，一定要告诉我，我请各位喝酒吃肉。一定。 2位当家的，那咱们就此别过，我们就先走了。20-30个土匪立马分成2排，规规矩矩地站在道路两侧，就差鼓掌欢送了。于穗欢手中提着斧头，大摇大摆地从一行人前面走过。兄弟，你们这山上的野鸡兔子可真肥，看着不错啊，比我们梁山也不差什么。当家的，这野鸡野兔可是我们狮驼岭特有的，味道肥美得很。您要是不嫌弃，送给您尝个鲜。嗨，不嫌弃不嫌弃，这怎么好意思呢？兄弟如此热情，那我就收下了。2位当家的，那我们就此别过。你慢走。妈呀，刚才真是要吓死人了！杨婆子一刀就被咔嚓送走了。杨子，你刚才说的那什么梁山108好汉都是哪里听来的？画本子啊，以前我最喜欢看画本子啊，我骗他们的，谁知道他们居然信了。三弟妹，你这胆子也真是太大了，把那些土匪都吓住了，了不起。原以为这逃荒路上肯定要天天吃苦，能勉强填饱肚子就行，没想到这顿顿肉管饱，比在家里吃的还好啊。那可不是，准备的干粮去了大半，以后日子咋过？娘，这东西做好本就是要吃的，空了正好人还可以轮流坐上去歇歇脚，不是啊？我跟相公现在进城一趟，看能不能买头驴子或者是骡子。这大中午的太阳毒了，你们也在这儿多休息一会儿。行，那你们2个万事小心。2位公子有什么需要的？咱们车行东西最全了，马鞭、马鞍、马车，各种车架子、棚子，咱这儿都应有尽有。我要给这匹马配上车架子，要结实好用。有，2位公子您里边请，是要定制的小件给做，还是要现有的呀？现有的吧，我这还要赶时间，现在就要。得嘞，您跟我来。就要这个吧，这线下天热，这种的倒是凉快。还有这种棚子，再给我拿上4个。
掌柜的，我就要这种的马车架子，多少银子？我们家公子还要忙着赶路。姑娘，这种的没有了，您要不去屋里再看看其他的？那还有这么大的吗？没了，都是一些小的，不过也差不了多少。掌柜的，这个车架子是否能先卖给我？我出双倍的银子。哎呦，姑娘，那不行啊，人家已经付过银子，做生意要讲究信用。掌柜的，你可知我们家少爷什么身份？东州尚书令家的嫡子，路过你们这儿买你们家车架子，那是你们家的荣幸。我就要这个大的，我出3倍银子总行了吧？可这车架子已经卖了，小老儿我也是没办法，姑娘还是换一个吧。二位，你们2个再换一辆车架子吧，这辆归我了，我会多付给你们一些银子，能让给尚书令家也算你们的荣幸。原来是尚书令家，没听说过，我管你上书还是下书，我的东西给多少银子都不卖。店伙计，把那4个车棚子给我装车，我还有急事。你竟敢耍我，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不是说去买头骡子或者驴？这怎么一下子买了5辆马车？我的天哪，这马多金贵，一匹马比得上5、6头驴了。娘，这都不是买的，别人送的。我们本来也是想要去买一头驴子或者骡子，这路上恰巧遇到了一个老人昏倒，于是我跟相公就救了他。没想到这个老人居然是这城中首富，富贵非凡。他为了感谢我们，就送了5辆马车。我们本来是不要的，但是这盛情难却，就只好收下了。李承锦本来还在酝酿要说什么好，没想到自家小娘子这么能编，张口就来。保不齐啊，以前天天的净看画本子了。就是这样的，娘，我们不收，那老伯还生气，只能收下了。这下子我们去东州可就快多了。娘，你把咱家东西都收拾一下，那些破衣服什么的，能不要就不要，东西精简一下，让舅舅家和吴师傅的行李啊，都放在驴车和骡子车上，人就坐马车，这样我们才能赶紧赶路。现在是逃荒路上，时间越久越麻烦，这横线已经开始征兵，一路上指不定要发生什么事呢。掌柜的，要2间大通铺，多烧一些热水，再给我们的牲口提供一些草料。您看这银子够吗？够了，小多，带客人去后院大通铺去。掌柜的，这客栈我们家公子包下了，你还是让他们这些人到别处去住吧。开什么玩笑，这深更半夜的，方圆几十里只有这么一家客栈，我们是先付过银子的，总是要有个先来后到，已经付过银子，凭什么赶我们走？再说了，你们这些人也住不了一个客栈，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什么事不要做得太绝。穷山恶水出刁民，你一个乡下丫头懂什么？我们家公子身份尊贵，闲杂人等不得靠近。我们有银子，想包下就包下，你有银子你也可以，没有就赶紧滚。这位客官，你看，我把你给的银子退给你，你们去别处住宿去吧。掌柜的，做生意可不是你这样做的啊，你确定要这么做？小丫头，你家公子这是有喘病，是病得治，用药才管用啊，又不是什么闲杂人等靠近他才咳嗽的，也说不定是你们这些人伺候的不尽心，那心思都放在了别的地方。再说了，我们住下等房，你们住上等房，这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做人还是要多积德行善，才能福寿绵长，缺德事做多了也不好，有报应的。你个贱民，居然敢咒骂我家公子，放肆！宁霜，不得无礼，如此咄咄逼人，尖酸刻薄，仗势欺人，都是谁教你的？母亲这些年对你的教导，只怕你全然都忘在脑后。左右这客栈我们又住不完，又何必为难别人？回去以后，您还是回母亲的院子去伺候吧，我这里用不起。公子，奴婢知错了，求您别赶奴婢走。大公子，宁霜受夫人吩咐，务必要照顾好您，也是为了您的身体着想。他虽自作主张，也是出有因，求大公子就饶了他这回吧。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这位姑娘，对不住了，是我家丫鬟无礼在先，我代她给姑娘道歉。公子客气，我说话也确实欠妥当。您这个喘病最忌尘土，这里人多杂乱，还是赶紧回干净的房间待着好些。这人来人往，实在不利于您这种病。多谢小姐告知，在下记住了。看到于穗欢那张脸的时候，眼中闪过一抹惊艳的神色。嘿，一个病秧子，不赶紧回房间躺着，瞅什么瞅？也不怕眼珠子掉出来。也不知睡了多久，睡得正香的时候，死丫头，别睡了，再睡东西都要让人给偷完了，小命到时候也保不住。大半夜的你不睡觉，喊我起来做什么？喊你起来肯定是有要紧事啊！你们住的这个店是个黑店，一群强盗正准备谋财害命，然后再把后院那些马车都抢走，人已经上楼了。
不过你们还算好的，因为太穷酸了，所以那些人就没打算先搭理你们，只想着把你们的马车、驴车偷了去。住在楼上那些个人就惨喽，穿得那么好又富贵，不是明晃晃的告诉那些人他们有银子不差钱吗？他们今晚吃的那些吃食里应该是掺杂了蒙汗药，一个个睡得跟死猪一样。那些强盗上楼去了，说不定你们也要跟着倒霉。这也太张狂了吧，直接谋财害命。老大，咱们直接上楼去宰那些肥羊。后院是大通铺住的，全都是些泥腿子，浑身上下估计也找不出几个银子来，犯不着理会。你是不是猪脑子？看人不能光看表面，你怎么就知道他们没银子？他们能用得起这么多马车驴车，说不定就是故意穿着打扮成泥腿子的模样。住店也只住大通铺，就是为了掩人耳目。后院住大通间的这些个人也不能放过，送上门的岂有放走的道理？有银子最好，没银子就全都杀了，送去孙二娘的包子店，做成人肉包子卖也值不少钱。是啊，还是老大您聪明。乌鸦哥，黄毛呢？黄毛去哪了？搬救兵去了。在听到他们要谋财害命的时候，我就让黄毛去找你二叔二婶了。他们走的一直都是树林，也不远。好哥们儿，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你现在飞过去告诉我家相公他们，让他们都警惕一些。乌鸦哥从外面飞了过来，用爪子指了指门口的方向，然后伸出2个爪子指头，意思是说门口有2个放风，其他的都上楼去了。哎呦，神了！三儿媳养着乌鸦可真聪明，跟人比都差不了多少，居然还会比划有几个人。师傅，我们2个冲过去，把门口那2个人解决了，然后再去旁边房间跟女眷们会合。他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这群人不少，大约有30-40来个，个个手里有刀，还心狠手辣，杀人无数，都是些穷凶极恶之徒，专门干打家劫舍的活。刚才你家里男人已经解决了门口2个，后院马厩那里估计还有2个放风的，把那2个解决，你们就可以坐马车赶紧离开。那些人的主要目标还是楼上那个有钱的贵公子，你们只是恰好住在这里，顺带解决一下而已。相公，乌鸦哥说在后院的马厩里还有2个人，咱们解决了这俩就能赶紧走。他们的目标是楼上那个贵公子，不是咱们。老大，楼下的那些人要跑，你们赶紧下来。这位大侠，在下宋如风有礼了，能不能请您出手救救我的丫鬟秋香？不能，你家丫鬟的死活关我什么事儿？大侠，求求你救救她吧，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您一看就是有侠义心肠的人，只要您愿意救秋香，我什么条件都答应。只要大侠肯救秋香，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放手，滚！他这么恶心人啊！大侠，我愿奉上黄金100两，求您救救秋香吧。本来走到门口过来喊李成锦一起走的于穗欢，一听到黄金100两，立马小跑着上前。一个丫鬟100两黄金，你有2个丫鬟，那不就是200两黄金？我只救秋香一个，那个我不管。行，一个就一个，成交。师傅啊，你带家人们先走，去前面那个路口等着，我跟相公随后就到。你们2个万事小心，有事的话让程锦放信号弹，我立马就赶过来。好。哼哼，把他们的马全部都收了，看他们一个个怎么跑。二叔二婶，这一路走来可是无聊了吧？走，我带你们呀找点乐子去。援兵已到，挣100两黄金去。什么是乐子？二婶，您跟我来就知道了。哎呀妈呀！你这是见鬼了？有大老虎，不止1个，2个！大侠，我们怎么办呀？宋公子，你怎么又坐在地上？咱们可先说好了啊，100两黄金不带还价的。那个，你来的时候不是带了那么多人，这丫鬟家丁的，只要救下1个吗？其他的人你不考虑考虑，救得多了有优惠，我可以考虑给你算便宜一些。这个你不用害怕，温顺的很，这都是自己人，一般情况下不吃人的。我只要秋香1个人安全活着就行，其他人我才不管他们死活呢。他们都是我那恶毒继母派过来监视我的，巴不得我赶紧早早死掉。我要是救他们，除非脑子有病。你不是有喘病吗？你这会儿怎么就好了？这么快？实不相瞒，这病是我装的，不过那是有原因的。等救出我家丫鬟秋香，我再同2位细细说。算了，我也没兴趣知道。你那个丫鬟秋香是在哪个房间？公子，你快跑，不要管奴婢！闭嘴，小贱人！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楼下的人，你们听着，我兄弟要是有个3长2短，我让你们全都偿命！你放了我的丫鬟，我就放了你的兄弟。死到临头了还敢威胁我，小子，你今天是走不出这间客栈的。公子，你赶紧跑啊！别管奴婢，奴婢贱命一条，死不足惜。秋香，你放心，本少爷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你赶紧把他给我放了，不然我就真的杀了你兄弟。二叔，你去叼住那黑衣人的腿转几圈，给他来一个爱的魔力转圈圈。大哥救我！大哥救我！别吃我兄弟！我现在就放人！马老大不能放，别忘了你拿银子的时候可是答应过的，人必须死。你给我闭嘴！老子的兄弟要是有个3长2短，我让你们全部人陪葬。拿银子办事，马老大，这可是道上的规矩，你要坏了规矩不成？我们已经暴露，他如果不死，我们一家子就得死。兄弟，我的好兄弟啊！是你害了我兄弟，要不是你阻拦，我兄弟也不会死。我要杀了你妹妹，让你尝尝丧亲之痛。马老大，我看你是疯了，我给你那么多银子是让你杀了宋如风，你居然杀了我妹妹，受死吧你！我的娘哎，打得可真狠呐，直接全军覆没，没一个能喘气的了。众人啊都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局，这么颠，狗咬狗，花银子雇人，自己把自己人弄死了。宋大公子啊，抱着你的丫鬟赶紧走呀，还留在这里等着干什么啊？收尸呀！走，赶紧走。二叔二婶，这里这么多口粮，你们吃吗？我不吃人，太臭了。你二婶说臭，他不吃，我也不吃。金睛大王眼巴巴的把留下的口水吞咽回去，赶紧表决心。这么多肉，他好馋呢。他内心暗暗鄙视，二叔恋爱脑实锤啊。二叔二婶，我们现在有马车赶路挺快的，我送你们2个去一个地方，跟我义父他们一起。一想这么些人既然都死了，身上钱财也带不走，他索性做好事替他们花了。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人走了，钱还没花完，他怎么能让人带着遗憾走呢？助人为乐，传统美德嘛。不管是钱财、刀剑、玉佩，只要值钱的，通通扔进空间，搜刮干净，这才心满意足离开。大侠，还未请教2位贵姓？不知道你们此行是要去哪里啊？在下李承锦，我们此行要前往东周去。啊，李兄、嫂夫人，真是巧啊！在下也是要前往东周，咱们可否能同行啊？这个我不会赶马车，能否求2位恩人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到了东周之后，我另外再加100两银子作为酬谢。先别整这么近乎了，你先把这救人的100两黄金给我，这别空口大白话的，我可不喜欢吃画的大饼。这里是1100两银票，一路上还请2位恩人多多照顾。好说好说，宋兄弟啊，咱们这也算是患难与共，生死之交。放心吧，这一路上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们一口喝的。这人也太现实了吧！银子拿出来，他立马就成宋兄弟了。阳城府城，怪不得这人人都想挣银子到府城去买房置地。原来这府城如此豪华气派，这大房子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娘，你觉得府城好看呢？那等咱们到了东周府地界，也在府城街上买座宅子，一家人都住在府城，到时候孩子们读书上学堂也方便。咱们呢再开上一个铺子，比在乡下种地要强多了。好，都听你的。站住！你们是何方人士？这么多人来阳城府有何贵干呢？可有牙牌录影？都拿出来我看看。哼，河东县离这里200里还要多，你们一看就是流民，都给我抓起来带走。我们乃汾阳府宋主事府上家人，此次出门带着庄子上众家仆跟随大公子前去省亲，不知这位官爷拦着我们何事？哎呀，原来是宋主事府上的大公子。哎呀，多有得罪，近来各地暴乱不断，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还望公子恕罪。三儿媳，咱们去成衣铺子干嘛？你要买衣服，咱们家车上还有好些细棉布呢，都是好料子。你想要什么我给你做，保证比买的真叫细。娘，不是我自己买，是咱们大家都买。咱们穿的这粗布麻衣太过破烂，什么人看到都想要压榨一番。今天要不是宋兄弟，说不定啊就要被拉去充军，到时候命都保不住了。正所谓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咱们打扮的好一些，这一路上也不会随随便便就有人把我们当成流民，想要把我们抓了去。这到东周府少说还要数10天的路程，走到哪里都是到处征兵的，万一咱们被人强制拉去军营，这男的当壮丁，女的做苦力，那可如何是好？三儿媳，咱们要扮成富贵人家，不能够全都穿绫罗绸缎。那富贵人家不得有粗使婆子、丫鬟、家丁什么的，我就买那粗使婆子穿的衣服就行。让我装成老夫人、老太君什么的，我是真不行，还没这粗使婆子来的舒服。哎，还有我欢欢，我也要那个粗使婆子的衣衫。三嫂，我就跟小翠一样，扮成你的丫鬟就行。三弟媳，我就扮个带孩子的奶娘吧。
嘿嘿，各位客官里边请，咱这后院有马厩，可以免费给牲口喂草料喂水。今日店里新到的鲤鱼格外新鲜，您几位，我给各位安排。我们人多，可以安排5张桌子，有什么好酒好菜只管上。哎，好嘞，各位客官里面请。各位看官，咱们今日不说三皇五帝，不说名人野史，说说咱当今朝廷的八王爷，人送外号逍遥王爷。这位逍遥八王爷，想必各位看官都有所耳闻。他的封地选在西北荒凉之地凉州，虽占地广阔，却不如其他几位皇兄王爷的封地富庶。不过这位逍遥八王爷却是个洒脱之人，从不讲究这些个，最喜欢的就是游山玩水，替穷苦百姓打抱不平。正所谓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人多心不平，世间这不平事也多了去了。咱们今天就说说这逍遥八王爷在西平府为无辜书生伸张正义，洗清冤屈，断案如神的这件事儿。杨书生，这八王爷微服私访走到哪儿了？可还有别的奇闻趣事？嘿，听说这八王爷一路东下，说不定此时已来到我们这阳城府地界也说不定啊。这八王爷要是真能来我们阳城府就好了。嗨，谁说不是呀？你看这天天弄得人心惶惶，兵荒马乱的。唉，是你们想多了。就算是逍遥王爷来了，他也管不了梁王的事情，毕竟这也不是他的封地。底下那是说什么的都有。这说书的可真的是什么都敢说。逍遥王爷作为当今皇帝最小的同胞兄弟，太后的嫡亲次子，那是何等的尊贵啊！这说书人望叶皇室宗亲，也不怕招来是非，有性命之忧。不过是说说而已，又没说什么大不敬的话，这全是夸赞，哪里会有性命之忧？于兄，虽说这说书人说的都是称赞逍遥王爷的好话，倒也没什么不妥。可这阳城府归梁王管辖，这梁王心胸狭隘，睚眦必究，性格阴晴不定，从不喜任何人歌颂别的王爷皇子他们的功德贤良。这要是被那些有心的小人听去，只怕这说书人会招来横祸呀。时间不早了，咱们也该赶路了。嬛嬛，咱们今晚天黑之前是赶不到有客栈的地方了。前路倒是有驿站，可那是官家的，平民百姓不准入住。咱们今晚估计要在野外过夜了。野外就野外，咱们现在有马车，凑合着也都能躺着睡。再说了，这住客栈也不一定都安全。于兄，你这做饭的手艺也太好了吧，比太守大人重金聘来的厨子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太守家的厨子算什么？我们家祖上那可是传了好几代的前朝御厨，这烤鱼不过就是开胃小菜罢了。最重要的呢，还是上面用的酱料、撒料，这些配方都是不传之秘，全靠着这些，这鱼才能好吃。以后到了东州府啊，我准备开一家饭馆，到时候还请宋兄弟多多捧场。于兄放心，到时候一定去捧场。三堂嫂前阵子不是说家中祖上是御医，这会儿怎么祖上又成御厨了？也不知道他们家祖上啊到底是干嘛的。我去树林那边转转，一会儿就回来。嚯，厉害了我的哥，这随随便便的一出去就能找到灵芝。你说一说你咋这么优秀呢？你就是那城墙上的守卫高手啊。自从你开始给我喝那个什么灵泉水，我感觉我这个眼神啊，还有辨别气味的嗅觉一天比一天灵敏。如果附近有天才地宝的话，隔老远都能感应到。你那个灵泉水什么玩意儿的，还真好喝。今天还没喂你喝，乌鸦哥哥，好喝呢，那你就多喝点，以后咱们就天天只喝灵泉水。虽说这玩意儿每天产出的量有限，就算我不喝，也要把我那份匀出来给你喝。谁让我们两个是一父一母的亲兄弟呢？你是我大哥，这些啊都是我应该做的。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呢？丫头，别回头，千万别回头！我告诉你一件不是很好的消息，你身后现在有一条大蟒蛇正在朝你这边爬过来。你二叔那种体格子都喂不饱的那种大，你是跑快点还是跑得更呀？我的哥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能不能快点把话给说完？咱们也是够倒霉的，像这种这么大的玩意儿，不应该都躲在深山老林中不轻易出来吗？怎么就给咱们俩给遇上了呀？那谁知道，兴许他老人家觉得闷，想要出来散散心，咱俩这又是盛外卖，给直接送上门了。我就算了，他估计都懒得吃，我浑身上下都是毛，还不够扎嘴的呢，塞牙缝都不够。这话让你说，谁不知道大蟒蛇就那2颗牙？你这小身板肯定不够塞牙缝。乌鸦哥，你说咱们现在怎么办？朝着那个方向跑，能跑出去？跑什么跑？为什么要跑？这不是你家亲戚吗？我家亲戚？
大雕老混都能认亲，义父二叔都有了，再多一条大蟒蛇怎么了？你想想，你是不是还缺什么三大爷、四舅老爷、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赶紧给安排一个名分，直接开始你的表演吧。嗨，晚上好啊，吃了没？还没吃呢，肚子饿得很，不然我能追着你跑。虽说你这身板子瘦了点儿，垫垫肚子也还是可以的。别想着跑了，这附近几个山头都是我的地盘，你跑不掉的。于翠欢意念一动，下一秒，大雕和一黄一白两只大老虎就出现在了旁边的空地之上。哎呀妈呀！我的孩儿啊，你怎么招惹到这么一个大家伙？我也不知道啊，这是跑树林里拉了泡屎，谁知道就这么倒霉给碰上了。义父，现在咱们4对1，有胜算吗？你可拉倒吧，大侄子，还4对1？你是怕他吃不饱，把我们3个叫出来，好凑成4个菜吧？你在这儿不拉后腿都是好的，一会儿要是打起来了，你就先跑。二叔，看你这话说的，我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正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出了事我怎能让义父二叔挡在我前面？那绝对是不行的。大佬，您刚才也说了啊，我身板小不顶饿，吃了也无济于事。您看您想吃什么，我让我义父二叔去给您抓，只要是您想吃的，就一定能抓过来。咱们就当交个朋友，正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嘛，吃的可以随时去找，这朋友可不是天天都能有。我说的对吧？你这小丫头还真是有些意思，不光能跟我交流，还身怀巨宝，怪不得能把这只傻大雕和这2只笨老虎耍得团团转。算了，我也没心情逗你玩。我刚刚是被你拿出那水的味道吸引过来的，你那水似乎不同寻常，能给我看看吗？啊，原来您是对水感兴趣啊，那水喝起来呢，确实是味道不错。你要是喜欢喝就喝吧，不用客气啊，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吧？于翠欢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这条巨大的黑色蟒蛇收进了空间里。这玩意儿看着比他义父还有二叔都厉害，如果能收服成自己人，那真是太好了。大侄子，你把他也给放进去了？放进去了，反正咱们现在也打不过，不如大家一起做朋友。他好像对灵泉水挺感兴趣的，有了这东西在，不怕他不跟咱们同流合污。什么同流合污，说的这么难听，分明是一丘之貉。义父、二叔、二婶，你们要回空间里吗？好不容易出来一次，等明天你启程赶路的时候再进去吧。我们在这山上溜溜，抓些野鸡、野兔、野山羊什么的放进去，慢慢的吃。欢欢，娘子你在吗？啊，在呢，我在这里。我看你这么久不回去，担心遇见什么事，便过来找你。相公，乌鸦哥刚才在山中寻到了一朵灵芝，我想让他再去别处寻寻，看能不能找些什么稀有的药材。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路边有不少野果树、野葡萄，你要是喜欢吃的话，我们就摘一些回去。好啊，现在天热，多摘一些野果留在路上吃也好。留在原地的乌鸦哥一双大眼满是诧异，还说什么2个人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呢？他把他当大哥看，这有了男人连大哥都忘了。看来啊，这大哥啥也不是，可以在心里跟空间里任何活物交流。黑色大蟒蛇正盘在灵泉瀑布那里悠哉悠哉喝着灵泉水。于翠欢问他附近有没有什么珍贵草药。小丫头，那玄天参的位置有些难找，这种级别的草药旁边都有一只毒性特别强的毒蛇守候，你可千万要小心啊。放心吧，灵泉水也是疗伤圣药，就算是被毒蛇咬了，那解毒应该也是可以的。小丫头，你这水确实是好东西，但是对于解其毒来说，可远远不够。不过看在你对本王这么好的份上，我就给你一滴我珍藏多年的精血，只要你喝下去，以后不管是任何毒物的毒，都伤不了你半分。那血珠子入喉咙，没有血腥味，反倒是香香的，一股暖意立马充斥了四肢百骸。你这个东西这么管用的吗？确定我以后这身体就百毒不侵啦？哼，这可是我的精血，几百年了才凝出这么一颗，自然是可以百毒不侵。这么珍贵，几百年才一滴，这都舍得给他，太够意思了吧？不认个干亲戚啊，都说不过去。大佬，这么珍贵无比的东西，你都舍得送给我，我喝了这滴血，那这岂不是说我们2个直接就有了血缘关系啊？按照这个辈分排的话，那我得喊你一声爷爷。
你这活了几百年了，那就是我亲老姨。老姨，你就放心在这里面待着吧，给我养啊，不是，我给你养老。这就有血缘关系了，他还是老姨。算了，老姨就老姨吧，人类的关系啊，他也弄不明白，不是很懂。他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只要以后每天给他提供灵泉水喝，管他是老姨还是新姨呢。两人来到黑色大蟒蛇所说的峭壁之上，玄天参。这毒蛇也太菜了吧！小丫头，那你可真是低估它了。这小蛇的毒性，咬人一口，不出半个时辰就能毒发而亡。它害怕逃跑，是因为你刚才服用了我的精血，身上有我的味道，要不然它哪里能轻易离去？原来是这样啊！二人又赶着往回走，还未走进河边，就听到有乒乒乓乓刀剑相撞的声音。倒不是他们的人出了事，河边离他们驻扎处不远的地方，一群黑衣人正在围攻一辆豪华马车。你们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只是遭人追杀，一路上迫不得已被逼到了这河边，吓到你们了吧？我们都受了伤，暂时是不能赶路的，今晚也要在这河边休息一夜，还望各位不要介意。这位兄台，在下姓黄名李，京城人士，家里做些生意，此行也是出门视察家中铺子，不料被人偷袭。不知兄台你们可有干粮吃食，能否卖与我们一些？不拘什么，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这位兄台，我们车上也只不过有些干粮、咸菜、肉干啊，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不挑食。赵四儿，你怎么了？我没事的，公子，刚才打斗拦截刺杀你的刺客，胳膊被划了一刀，我想着伤口浅没事，也只简单包扎了一下，想来那刀应该是有毒。李二，快去把我们带来的药箱子拿过来，给他吃一粒解毒丹，顺便把伤口清理一下。公子，赵四的情况不太好，我们的金疮药和解毒丹对于他中的毒好像没什么用，再这样下去，只怕有性命之忧啊！公子，不然我们现在进城吧，找个大夫给赵四看看。兄台，叨扰了，不知你们随行带的可有什么解毒的药？我倒是会一些医术，可否带我去看看？那真是太好了，我在这里先谢过小兄弟了。其实黄礼也能看出来，这是个女扮男装的，可人家既然一身贵公子打扮，他也只能称呼为小兄弟了。中毒了，伤口感染，引发高烧之症。可有办法解毒？我们随行带的倒是有解毒的草药，我给你拿上一些，用水煎了喝，看是否能行。辛苦小兄弟了。实际上是从空间里取出了几根玄天参上面的须出来，正好验证一下这东西是否能解百毒。小兄弟，你这是玄天参的须，这可是极为难得的好东西啊！50年份的玄天参只是蓝色，你这已经根须发紫，至少100年以上啊！黄礼随即让李二从马车里取出200两的银票。小兄弟大恩，没齿难忘，一点医药费不成敬意，还望收下。皇兄客气了，那在下就却之不恭的收下了。不出半个时辰，高烧就退了，人也慢慢恢复了一些精气神。众人也都松了一口气，这玄天参不愧是号称能解百毒的神药。次日，王爷，他们准备要走了。都跟你说几遍了，以后出门在外叫公子，再喊错，直接自己抽自己20鞭子。是，属下记住了，公子。那咱们也跟上吧，就跟他们一路走，看看他们去哪儿。古县的城门口，鹅，铁锅炖大鹅，拔毛烧开水，点火盖上锅。啊，这是一首好诗啊！小兄弟，真是缘分呀，我们在这儿又遇上了。眼神不住的往锅里瞟，哇，好香啊，差一点口水就要流出来了。是啊，皇兄，好巧啊！于翠欢都不用猜就知道他这是想干嘛，馋他的铁锅炖大鹅了。昨晚的烤鱼啊，应该已经深深征服了他的胃。小兄弟，我等都不擅长厨艺，困在此处早已饿得饥肠辘辘，不知能否跟你们买上一些这炖好的大鹅吃啊？皇兄真是太可惜了，咱也算是相识一场，那就坐下来大家一起吃吧，人多热闹不是？他顺手接过10两银子，塞进自己的荷包。刚才买大鹅、鸡蛋、青菜等啊，也不过花了1两多银子。吃饱喝足，收拾好以后，李兄、于兄，咱们是绕路走还是怎么办？这我们要是绕路走的话，是不是还要多走上2-3天的路程，才能到达东州府啊？如果绕路到东州府的话，岂止要3-2天，要多走上4-5天的路程。这古县既然排查这么紧，不让人员流动，那通往东冥府这一路，所有城池大约都是如此。既然绕路了，那就要一直绕到东州府。哎呦，这个侧妃的娘家的侄子带娘子去省亲都这么大排场，那啥令牌还挺好用的。哎，对了，孙兄弟，你身上不也有一块令牌吗？咱们也用那个玩意儿进城去。于兄，说起来真是惭愧，
先不说其父是一方太守，人家是王爷姻亲，在梁王的管辖内，那就是皇亲国戚、土皇帝一般的存在。我伯父只是一个府城的小小主事，也就在附近还能好用一些。出了汾阳府，这里的守门将军怕不会给一个府城小小的五品官这个面子。我手中的那个令牌，怕是在这里不好用啊。宋兄弟，你这意思就是你伯父的官职太小，震慑不住这些人，人家不买账。哎，要不咱们自己刻一个令牌，刻得稍微大一些，能保证咱们从这里一路畅通无阻的到达东州府那种。宋兄弟，你觉得咱们刻个什么令牌合适呢？于兄，你这是说着玩的吧？私自铸造此等令牌，那可是杀头的大罪啊！你还要造一个能在所有城池畅通无阻的，最少也得是王侯级别啊！私自铸造王侯令牌的，那可是满门抄斩的大罪！你这是疯了吧？你们干嘛一个个都这副表情看着我？正所谓心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不心虚，也不要害怕。那些守城的将军也只看一眼，谁敢有胆子下来验证咱们拿的到底是真是假？宋兄弟，所有的令牌等级都是怎么划分的？你给我说说呗。一般等级的官员令牌上面雕刻的是仙鹤，级别高一点的上面雕刻着狼头，1、2品大员还有那些王侯公卿上面雕刻的是虎，皇子皇孙王爷这些雕刻的都是4爪金龙，只有象征皇帝身份的用的东西上面的都是5爪金龙。不知于兄你想要造一个什么等级的？既然做了，那就要做的大一点，那就来一个4爪金龙的，一步到位。他这话吓得黄礼和宋如风差点从石头上摔下来，幸亏不是5爪金龙，还好还好。于兄，这要是被发现了，满门抄斩都是轻的，直接要诛9族的节奏啊！不知小兄弟你要装扮成哪个王爷？不会是梁王吧？梁王不行，这梁王的岁数太大，得找一个年轻一点的王爷。找个年轻一点的，那只有8王爷了，他是所有王爷里最年轻的一个。咱们在阳城府的时候，不是听那说书的说过这位逍遥8王爷吗？按你说的，那咱们就假扮成这个8王爷。那说书的不是说了吗？这个8王爷没啥事就喜欢乱窜，说不定这会儿呢就窜到了这附近的地界，咱们伪装成他正合适。而且我觉得这8王爷还比较好扮演。那说书的不是说他养了一只海东青吗？想必这点呢是人尽皆知的。正好看到黄礼的马车架子上握着一只海东青。哎，正好黄兄，你有这么一只海东青，不过就是这只鹰感觉小了点，王爷养的那呀肯定都是大只的极品的。黄礼闻言只能尴尬的笑了笑，要不说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她这只已经算是极品了吧，个头再大些的就是野外都很难寻得到，也不容易抓，这个小丫头真是不知所谓。宋兄弟，你把你的令牌拿出来，然后给我说一说那个4爪龙的令牌是个什么样的造型。于兄，不是你来真的呀？这可是满门抄斩的大罪啊！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你赶紧的。宋如风拗不过，拿出他那块令牌，给于穗欢细心讲解了4爪龙的令牌是怎样的，上面都写着什么字。别说，你还真别说，很像是不是啊？这画的跟真的令牌那是8竿子都打不着啊！真是的，瞎说什么大实话，怎么可能不像呢？我就跟着你的描述画的。主要是我也没见过，应该大概也许差不多就是这样吧。于穗欢才不管真的是啥样，他的动手能力还是很强的，拿着李成锦那把小刀啊，就开始在木牌上雕刻起来。怎么样，这是不是能以假乱真？黄礼这个真正拥有4爪龙令牌的王爷，看了他那个令牌以后都觉得炸裂，简直无法直视，这也太土太夸张了吧，整个假令牌金光闪闪的。于兄弟，你这出门带的还挺全的，居然还带着黑墨和金漆。那是，这出门在外的东西必须得要备齐全了，这万一路上用得着呢？令牌是有了，就是皇兄你这个鹰看起来不够夸张，不够大，你等着啊，我去把我养的给喊过来。皇兄，你看我这只养的不错吧？比你那只可精神多了。小翠筒的个子又大，野性十足，那目光都充满了侵略性。黄礼刚才还在内心吐槽，于穗欢没见过世面，现在小丑竟是他自己，只好默默把自己养的那只塞进了马车里。先别出来了，丢人。王爷，这个女人胆子实在太大了，她居然敢假冒您还私刻龙令牌，这可是……行了，闭嘴，这20鞭子自己先记着，回去再打，咱们就看着，看他到底想干什么。黄礼真的没想到会有这一天，居然有人当着他的面要假扮自己冒充王爷。咱们这个队伍呢也要重新排好，皇兄的马车最为豪华，就在第1个，然后是宋兄的马车，其余跟在后面。你们这些都假扮成侍卫，排成2边。那个
这位是李二兄弟是吧？你把你的马借我骑一下，你先坐上马车去。皇兄，你这把扇子不错哎，借我用一会儿。我这把呢是成衣店买衣衫的时候送的，感觉太廉价了一些。城门重地，现禁止通行，任何人不得入内。你们速速回去吧。什么大胆？是谁下的命令不准城门通行的？你可知无重大事，城门不得关闭，阻拦百姓进出。自然是接到了上级命令，我等只是奉命行事。哪个上级如此藐视王法，擅作主张？最近流言四起，城中人尽皆知。听说当朝八王爷最喜欢微服私访，手持折扇，还带着一只海东青。难道说……本公子问你话呢，你可知这是什么？于翠欢从怀中掏出他那块假的不能再假的炸裂金色龙牌，晃了一晃，随即又放入怀中。公子息怒。快开门，本公子还有要事在身，出了事情你们谁担待得起？守门将军权衡利弊以后，赶紧命人打开城门，将一众人迎了进去。如果得罪了王爷，别说他这小小的官职，性命都难保。就这样，凭借着一块假的不能再假的令牌和阴差阳错的误会，他们一行人畅通无阻的通过古县，出了城门，来到了官道上。相公，我快累死了，先睡一会儿。你睡吧。刚才之事太过冒险，以后切记不可再做了啊！我们绕行多走几天也无妨。多走倒是无所谓，就是一路上意外太多了。现在兵荒马乱，土匪强盗横行，咱们一家老小经不住折腾啊！这官道是最为安全的。公子，他居然还能睡得着，这心可真不是一般的大呀！冒充王爷私造令牌，还能如此若无其事，这女人的胆子简直比他的人都大，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来路。哼，我倒觉得这小丫头挺好玩的。经过这2天相处，你不觉得这小丫头长得有些面熟吗？真是失礼，我家小姐的马车突然半路坏了，挡了各位贵人的路，烦请贵人能否派人帮我们把马车修好，贵人们也好能快些赶路。多谢公子打手相救，小女子感激不尽。区区小事不值一提，姑娘还是上车，快些赶路吧，这天色已晚。耽误了各位赶路，真是万分抱歉。前方就是驿站了，不若大家在驿站休息一晚，明天一早再赶路怎么样？各位都快请坐。小女子秦玉珍，家父同城太守，此驿站站长乃是族中私塾，你们尽管放心住下便是。秦姑娘太客气了。今天多谢公子以及各位的出手相助，略备薄宴，不成敬意，还望各位不要嫌弃。钱小姐言重了，这么好酒好菜招待着，怎么会嫌弃呢？能遇到也是大家有缘分，正所谓千年修得同船渡，能坐到一起吃饭啊，不知道是几千年修来的缘分。大家快坐，这菜凉了就不好吃了。夜半时分，公子，您怎么来了？不来等着被人下套吗？深更半夜，这么好的机会，那个秦小姐今晚还能不把握住？不然怎么对得起她这一番筹谋啊？不行，躲着也不是办法。都是那个小丫头，贪图便宜又不想出银子，就想白白的蹭吃蹭喝蹭地方住。谁知道这秦玉珍还是个有眼光的，直接就盯上了本王。走，咱们去找那小丫头2口子去。今晚不让我好过，他们也别想好过。舒舒服服睡大觉，门都没有。李兄弟，于兄弟，二位可歇息了？睡了，皇兄有事明天再说吧。于兄弟，这外边月光甚好，风景优美，一起喝茶品酒如何？皇兄，我大字不识几个，如此风雅之事，秦姑娘应该会喜欢。你要是不好意思啊，我帮你去喊她怎么样？哼，呵呵，不怎么样。秦姑娘乃是女儿身，又是大家闺秀，这半夜孤男寡女，难免让人说闲话，不妥啊。身正不怕影子斜，皇兄实乃正人君子，我相信你的人品，秦姑娘想必也信任你这个救命恩人。你等着啊，我这就去喊人过来，大家一起对月畅饮，岂不美哉？我想了想，月色虽好，还是休息更重要。于兄弟先休息吧，那我就告辞了。小姐也不必气恼，这一路上时间还多着呢，如此贸贸然的行动，我感觉也有些不妥。万一……舅舅传过来的消息断然不会错，而且那女扮男装的姑娘还喊的皇兄，侍卫仆从这么多，一个个根本不似普通随从，神定是八王爷没错。可是八王爷不是当今圣上最小的兄弟吗？也没听说有比八王爷还小的公主。当今圣上虽然没公主，可是圣上的几位皇叔家中世子郡主颇多，
听说南王家的郡主最喜欢女扮男装，跟随八王爷游山玩水，这不就对上了？小姐且放宽心，这一路上多的是机会，也不必非要用这种极端方式。小姐长得漂亮，狄小姐也差您一大截，万一王爷看上了，跟咱家老爷提亲要纳您进王府，岂不是比这还要好上一些？秦玉珍心下有些烦躁，既然八王爷今晚没歇在屋里，肯定是有所防备，再用此等招数呢，就会惹得厌烦。不如一路上用自己的容貌才情打动他，能成为王爷的红颜知己，进王府成为贵妾，甚至庶妃乃至侧妃也说不定。次日，不知几位要前去哪里？顺路的话，咱们也好一道同行。秦姑娘，我等要前往东州府。那正好，我们可以一路。我要前往通城，过了通城就是东冥府了，也算顺路。就这样，一行人的队伍更长了。不过有一点好处，秦家在这通城啊，可谓是土皇帝一般的存在。最起码这一路上的安全是有保障了。通城城内，各位公子，我们通城的明月楼可是第一酒楼，有许多当地的特色菜品，承蒙各位一路上的照顾，不如我请各位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特色菜品，尽一下地主之谊，还望各位赏脸。那可要好好尝一尝你们通城的特色菜，又要让秦姑娘破费了。宋如风也是个吃货，身边全是继母的人，他要装病秧子，还要装得温润有礼。现在好了，看管他的人全都死了，他可以不用装，彻底放飞自我，想干嘛就干嘛。宋兄弟没脑子，于兄弟你难道也看不出来吗？这秦姑娘一路上对我那是图谋不轨啊！咱们在这通城答应了她相邀请吃饭，这不是把我羊入虎口吗？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人家姑娘倾心于你，那心里肯定偷着乐吧。明明是我扮演的八王爷，可那秦姑娘就是对你青睐有加，我能有什么办法？再说了，你也知道通城是他的地盘，如若我们不答应，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极端的招数等着。不如呢，咱们就先应下，随机应变，将计就计，让他降低防备也好，再寻找个机会溜之大吉。放心吧，皇兄，一定能保证你的清白之躯。黄离转念一想，这说也对，在通城的地盘上拒绝了秦玉珍，说不定啊，后面还有什么棘手的招数，想要出通城怕是也难，倒不如先应下，让他放松警惕，到时候再找机会。这通城不愧是千年古城，果然是风景秀美，人杰地灵。听说湘淮江边热闹非凡，不如咱们寻一划船，喝酒吟诗作对，岂不美哉？于公子提议甚好，留住画舫乃是通州城内最好的，既然来了，是该见识一下。这通城不愧是千年古城，当真是歌舞升平，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黄礼在后面翻了个白眼，这小词儿用的还挺好，还知道歌舞升平、繁荣昌盛。昨晚不是还说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吗？不过他也是挺好奇的，这女子有文采的不多，也不知这小丫头是个什么水平。要说起来，她这心眼子够多了，古灵精怪的，要是文采也非凡，那真是了不得。于兄弟看如此繁盛景象，肯定是心中感慨万千，何不吟诗一首助助兴？皇兄这是想考我文采？我肚子里就这点墨水实在不多，不过各位兴致这么高，那我就献丑啦。今日桥头看江东，烛光点点追夜空，花船好似水中月，画舫犹如璀璨星。花船好似水中月，画舫犹如璀璨星。这比喻真是绝妙啊！于公子当真是好文采，仪表堂堂，魂采非凡。今年殿试依我看啊，这状元榜显皆要落入于公子之手了。秦姑娘妙赞，我这呢不过就是雕手小技罢了。科举做文章，论起治国之道来，我这一窍不通，差得远呢。既然来了，那大家就玩个开心。咱们不管是对诗还是对对子，输了就要喝一杯，可不能耍赖啊。于公子说得对，妾虽为女儿神，却也愿意遵守规矩。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秦姑娘实乃是女中豪杰，那咱们就开始吧。他事先把一种最仙草的草汁水涂在手指上，等给秦玉珍倒酒的时候，悄悄把手蘸进去一些。这种草遇了酒之后，喝起来倒是没有什么感觉，只是人容易醉得快。咱们是对对子还是对诗词？还是对对子吧，这个有意思。那行，那咱们就从对对子开始。这局呢，我先出上联，回是口中口，各位请出下联吧。对不上的可就要自罚一杯啦。从是人挤人，出是山外山，昌是日上日，言是火上火，关关难过关关过，步步难行步步行，处处无家处处家，日日难熬日日熬，
小女子才疏学浅，自罚一杯。于穗欢出的对子越来越难，不光是秦玉珍对不上，宋如风也喝了好多酒。黄礼不可避免的因为没猜对字谜，还喝了2盅。于穗欢摇晃了2下秦玉珍，一点反应都没有。他让乌鸦哥去通知李老大他们赶紧收拾东西前往城门口。几个人准备悄悄从窗户跳下去，然后坐小船离开。出了城门走了许久。宋兄弟，你这秦家的令牌是从哪里来的？你临走之前偷了秦姑娘的？偷？多难听啊！读书人的事情怎么能叫偷呢？这叫借用一番，等下次见了面自然会归还，完璧归赵。哦呦呦，真没看出来，这宋如风吸引的也不少吧？还拿读书人说事儿，这世间最不要脸的就是读书人。俗话说得好，仗义多是土狗辈，负心最是读书人。秦玉珍揉了揉有些发晕的脑袋，她在画舫上一下子睡到了将近50。嬷嬷，人呢？几位公子人呢？不是一直都在房内没出来吗？小姐，他们定是趁着你酒醉不醒，从窗户走了。咱们的计划没准一早就被识破了。不动声色答应同您来这里游玩，也不过是将计就计，为了迷惑咱们。没想到他费尽心思，连王爷路过通城这么大的事情都没告诉父亲，只是为了给自己博一个前程。没想到最后鸡飞蛋打，啥也没捞到。伸手一摸，果然自己身上的令牌也不见了。看来啊，那些人早已经出城走远。纵使心里再不甘，秦玉珍也只能就此作罢，只希望此事不要东窗事发，让他父亲知道。既然嫁不了王爷，他要尽快另寻目标了，绝对不能让嫡母有机会操纵他的后半生。一众人顺利进了东冥府城内。阿爹，你怎么了？你可别吓我呀！怎么回事？公子，这老人突然跑到咱们的马车下面，根本就没有碰到他，就自己躺下了，在这哎呀呀的叫唤不停。你们怎么能血口喷人呢？我跟爹爹虽然贫苦出身，一顿人不会做人这种下三滥的事。明明是你们的马碰到了我家爹爹，这才摔倒，你们竟然不想承认。这位公子，你看起来非富即贵，这老汉跟女儿相依为命，一看就过得凄惨，何不赔些银子，让他们赶紧看病去了事？就是，老的老小的小，相依为命过得就够不容易了。你们要是撞了人还不愿出银子，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赔钱，必须赔钱。我家随从亲眼看见，是这老汉自己跑到车下面躺着的，我们并没有撞到他。况且我们马车走得慢，又不是跑得飞快，怎么会将他撞成这般模样？说不定就是装的，想要讹银子罢了。你怎么能如此颠倒黑白？事实分明是这老汉恶意碰瓷，你们不能看他们可怜就不看事情的真相。爹呀，爹爹，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留我一人怎么办呀？我也不活了，干脆我们父女2个都死了，一了百了，也不用留在这世上受苦。你们2个真是刁民，妄图用这种法子讹诈银子。走，我要带你们去见官。你要干什么？别拉我带我爹爹走还不成吗？就算是死了，我们也自认倒霉。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这是要做什么？如此欺负老汉弱女，当真是可耻又可恨。你这老者好生无礼，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就说我们无耻。明明是这老汉自己滚到车轮子底下的，压根就没碰到他。你不知道就别瞎说。哼，你一派胡言，颠倒黑白。我刚才看得清清楚楚，大家看看呀，这老汉疼得抽搐不止，难道都是装的吗？又开始了，儿子爹，你看那一男一女又开始碰瓷儿了。3、5天就来一次，每次都能讹到银子。乖乖，这人类真蠢啊！那还不是他们演技好，一套一套的。你看人群里那些小乞丐都是他们的人，人类真是太狡猾了。你管那么多，赶紧回窝里孵蛋吧。你孵蛋去，看什么看？没看过什么？老爷们儿咋这么好事呢？算了，就当我们今日倒霉，拿5两银子给他们，别耽误我们赶路。慢着，先别给银子，既然马车撞到了人，给一点银子打发，那岂不是太敷衍了？怎么也得要先看看老伯的伤势如何。各位父老乡亲，在下家中世代行医，祖父正在宫中太医院任职。我虽学艺不精，可也能看些小病。我现在为这老伯查看一下伤势。不知老伯，你这是伤到了哪？是左腿还是右腿？哎呀，不太妙呀。老伯这腿伤的有些复杂，
因为是年纪大了，这骨头不如年轻人结实，又经这么一撞，这骨头是错位了。如果不接上的话，以后恐难行走啊。这位小神医，你大发慈悲，快给这老者把腿接上。这么大年纪真是不容易啊，这要是不会走了，以后可难维持生计呀。各位父老乡亲放心，既然这事儿呢今儿让我遇上了，一定会给这位老者把腿接好，还保证他活蹦乱跳，以后能行走，而且分文不收。于翠欢说完，周围立马爆出了雷鸣般的掌声，一个个都夸他是小神医在世，救死扶伤。大家且看，这根银针长约4寸，乃是我家祖上命能工巧匠打磨而成。只要把这根银针插入腿骨中，凭感觉细细搅动，再把错位的骨头给拉正，不用吃药，不用敷药，立马就能恢复如初。不过这个过程稍稍有些痛苦，大家不必在意啊，良药苦口利于行，疼才能更好的治病。我需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帮我按住它，以免我施针的时候它乱动，导致骨头错位的更狠。不知道哪位壮士愿意前来帮忙？来，还有的是力气。还有我兄弟2个也愿意帮忙。老伯，你不用害怕，这针扎进去虽然很疼，可是为了治病还是要忍一忍。你们都按紧了啊，不能让他挣扎扭动。我现在就帮他施针。于翠欢扎的呀，可是腿上最疼的一个穴位，疼痛能放大好几倍。神医，真是神医呀！可不是咋的，你看跳得多高。你这腿刚好，不宜太过用力。你们快看，他不是个老汉，居然是假扮的。围观的众人此刻都明白了过来，哪有好好的年轻人不做，故意扮成老头子的？很明显，这件事就是他们故意的，就是想要碰瓷讹诈银子。还想跑？今天这事说不清楚，谁也走不了。呸！没想到我们大强为你出头，你竟然是个骗子，真是气煞老夫了。各位老爷夫人，公子小姐，我们兄妹骗人确实不对，可也是没法子了呀。家中父母年迈，常年缠绵病榻，家中所有的银子都用来看病了。这人是我哥哥，他不争气又好赌，如果我不答应跟他出来骗人，他就往死了打我。我也是没有活路，才跟他出来做这种下作事啊！哥哥，我求求你以后别赌了，我们踏踏实实的，就算是干苦力来给爹娘看病，也不要再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了，好不好？我求你了！滚！都是你这个丧门心、不要脸的贱蹄子，真是倒霉了！要不是你丧气，怎么会这样？你真是个畜生不如啊！你妹妹才多大，你就天天逼她干尽坏事，不从还要打她，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啊？小姑娘，你放心吧，我出银子给你爹娘看病，你也赶紧找个好人家嫁了，再也不用受你这禽兽哥哥的虐待。多谢老伯的大恩大德，可我只有这一个哥哥，父亲也只有他一个儿子，他要是死了，我爹娘还怎么活得下去呀？算我求你了，回头是岸，你发誓，保证只要你以后好好孝敬爹娘，我还认你是我哥哥。那声泪俱下的表演又一次获得了围观众人的同情心。精彩，真的是精彩啊！好一招以退为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别看姑娘你年纪小，你这演技可真是精湛，不去梨园戏班子唱戏，着实是委屈了。公子，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为我哥哥的事给你们道歉磕头了，求求你们放过他吧，求求你们了。小姑娘，先暂停一下你的表演，让我猜猜你接下来要演什么，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如果我刚才没有打岔的话，你哥哥说不定就会借坡下驴，然后答应你以后浪子回头好好干活，照顾你那家中多病又年迈的双亲，事后兄妹二人抱头痛哭，这样大家就不会追究你们碰瓷的事。这个结果呢，只是其一。如果还有人质疑，就着这件事情不放，不打算放过你们二人，你哥哥态度肯定还是会很强硬。你呢，就继续哭惨，装着可怜，哀求你哥哥，然后再爆出你哥哥时常殴打你，身上都是伤痕，博取同情心。这样众人就只会揪着你哥哥一个人的错处，从而放了你。你再拿出父母年迈多病的事情哭诉，想必大家也就不会再揪着你哥哥去见官。小姑娘，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啊？没有，不是的。
我知道我们做的事情不对，可也是为了活着呀。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求公子大发慈悲，放过我们吧。我给你磕头。行啦，省点力气吧啊！还是想想一会儿到了公堂怎么应付那些板子。大嫂、二嫂，你们过来看看这小姑娘胳膊上是否有挨打的伤痕。小神医，虽说这兄妹二人着实可恨，可这姑娘也是受害者呀。你看这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换成任何一人，估计也要妥协屈服，不能全怪她一人呐。我知道大家都在想什么，肯定在想这小姑娘是真可怜，被打成这样子，不跟着招摇撞骗，说不定就要被这男人给打死。不过这件事情远没有表面上你们看到的这么简单，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大家都睁开双眼看清楚啦！把水倒到了小姑娘的胳膊上，于穗欢又上手搓了2下那些伤痕，就这样全都被洗掉了。来，大家都上前看看啊！你们二人每次碰瓷之前都做了万全的准备，一计不成还有一计，就算是暴露，也想了好多种退路。这种人实在是可恨。